出车祸死了吗？怎么又活过来了？我的名字叫徐缺，本应该是个前途无量的大学生，但是现在这里到底是哪儿啊？身体好僵硬，完全动不了。是谁？天哪，仙女！这荒郊野岭的，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啊？等等，这女孩该不会是想要……我这么光明磊落的一个人，可不能偷看啊！姑娘，你这是干嘛？可不能随地大小便啊！嗨！哇，御剑飞翔，真是仙女啊！这是大量的记忆涌入了我的脑海。我在别人的身体里，这副身体的主人竟是当今驸马爷，可却是个十足的倒霉蛋。他本身只是个孤苦孤儿，却拥有千年难得一遇的独特灵根，在机缘巧合下被皇帝看中，招为驸马。皇帝提供了无数天才地宝给他修炼，短短6年，一人见人丹。踏入金丹期那一天，公主竟将他浑身修为与灵根天赋一并夺走。天才驸马爷才刚新婚，便沦为废人，已经没有了丝毫利用价值的他，被低调连夜送出宫外，在发配到边疆的路上，被皇帝安排的人一掌拍死，气绝身亡，最后被弃于此地。我这是穿越了，唉，可惜了。怎么就穿越到了这个时间点呢？大胆淫贼！竟然敢偷窥本姑娘，给我纳命来！这绝对是误会啊！还有，明明是我先藏在那里的。淫贼，你找死！怎么才好啊？对了，我的身份似乎是驸马爷，这驸马爷身上还带着皇帝颁发的火元国驸马令牌。我乃当今火元国驸马，敢对我不敬，小心我诛你九族！那个令牌，他是驸马。哼哼，被唬住了吧？装，老子还是在行的。当当！恭喜宿主徐缺激活反套路打脸系统，本系统将为你保驾护航，带你飞黄腾达。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1点打脸值，是否进入商城兑换？系统检测到宿主能力偏弱，难以在本世界生存下去，可奖励新手大礼包1份。刚才那是谁的声音？打脸值？商城？只要我装，就能得到好处吗？不管了，只有试一试才知道了。喂，美女，我乃是火元国驸马爷，别以为你拿着飞剑就能喊打喊杀，本驸马爷可是100年难得一遇的修仙天纵奇才，还会怕你这个小丫头片子？淫贼，死到临头还满口谎言！上钩了，不信是吗？来，你上前一步，咱们来比划比划。恭喜宿主装成功啦，获得1点打脸值。你真的增加了，这12打脸系统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呀！这下可有的玩了。对了，刚才还提示有什么礼包？是这样换出系统吗？哦，真的出现了！哎，我看看啊，是这个吗？查看礼包。获得初阶经验单，不用可获得1万经验值。获得初阶神行遁走符2张，使用后可瞬移到方圆5公里之外的任何地方。获得初阶太古五行诀，检测到灵感残缺，不足修炼条件，系统为您补全所有灵根。什么？这是我熟悉的感觉，是当年天火根还未被公主夺取时的力量。
而且，系统还一并补全了金木水火土属性的灵根，每一条还是最上乘的天阶。系统在手，天下我有！什么狗屁火元国公主皇帝，等我虚缺升级归来，就把你们全部踩在脚下，踏得粉碎！大胆！既然自称是火元国的驸马，竟还敢口出狂言，妄图弑君！就顾着展望未来，差点忘记眼下这个麻烦。啊，对了，新手大礼包的功法和经验单，使用。修炼太古五行诀成功，不用初级经验单，获得1万经验值。升级，当前炼气期1层；升级，当前炼气期2层；升级，当前炼气期3层；升级，当前炼气期10层。这回可真是没话说了，5条灵根相生相克，爆发出的力量恐怕就远远不止5倍力量那么简单。我不无敌，谁无敌呀？找死！我去，仙子，你怎么还出剑了？你这是偷袭，是暗算！切！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虚灵气，脑子里一瞬间涌上了太古五行诀的功法。这没有筑基期6层，怎么可能轻易破了这一剑？我就纳闷了，都说是误会，你还老纠缠不清，偏以为长得像仙女我就不打你了。是，淫贼，你想干什么？既然你都叫我淫贼了，我可不能白白背这个关呀！鼠辈尔敢，给我住手！头好晕，这是什么法术？师傅，大胆孽障，竟敢在我天武宗脚下行恶！哪里来的方老太婆？哼！今日我便替天行道！我的妈！方老太婆出手这么狠，这是要赶尽杀绝吗？该死！我到底招谁惹谁了？怎么可能？不过才炼气10层，此等速度如何做到的？哼！适才我感应到此人身上有股土元灵气，土元国的人就擅长这样的逃脱之法。他定然是土元国派来的奸细。师傅，等等，那人刚才自称火元国驸马，而且他身上还有块令牌，万一他真是驸马，师傅将他杀了的话，那皇室有可能乘机讨伐天武宗。驸马？据我所知，火元国驸马可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天之骄子，年仅18就已踏入金丹期，此刻因在宫中修炼，岂是这种小小之辈能比的？雪茹，你从未下过山，历练甚少，今后需谨记，莫轻信人言。原来是个骗子。雪茹，为师借你一段捆仙绳，你来将他拿下。那一定是传说中的法宝。师傅，以师傅的身份，若是出手，被传出去，定被人笑称以大欺小。但借法宝给我，既名正言顺，又能拿下淫贼。淫贼，还不束手就擒！恕你个鬼呀！口口声声叫我淫贼，我束手就擒不是自寻死路吗？哼，我可是火元国驸马，区区一条破绳就想拿下我，未免太小看人了吧？哼，你靠近我试试！找死！打脸失败，不予奖励。我还真可恶！雪茹，以飞剑封他退路。你个老不死的，怕你徒弟打不过我吗？啊！不许骂我师傅！今天你们要能抓住我，我就不姓徐。
30年河东，30年河西，末期少年穷。少，给我等着！什么？这是什么法宝？难不成是失传已久的缩地成寸符？快去搜！此子身怀异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是。这人到底是？哎，这神行符还挺好用的，这下那老太婆懵了吧？装完就跑，真刺激！打脸成功，获得1点打脸值；达成成就，装完就跑，获得10点打脸值。嘿嘿嘿，太值了！啊，等等，这个地方是天武宗？这神行符怎么把我送到别人老家里来了？要是被天武宗的人发现，那我就完蛋了！哦，等等，这昏暗的密室，闪亮的宝物，这里难不成是天武宗的藏宝阁？哎呀，这多难为情啊！我又不是那种偷鸡摸狗的人。这下发财了！哎，等等，光凭手可拿不了多少啊，偷溜出去的时候也不方便携带。这个系统啊，有方法让我全带上这些宝贝吗？宿主可使用空间储物包裹，将无生命物品储放在内。哦，空间储物包裹，操作方法是储放成功。爽啊！哇！储物包裹已满，这就尴尬了。不行，剩那么多宝贝不拿，可是要遭天谴的。弹药。苏亮师兄，麻烦去藏宝阁取一下这个月的聚元丹。好。这些是谁？谁在那儿？快出来！你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你是何人？竟敢擅闯我宗门宝阁！还有一张神行遁走符。兄弟，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就敢拿剑指着我的头？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拿枪、剑指着我的头。啊！我没指你的头啊！哼，少废话！敢闯入我宗门宝库，自寻死路！这家伙不是善茬啊！这些修仙者怎么都这鬼样？一言不合就开打，下手还这么狠！老虎不发威，真当我是病猫吗？喂！大胆贼人，耍什么花招？你刚刚把这些丹药全吃了，一颗聚元丹就足以让炼气期修炼1个多月。这家伙难不成是想畏罪自杀？检测到灵气窗负荷，是否开启自动修复功能？开启，快开启！开启成功，每一个时辰扣取1点打脸值。检测到所学太古五行诀只有初级篇，无法消耗体内灵气，需购买终结篇。快给我看看！太古五行诀终结篇100打脸值。你怎么不去抢啊？我辛辛苦苦装了一天，连个法诀都买不起。喂，你与其如此痛苦而亡，还不如我给你一个痛快吧。我要管我！
于泰山，我情于鸿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爆体而亡。不过，那真是一番豪言壮语啊！还好跑得快，差点被那愣头青一剑劈死。恭喜宿主装成功了，获得1点打脸值。啊，才1点啊！比起中阶篇要的100点，简直是九牛一毛啊！还开着自动修复功能，这1个时辰就是1点打脸值啊！这丹药所产生的灵气，怎么跟烈酒似的？先看下个人信息，生命值岌岌可危，这不就是病危通知书吗？该死的系统，说好的带我飞呢？赶紧帮我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案啊！检测完毕，根据宿主目前的打脸值与生命状态，本系统已为您找到解决方案。快给我看看！自断经脉啊！等等，这个方案好像并不是死路一条。系统自我学习自断经脉，实则是为了消耗体内多余的灵气。灵气顺着7经8脉流动，每断一次经脉，灵气都会自动将经脉补回来，不仅会让经脉更加坚韧强大，同时还起到淬体的作用。但是想让灵气修复经脉，就得关闭自动修复功能，这也就意味着要面临无数遍自断经脉的痛苦折磨。算了，断就断吧，总比撑死强。这经脉一断，就是整整2天2夜。又活下来了。好痛！这是哪个庸医干的？给我捆成木乃伊，我还如何下床出去装啊？你总算醒了，你都昏迷好几天了啊！我在山上采野菜的时候，看见你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以找了二愣哥他们帮忙将你抬回来了。你应该是外地人吧？那山上不能乱走的，不然很容易碰上野兽的。身体好点了吗？哦，我的天哪！这个世界怎么尽出美女啊？这随便一个小村姑都花容月貌，清纯可人啊！不用害怕了，这里是盘山村，有野兽来了，大伙会帮忙赶跑它的。你说怕？哼，我虚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实不相瞒，我其实是一名猎人。那天在山上遇上数10头恶狼，大战了3天3夜，最终将他们全部击杀。我这伤疤啊，可是没听说过后山上有狼啊。没有吗？那肯定是从别的山上跑来的，不用在意这些细节。重点是，最后我为了不死在他们口下，义无反顾从山顶跳了下来。没想到上天眷顾我，还派了一位小仙女来救我。谢谢你。我不是小仙女，我叫小柔。嘿嘿，真可爱。小柔，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小仙女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真可爱。获得2点套路值。居然有2点，得好好赞美小柔才行。啊，
之前的境界是初窥门境，怎么变成略有小成了？可能是自断经脉带来的淬体效果。如果是真的话，那些苦头也不算白吃了。系统，开启修复功能。已开启自动修复功能，扣除1点打脸值。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那个公子，啊？那个，怎么了这是？小柔，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这样的。你的伤势很重，大夫说1个月之内都不能断药的。你怎么自己就……小柔，我没事，都只是皮外伤而已，已经无大碍了。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件衣服来？你等等。这被子一股药味儿。小柔怎么还没回来呀？该不会以为我是坏人，喊人来抓我了吧？我得瞅瞅。哇，真是个贫穷的村子呀。不过恬静惬意，倒是个养老的好地方。人都去哪儿了？快去救小柔，不能让那畜生伤了咱村民的性命。走。什么？这我能忍？骂谁是畜生呢？就抽吧！这不是受伤的那个小娃吗？你伤还没好，快回去躺着。这事儿你别插手啊！那畜生靠咱几个就能搞定他。等，你们不是冲我来的？啥？后山上跑下来一头猛兽，小柔看见了，叫咱们去帮忙呢。小娃子，咱们搞定那畜生之后，今晚搞个寿宴，一起吃肉啊！大哥，快走！走。野兽出动了这么多壮丁，我也敢去看看吧。穿这个凑合一下吧。哎呀妈！这小娃咋跑这么快？莫非是哪个门派的高徒啊？解锁成就无形装到了，获得5点反套路值。5点，不错不错。阿虎，你没事吧？可恶，你这只畜生！大家快往后退！我去，好大的野兽啊！乡亲们，放开那只畜生，让我来收拾它！公子，你怎么来了？你有伤在身，快回去！没时间解释了，快让我去收拾那只畜生！哎呀，小兄弟，你莫要逞强啊，再被伤到就不好了。小娃儿，我们知道你心地好，村长，可就你这身板又有伤在身，怎么会是那野兽的对手呢？哼，老人家，我可是单挑过数百只野兽的，不信你问小柔。不是数10只吗？三哥，走了。小柔，不要这样死！公子，明明昨天还受了那么重的伤。滚！一脚把野兽给踢飞了，这是什么脚力啊？无形打脸成功，获得3点打脸值。无形打脸成功，获得5点打脸值。踢真厚，踢一脚我腿都发麻了。小柔，你快回去，注意安全。速战速决，波及村民，受死吧！如此巨大的猛兽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实在是……如果是他的话，说不定可以将那些仙人击杀虎牛兽成功，获得6点打脸值，1200点经验值。
宿主升级踏入筑基期，获得成长大礼包1份。提醒宿主，您的功法太古五行诀初阶篇已修炼至巅峰，请补充中阶篇。1000多的经验值，比经验单还划算啊！小哥，你这可是天生神力，将来大有出息啊！少爷，谬赞了，村长说的对，谬赞了，小哥是英雄。不敢说，像这种野兽，来多少就打多少。小哥威武！哎呀，我的披风呢？哎，那块红布怎么这么眼熟？小柔，去我那儿拿套衣服给小哥。是。谢谢你啊，小柔。怎么了？难不成我太过威武，让小丫头动了芳心？真是可爱啊！哎，我说小伙子啊，这图案不是俺绣给小柔的吗？哎呀，大娘，那不可能，不是。但是那绣花儿……哎呀，突然有点急事，大伙儿，我先走一步啦！这娃子。哎呀，累死我了！系统，看看个人信息。哎呀，才25点打脸值，什么时候才能换到中阶篇呢？这系统似乎还有个商城，没仔细看过里面都有些啥玩意儿呢？这就是……原来是这样啊！商城里的功法品级按照天、地、玄、黄从高到低排序。原来不是太古五行诀太贵，而是因为它属于天阶品质，所以昂贵。那也属实正常了。原来这黄阶的功法只要1到5点就可以买到啊！哎，这天阶之上还有被封锁的功法呀？宿主权限等级不足，此功能尚未开放。比天级更高阶的功法，这个系统有点东西啊。不过以现在的打脸值，还是看看黄级的吧。独孤九剑，这种神技居然只被分到黄级！冷静一下，这里是所谓的仙侠世界，那些武侠世界的功法，战斗力自然没法比。降龙18掌，只要5点。不行，得看看别的。玄冰剑法，不行。火焰术、3岩刀法、朽木诀、震金拳，名字都不够霸气啊。这玄机也没啥好东西啊，还是看看地级吧。是我最奸淫，盐分侍浪尺，赚大了，这回赚大了！小说中主角修炼的法诀，全都有得卖。我的个乖乖，这些功法随便拿出1本来，都足以震慑一方了。我想想啊，剩余的打脸值还有25点，在其中买1本的话，还是足够的。想选这6合游神尺，还需要搭配武器。这商城里的尺随便都要50点，买不起啊！现在我的功力还很弱，能够快速提升战斗力的，也只有它了吧？对，换！龙腾四海，9重变化。第1变，倾力而出，制敌虚弱；第2变，双倍力量爆发而出；第9变，9倍力量爆发，呼风唤雨。9龙齐出，睥睨天下。我竟然没有感受到一丝的陌生，这招式仿佛与生俱来，浑身充满了力量。技能龙腾9变，进度0%，已掌握第1变。哎，接下来那5点就先留着吧，万一哪天又受伤了，还能救命呢。对了。好像还有个新奖励的成长大礼包，这系统还真是让人惊喜不断呐。奖励随机，打开看看。嘿
嘿嘿嘿，会有些什么奖励呢？美女保镖、神器，还是无敌强者老爷爷？来吧，我的宝贝！恭喜宿主获得新权限，激活回收功能。恭喜宿主获得伪装傀儡1个，出街神行遁走符1张。啊！哎，没了吗？所有的神器呢？美女保镖呢？啊！这伪装傀儡又是什么鬼啊？伪装傀儡100%伪装他人外貌形体，并模仿其境界气势，但真实实力不给予提升，持续时间1个时辰。伪装对象只限于鹰变期及以下境界有效。啊，牛啊！这典型的打脸神器啊！照着驸马爷的记忆，这个世界分为筑基期、结丹期、金丹期、元婴期、鹰变期、炼虚期、合体期、渡劫期、大成期，一共10大境界，每个境界又分为10个小等级，以层划分。鹰变期已经算是很强大的实力了，火元国当今皇帝便是鹰变期，天武宗的宗主据闻也是鹰变期。可惜这持续时间真短啊，不然简直是打脸值赚翻呐！哦，神行遁走符，下一个阶段的成长礼包，差点忘了，系统那个回收功能是什么？回收功能，无论是法宝、灵药、功法等，系统都可以进行回收，并转化成相应分类的精华值回馈宿主。以下是该系统的详细说明。武器类法宝回收，回馈成炼器精华池，可用于提升各类法宝兵器的质量品阶。丹药类法宝回收，回馈成炼药精华池，可用于提升丹药、灵药的质量与纯度。功法类法宝回收，回馈成修炼精华池，可用于快速提升武技法诀的修炼进度。回收提炼，照这么看来，天武宗的那一大堆宝贝正好有用处了。不过很多玩意儿我也不懂怎么用啊，还是不着急回收吧。嘿，小柔，哎，我来，这种粗活交给我。那个，你们别太过分了！糟了，难道是野兽又来了？小柔，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等等，公子，等等我！你们背水村别太过分了！这虎牛兽明明是我们村打下的，凭什么说是你们的？你们问我凭什么？这头虎牛兽是从我们村后山跑来的，现在被你们打死了，没找你们要赔偿就很不错了。放屁！虎牛兽满山都是，凭什么说是从你们后山跑来的？这分明就是硬抢！硬抢又怎么了？不服？这庞豹是隔壁背水村村长之子，天生神力，身手十分了得，我们怕不是他的对手啊。再过几日就是剿共之日，如果这次又没达到要求，县长们定然会惩罚咱们。横竖都是死，不如和庞豹他们拼了。咱们先撑着，大虎，你去村里喊人。好。无知草包！叫多少人来都没用。真是笑死人了！我豹哥天生神力，完全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岂是你们惹得起的？什么垃圾？也敢来我盘山村捣乱，找死是吧？不，小娃子，你这是在骂我？大叔，你还好吧？还死不了。这里就交给我吧。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啊，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找死！啊！小子，得罪了我庞豹，你完了！受死吧！小哥，公子，这盘山村还有这么水灵的女子，跟我豹爷一起回家吧！别怕，
这些人满嘴喷粪，看我给他们长长记性。公子，你没事吧？你小子，我没事，你们快回去躲好。看老子不废了你！原本还愁着去哪儿试试这龙腾九变的威力，没想到这就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龙腾九变，第一变。击杀庞暴，打脸成功，获得10点打脸值，400经验值。哦，干掉了！龙，这是龙啊！是我们有眼无珠，先生让我们立条生路吧！啊？什么情况？乡亲们，你们这是做什么呀？快起来！哎呀，快起来啊！我只会对付那些坏人，不会伤害你们的。哎呀，小柔，这是怎么了？你帮我叫他们起来。你是仙人？仙人？什么仙人啊？我跟你们一样，都是人啊！小柔，你不要害怕，我真的不会伤害你的。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好吗？大叔们也是，快起来吧！啊，在盘山村的东面，有一个修仙门派，叫做天武宗。每隔1个月，村子都要向他们上供粮食。击杀野兽获得的妖核，也可以代替粮食。但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天武宗会将村子里的壮丁抓走，被抓走的人从此杳无音讯，生死不明。简直是欺人太甚！这个天武宗仗着自己修炼有成，竟然压榨凡人！小哥，小柔，你们没事吧？我们没事，多亏了公子救了我们。小哥，快！小哥，快离开这里！仙人们来找你麻烦了。村子里收到了通缉小哥你的画像，现在有几位仙长正在村子里排查着呢。这是天武宗的人，是怎么追到这里来的？还一次来了好几个。照之前教授的实力来看，不一定能够轻易对付啊。村子附近没有躲藏的地方，小柔，你带小哥去地窖。好。不行，我绝对不能走。要是天武宗的人迁怒你们怎么办？公子，你听我说，那些仙人你不了解，他们要是抓住了你，你必死无疑。你救过盘山村那么多次，现在轮到我们来报答你了。师父，盘山村民全数在此。派下去的画像你们都看过了，可有谁见过画像上的男子？仙长，盘山村民都看过画像了，确实没人见过那名男子啊。村民们都在这里了，县长若是不信，可以一一查问。不知好歹，你们这群蝼蚁真是胆大包天！天武宗要捉拿的人，也敢私藏？县长，老夫真的没见过这个人呐。是。村长，那就都去死吧！小柔，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县长让没有见过呀！发生什么事了？县长，天杀的天武宗，他们对村民们出手了！公子，你快走吧，村民他们没事的。小柔，如果真的这样贪生怕死跑掉，我还是人吗？死吧！乡亲们，快低下头！小哥，师父，就是那个男子。乡亲们，赶紧去躲好，不要再为我出头了。打脸成功，获得50点打脸值。看来这缩头乌龟可算是愿意出来了。早点出来的话，这些凡人也不会死了。以前
我喜欢打脸，打脸的感觉很好，但我知道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今天我明明可以逃走，但我没有，我选择站出来，因为我知道有些脸是不得不打的。我资本不算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从来不伤害无辜。你们这群人算什么狗屁修仙者？长着一些垃圾修为和法术，肆意欺凌杀害这些淳朴的山民们。售卖成功，获得530点精华，成功消耗精华，龙腾9变升级成功。恭喜宿主将龙腾9变修炼圆满，掌握9变。想要上古仙术，哼，想得美！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师傅，弟子请求迎战。留他一口气，问出他所持上古仙术下落。是。剑来！师弟！击杀筑基期圆满修炼者王山，获得经验值8000。竟敢与我结丹期对战，区区一个筑基期，不要太得意了。别费劲一个个上了。龙腾9变，第9变，开！击杀结丹期修炼者李欢，获得经验值1万。击杀结丹期修炼者刘志，获得经验值1万。不可能，区区筑基期，居然将结丹期强者瞬间轰杀，这家伙绝对不是筑基期。我去禀告师门，让长老们来斩杀此人。你们帮我殿后。是，说过的，今天一个都别想走。兑换3000雷动成功，消耗10点大炼值，消耗100点功法精华，3000雷动升级成功。目前进度100%，3000雷动修炼圆满。是否兑换进阶法诀3000幻雷身？3000幻雷身？不必了，对付这些败类，3000雷动就足够了。狗贼，偷盗天武宗宝物，还不束手就擒！交出宝物，让他饶你一条全尸！找死！击杀结丹期修仙者李雷，获得经验值1万。这位兄弟，我们是洛阳派的弟子，附属天武宗。你若是放了我，我就不会向天武宗禀报你在这里。你若是杀了我，我也是受天武宗之托。这些话，去跟被你杀死的村民们说吧。击杀结丹期圆满修炼者刘北，获得经验值2万。公子，是我害了老村长他们。老村长，我向您保证，一定将盘山村守护好，绝不会让那些败类欺负村民们。大伙儿安息吧。小哥，不必愧疚，若是没有你，盘山村早已不复存在了。仙人们就是这样的作为，不管我们有没有私藏你，他们也会大开杀戒。就算没有这事，大家迟早也会因为上缴公粮而饿死的。大伙儿放心吧，有我徐缺在的一天，那些仙人就不能踏进盘山村一步。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心情，这是使命感吗？来到这个世界的我，没有能够称得上是家的地方，但这里是村民们的家，是小柔的家，就算拼上性命，我也要守护这里。没想到杀了那群修仙者，竟得到10多万经验，打脸值也有了185点，简直是一夜暴富啊！不能急着换太古五行诀的中间，我在盘山村的消息肯定还会被其他人知道。天武宗发出了通缉令，现在许多修仙门派肯定都在追杀我。一旦来的人数过多的话，我可能没办法顾及所有村民的安危。最好的选择是先让盘山村强大起来。村民集体修炼是不可能的，那么从其他方面考虑的话，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盘山村布下一个大阵。基础阵法、初阶阵法、上古凶阵，我看看，诛仙阵、噬仙灭神阵、蚩尤杀阵，乖，这名字听着就够装的啦。需要3000点，哼，打扰了。怎么中阶阵法均价都得200多点啊？对不起，我再也不说自己一夜暴富了。我还是看初阶的吧。太乙乾坤阵源于上古神阵之残阵，拥有阴阳变化、以柔克刚，能使入阵者神魂颠倒、进退两难，让守阵方处于进攻与防守浑然一体的优势。注意，此阵对阴变期及以上境界强者无效，售价65点打脸值。八荒四象阵源于上古四象神兽镇守图，布局广大，由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4大神兽的幻象镇守方圆，闯阵者皆杀无赦。注意，此阵对阴变期及以上境界强者无效，售价80打脸值。太乙乾坤阵比较偏向柔和，能让村庄攻守兼备，而八荒四象阵就比较轻松一点，布下阵法就有4大神兽的幻象守阵，来一个杀一个。兑换八荒四象阵成功，消耗80打脸值。对付那些修仙者，当然得是这个了。使用方法：插下4个阵眼之后，浇灌兽血献祭，则可激活法阵。兽血？盘山村这里能沼气吗？哦，还好剩余了一些打脸值，赶紧把太古五行诀终结给兑换了。这100点来的也不容易啊！太古五行诀终结篇兑换成功。恭喜宿主连升10级，当前境界结丹期1层。这根本不叫修仙，叫开挂吧！公子，大事不好了！我怎么了？山上出现了好多仙人，正朝着村子飞过来了。来得好啊，正需要经验值升级呢。小柔，快把大家召集起来，我有事情要大家帮忙。那个，公子，我今天听大壮哥他们说了，山上还有更厉害的仙人，一只手就能举起一座山。如今我们得罪了他们，厉害的仙人一定会过来的。要不，大伙一起搬离村子，去别的地方安家，仙人就找不到我们了。小柔，我听村民们说过，小柔无父无母，从小在盘山村长大，这里就是小柔的家乡。如今要远走他乡，她肯定会很不舍。放心，你忘记我昨天说过什么了吗？我说会守护盘山村，就一定会做到。不管是多厉害的仙人来了，我都会保证大家的安危。相信我，好吗？可是，那些混账仙人已经到后山那边了，我需要大伙儿帮我做点事，收集蛇血、狐血、鸟禽血，还有乌龟血，4种血液分开来装，切记不可混在一起。我先去将那些仙人拦住，你们不要急，最重要的是快。小哥，别的还好说，但是这狐血……是啊。哎呀，敲着脑袋，忘记那老虎是异常凶猛的了。啊，狐血我来弄，你们负责另外3种兽血吧。小柔，你就别乱跑了，在这等我回来，我会守护好村子的。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些仙人来得真快，得想办法拖延下，给大伙争取一些时间。王长老，前面的村子就是盘山村了。弟子们听令，
找出通缉令上的男子，若有村民隐瞒其行踪，格杀勿论。是。山顶上有可疑人物。是你这小小之辈，还不束手就擒？送你个头啊！有种就下来啊！混账！你找死！慢着，小心有诈。怎么可能？此子的修为竟已是结丹期。什么？通缉令上明明写的是炼气期，这才几天？他的修为可能不止结丹期，想故技重施骗我们下去。难怪我派弟子杳无音讯，定是遭此子毒手。先在对面山顶休息，切勿靠近盘山村。是。可惜了，我看见了，此人一脸不甘，果然是有奸计引诱我们下去。刘长老果然慧眼识人，若非长老提醒，恐怕今日我等都要被这小混账骗进陷阱了。打脸成功，获得5点打脸值。这群家伙也太好骗了。算你们运气好，我师父说了，敢踏进盘山村半步者，杀无赦。昨天那些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师父，你师父是何许人也？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资格知道我师父的大名？识相的话，就赶紧跪下，朝盘山村磕几个响头，然后自己滚。否则惹恼我师父，定然搬空你们宗门宝库，再灭你们满门。否则惹恼我师父，定然搬空你们宗门宝库，再灭你们满门。你找死！慢着，此子当真阴狠毒辣，他分明是在故意激怒我们，想骗我们过去。可恶！打脸成功，获得20点打脸值。你们来抓我呀！大不了我让你们一只手喽，再加条腿如何？莫非我这一生已经注定再无敌手了吗？唉，或许此后该名为独孤求败了。小哥让我们弄这些血来，到底是有何用处呢？是啊，就这区区几类动物的血，能挡住那些仙人吗？乡亲们放心，公子一定会保护我们的。乡亲们都聚集在村子里，想必血液已经收集齐了。哼，你们这群垃圾竟然不应战，那我也回去睡觉了。再见！哈哈哈哈哈！此子身法如此诡异，带有闪电，简直闻所未闻。他师傅定然不简单，究竟会是谁呢？对了，我想起来了，怎么？这事儿应当从10年前说起。当时我游历天下，听闻过一个传说，传说修真界有位大人物，名为段九德。此人脾气古怪，喜好盗人宝库，来兴之时还会灭人满门。可他偏偏一身修为高深莫测，连鹰变期的强者都曾被他踩在脚下。联想天武宗宝库被盗一事，此子的师傅极有可能是那个人。但是那个段九德有如此修为，想必也不会到这穷乡僻壤来吧？要不要派人去天武宗求援？不行，若是天武宗来了，那悬赏奖励岂不是没了？这群傻子这就被唬住了，赶紧回去开启阵法吧。小哥，血液都收集好了吗？都在这里了。大伙儿在这里等我。什么情况？应当是有人布下了阵法。哎呦，这是什么？大伙儿，这下天武宗的人再也进不来咱们村子了。我去收拾掉外面那些仙人就完事儿了，大家可以放宽心了。公子，
既然他们已经进不来了，你就留下来吧。这阵法是为了保护你们才布下的，只有你们安全了，我才能无所顾忌地收拾他们。来再多的人，我也绝不会让他欺负咱们村的人。不好，我们上这小杂种的当了。如果盘山村真有高手坐镇，那他又何须布阵？那小杂种狐假虎威，我敢保证，盘山村里绝无高手。雕虫小技，一起破阵！老杂毛，敢在背后骂我！小杂种，阴邪小人，竟敢偷袭！有种出来一战！这算哪门子偷袭呀？我是正大光明来的，只不过你们太垃圾，跟不上我的速度。小杂种，你找死！老杂毛，嘴巴放干净点。不过，老杂毛刚刚说的没错，你们上当了。盘山村根本没什么高手坐镇。不对啊，我自己就是高手啊！无知小儿，刘长老，以为得到了一方小镇就当宝了，还妄想挡住我们？好像是你们比较无知吧？我根本没打算用这阵法来挡住你们呀，因为我是打算用它来干掉你们。你们听见了吗？那小子说要用阵法来干掉我们呀！真是愚蠢至极！无知真可怕！若看到我派护山阵，估计得吓死。不是吧，阿 Sir？难不成这阵真的不咋地？没道理啊！我可是花了整整80年打脸值啊！一盏茶时间，老夫便破了这阵法。受死吧！什么？还破阵？老杂毛，你这是在搞笑吗？哎呀，高手寂寞呀！有种你出来，别在里面当缩头乌龟！对，快出来！别就知道躲在里面放狠话。哎，我可没打算躲着啊！不要以为你们站在阵外就相安无事了，你们可都在我的阵法攻击范围里呢。哇！什么？这是上古仙兽，凤凰？怎么可能会有凤凰？蠢货，这叫朱雀，怎么这么土包子呀？我要是你们掌门，一个个都给逐出师门了，真丢人！不对，刘长老快看，那凤凰的身影虚幻，不像是真的。我明白了，小杂种好事前诈，又耍阴谋，制造出幻象，想骗我们离开，还差点上了你的当了。来，我就站在这儿，你让那凤凰攻击我试试。啊，什么情况这是？这群人是集体智障了吗？好吧，既然你们这么要求，那我就成全你们了。来呀！我要是动了一下，我是你孙子！区区幻象，就算再真实，也骗不了我的！什么？小心！快撤退！回去禀报天武宗，此事非同小可。想走？我的招数还没秀完呢！是青龙！快走陆路！救命！击杀筑基期修炼者，获得经验值8000；击杀结丹期修炼者，获得经验值10000。跟着我突围！
我们就这样放过那小子吗？这阵法太过诡异，需要天武宗前来救援。哟，落网之鱼！几位长老不厚道啊！说好站着不动的，怎么能反悔呢？好啊，小杂种！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这阴沟里翻船啊！这小子连王长老一击都接不住，他在虚张声势。小杂毛，受死吧！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啊！龙腾九变，第9变，死！这秃头长老的实力确实不可小瞧，想拿下他不简单。弟子们听令，立即返回盘山村。什么？4象齐出，这小子在此，盘山村此刻毫无保护。攻入盘山村，村民只能乖乖等死啦！别傻了，我还有八荒。对呀，这傻子自己去撞法阵，还省得我动手了。哎，快停下，不许跑！来与我大战300回合！别逼我用毁天灭地神龙万佛全之封魔斩！那小子慌了，快冲！怎么？好杂毛们，一路走好，下辈子投个好胎啊！不送了。八荒4象阵，号称闯阵者皆杀无赦，这句话绝不是闹着玩的。虽有4象护阵，但八荒4象阵的本质却是八荒。闯阵者浑身修为被阵法禁锢，以凡躯行走在8种荒地上，干枯炎热的沙漠，万千毒虫的沼泽，饥饿交迫的冰天雪地，一切都如真似幻。最终，闯阵者会精神崩溃。击杀金丹期修士4名，获得20万经验与4枚金丹。总算搞定了。刚才好大的凤凰，怎么现在全安静了？我还看见青龙了！快看，小哥回来了！小哥，你没事吧？那些仙人都赶跑了吗？嘿嘿，太好了！太好了！小哥万岁！小柔，公子，谢谢你。光是一场战斗就从结丹期1层直接升到5层，还赚到整整350点打脸值，嘿嘿嘿，这回赚大了。哎，对了，这长老还报了啥金丹？金丹期修士体内的金丹蕴含毕生修为镇元功法，吞噬后有30%的概率获得其功法，30%概率走火入魔，出售给系统回收，可获得5万经验值。不是很需要这玩意儿啊，暂时先收着吧。经过了昨天的那场战斗，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趁现在打脸值够多，必须先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战斗力虽然很猛，但是只靠一双拳头打架，气势不够啊！气势不够还怎么装？嘿嘿，最好就是来一整套金光闪闪的装备，闪瞎修仙者的钛合金狗眼。起头，查看天阶功法。神剑御雷真诀50打脸值，佛怒火莲50打脸值，6道轮回拳100点打脸值，9字秘残卷200打脸值。都想要。不对，用兵器施展的只有神剑御雷诀，但是我不想要啊。这个佛怒火莲和9字秘不错，比较不错。但是这异火也太贵了，排名第19的青莲地心火都要300打脸值，看来这条路任重而道远啊。还是先买9字秘好了，等以后发财了，我要把异火榜前10全给买了。系统提示：购买9字秘将随机抽取其中1秘。随机？这么多？冰字和斗字比较适合打脸啊。罢了，不多想了，就买这个9字秘了。
恭喜宿主兑换9字秘残卷成功，获得冰字秘一本兵器类秘法。掌握后，驾驭兵器如行云流水，甚至可以暂时夺取别人兵器的使用权，使敌人的兵器临阵倒戈，绝对是敌人的噩梦。是否修炼？耶，漂亮！修炼，必须修炼。修炼冰字秘成功。哼，接下来，系统兑换一本燕分式浪尺和一本六合游身尺。2本法诀都有了，那配套的武器当然是……恭喜宿主获得玄重尺。怎么还有套装呢？检测到宿主修炼燕分式浪尺与六合游身尺，触发隐藏奖励，赠送萧炎同款黑袍一件。萧炎的黑袍非卖品，炎帝萧炎年轻时所穿，价值极高。身穿此物可遮掩容貌，因便期以下无法探测，无论行走在何处，都能给敌人形成一种威压。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自带霸气？有时间就换这身打扮，去那几个宗派门口逛一圈，赚点打脸值。现在还是收起来吧，免得吓到村民们。有了这阵法守护，盘山村基本算是安全了。小哥早啊！哎，大壮二虎，你们准备去哪儿啊？我们要去东面的小城买些耕种的种子。大概翻过2座山就可以看到小城。我去买吧。你们离开盘山村，如果遇到天武宗的人就糟糕了。这多不好意思啊，还劳烦小哥跑一趟。哎，没事儿，你去问问大伙儿有什么需要的，顺便都带回来。公子，小柔，怎么了？你要去城里的话，记得买几块好点的布料。布料？你衣服有点不合身，我想给你做一件新的。好，我会买的。小柔这丫头，来这世界这么久，还没去过别的地方呢，是时候去看看了。真是热闹啊！是他！那人的压迫感，喘不过气来。好强的气势！那人着装如此古怪，修为却这么高，仅仅一眼，我就有种快窒息的感觉，这是有多强啊！无形打脸成功，获得10点打脸值。看来没事得多穿这身衣服上街逛逛。对了，洛阳派的事情你们听说了吗？当然，似乎通缉的那人是某位大人物的亲传弟子。啥情况？我大有来头，我自己咋不知道？大人物是段九德，据说那位大人物曾经名扬东荒大陆，连宗主都记得他。他是段九德的弟子？段九德是谁啊？宗主，关于盘山村一事，牵连到了段九德，可非同小可。那位段九德的脾性古怪，名声嘛，想必大家也……若是咱们真伤了他的弟子，后果恐怕不堪设想啊！放屁！你们烈焰派没有伤亡，当然这么说。自通缉令发出后，尽心尽责抓人的可全是我们洛阳派。那小子下手狠毒，我派死伤了多少弟子，还有几名金丹期的长老陨落，还请张宗主替我们做主啊！明日找那少年来天武宗一趟。放眼天下，也只有段前辈的弟子才可能有如此作风。倘若他肯给在座的各位认个错，那此事就到此为止吧。认个错就算了，那我洛阳派还如何在火元国立足？遵命。宗主，老妇不同意此事。孙长老，你有何异议？老妇前些日子见过这小畜生，
当时他假冒火元国驸马，这次又声称是段九德弟子，想必也是弄虚作假。老夫提议迅速将其扑杀。孙长老，段九德的弟子有这种爱好，也实属正常啊。小畜生手上沾了那么多债，就算段九德找上门，占理的也是我们。够了，他是不是段前辈的弟子，明日便会揭晓。就这样吧。是。兄台慢走，下次再来啊。好嘞。出来一趟打脸值从25涨到130，真是赚翻了。天武宗的道友请留步，我们是天武宗的弟子，想必道友也知道，天武宗和道友之间有一些误会。误会？是的，这宗主以为我是段九德的弟子，肯定是怂了。所以，我们宗主想请你到天武宗详谈，消除一下我们之间的误会。行，待会儿就来。道友，你认识天武宗的路吗？我当然认识，特别是你们的藏宝阁。公子，小柔，东西都在这里了，你给大伙儿发下去吧。这布料真好。做成衣裳给公子穿上，一定非常帅气。不是，我是说，傻丫头。小柔，我得去天武宗一趟，解决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彻底结束这种受他们干扰的日子。这怎么行？天武宗里仙人那么多，公子你一个人去，要是回不来了……傻丫头，你徐缺哥哥的实力还不摆平区区一个天武宗吗？放心。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等我回来了，要给我穿你做的新衣裳哦。听说你们找我？不错，我乃天武宗宗主张丹山，今日请你来，便是要解决一下你与我宗之间的误会。可以啊。想怎么解决？先是你到我们宗门宝库一事。哎，等，什么宝库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啊？你还有盘山村一事，我洛阳派多名弟子和长老。哎，停！人死在盘山村就是我杀的，咱们讲点道理好不？有谁看到了吗？我看到了，这小子诡计多端，陷害我洛阳派弟子伤亡惨重。居然还有跑出来的！哼，就算人是我杀的又如何？这叫正当防卫。你若是这种态度，那我们就没法再谈下去了。没办法谈就算了，我让我师父亲自来和你们谈。拜拜。师父？哼，满嘴谎言。道友请留步。道友你别着急，张宗主他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找我来解决问题，然后又扯那些破事儿，这样有意思吗？看来他真是段九德的弟子。既然你喜欢直接，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若向在座的各位道个歉，那既往不咎。我天武宗法宝无数，其中有一件破阵梭，可破除世间各种法阵。你若是不肯道歉，你所珍视的盘山村民性命那可就……你威胁我？不是威胁，只是告诉你两种结果，如何选择，在于你自己。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这辈子都不可能道歉。当年我拜入师门，师父就告诉我，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死不认错，否则就逐出师门。哼，所以大家折中一下吧，啊！我请大家吃个饭如何？来，喝，干杯！不醉不归啊！喝。雪莲，弟子在。带着我的令牌，将藏宝阁内的破阵梭带来。是。张丹山被这小畜生忽悠得昏头转向，还是得靠我自己出马。道友，再来喝呀！你们喝，我上个厕所。这群修仙者真是狗贼，
得知我是段九德的弟子，就疯狂来巴结我，各种奇珍道具送了我一大堆，他脸值涨了不少呢。哼，这下盘山村民应该不会再被天武宗骚扰了。数百年前，我曾与你师父有过一面之缘，不知他现在可好啊？啊，他很好，这几年一直在东荒吃喝玩乐。哦，那他老人家现在火元国吗？不知道啊，那老家伙行踪诡异，不过他给了我一道秘符，如果我遇到危险，他就会立马出现。张宗主，要不要试试？不必了，有缘自会相见。今后你若是想，可在天武宗住下，有什么需要都尽管开口。至于盘山村那边，本座保证不会再有人去打扰。这家伙似乎十分忌惮段九德。嘿，上回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遍藏宝阁，这次得好好的大赚一笔。那就谢过张宗主了，不过我得先回去收拾点东西。去吧。好，小柔，这下再也不会有人欺负盘山村了。胸口莫名有些发闷，不会是那群人在菜里给我下了毒吧？师父命我们速回宗门，不知有何要事。我也。师兄快看，那边火光冲天，村子在燃烧，是谁竟敢在此屠杀百姓？我阴鬼门在此办事，无关人等速速离开。这装扮是天武宗？大胆！知晓我乃天武宗弟子，还敢如此放肆！校长，还有漏网之鱼！大伙儿，徐雀哥哥，还不赶紧！小柔，小柔，小柔！修复功能，系统，快给小柔修复！系统等级不足，无法给宿主外的人使用修复功能。那就兑换药品，把能够疗伤的药品都给我。系统等级不足，所有兑换物品他人无法使用。不要紧的，徐雀哥哥。能够在死之前看到徐雀哥哥，小柔已经没有遗憾了。徐雀哥哥，小柔真的很喜欢你，新衣裳还没来得及做好呢。真想看到徐雀哥哥穿上新衣裳的样子。小柔这一生最开心的就是和徐雀哥哥在一起的日子。小柔，对不起。系统，有什么办法能让小柔复活？由于当前系统等级不足，无法搜寻起死回生之法。是不是提高系统等级就能找到办法？是的，只要宿主到金丹期圆满，便可升级本系统。由于从未更新过系统，第一次升级将会免费。金丹期圆满，好，很好，就让屠村的杂碎们都变成经验吧。消耗100打脸值，兑换聚魂塔成功。
魂魄收集成功。注意，该具魂塔只能容纳1个灵魂。死者为大，建议宿主尽量让死者肉身入土。他日寻得起死回生之法，可为死者重塑肉体。是你！原来离水镇那人就是他，他的实力怎么会变得如此高强？天武宗的，闯入盘山村的人，你们认识？好强的压迫感！他乃天武宗通缉之人，不该回答他的问题。但是，西边，阴鬼门。放肆！敢在我阴鬼门外杀我门中弟子，我腻了。小鬼，差不多该见好就收了。等我将阴鬼门踏成废墟，我就收。痴人说梦，死在这里吧！就凭你也敢叫嚣阴鬼门？段九德弟子又如何？退下！你们不是他的对手。飞龙烈焰，哇！焰。消耗100点功法精华，焰分矢量尺进度100%。消耗100点功法精华，六合游身尺进度100%。焰分矢浪尺。你莫要得寸进尺，逼得我燃烧本源施展此术。就算是段九德，也救不了你啦！消耗所有功法精华，冰自秘进度10%。冰自秘？怎么可能？盘山村一事，阴鬼门只是奉命行事，背后策划者乃是天武宗孙长老，是孙觉离长老指使我们做的。你说什么？我与你无冤无仇，何必派人屠杀盘山村？此事乃天武宗孙觉离所为。他带着天武宗宝物破阵所，亲自破了盘山村的大阵，告诉我只需杀尽村民，并赐予我一瓶养神丹。臭老太婆，张丹山才答应我保全盘山村无事，原来你才是天武宗的幕后黑手。没错，事情都因天武宗而起。飞剑的控制权逐渐回来了。抱歉，我这个人说一不二，说灭你满门就灭你满门。击败元婴气修士，获得20万经验值以及储物界神秘大礼包。升级，当前境界结丹期7层。天武宗有好几个元婴期，更有张丹山这个应变期坐镇。以我目前的实力，根本没法报仇。看来得再兑换点狠招。打开神秘大礼包，获得初阶神行遁走符2张，获得伪装傀儡1个。恭喜宿主获得古灵冷火，是否收入体内？古灵冷火可是斗破苍穹中鼎鼎有名的异火，在系统商城里，这异火售价整整有1300点，哼，贵得很。当真天助我也，天武宗，你们完了！给我兑换佛怒火莲，还有排名第19的青莲地心火。消耗50打脸值，兑换佛怒火莲成功。消耗380点打脸值，兑换青莲地心火成功。小柔，新衣裳以后再做吧。今天这绸缎就用来给这群人当寿衣了。
小柔，相信我，很快我就能将你复活。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天武宗。师兄，快看那是什么！张丹山、孙觉礼，给我滚出来！天上那是何人？那些是什么？是那些阴鬼门的。打脸成功，获得50打脸值；打脸成功，获得30打脸值。我再说一遍，张丹山、孙觉礼，给我滚出来，否则就踏平你天武宗！放肆！我派宗主与长老的大名，岂是你能随意喊的？既然不出来，那么就让你门下弟子替你们赎罪吧。孙长老，你怎能如此行事？本座昨夜答应会护得盘山村周全，结果你区区蝼蚁杀了又如何？难不成那小畜生还能找上来报仇？你有所不知，盘山村在徐缺眼里占有很重的位置。若是他闯上天武宗来，你叫本座如何跟他交代？再说一遍，孙觉礼、张丹山，给我滚出来，否则踏平你天武宗！那小子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踏平天武宗，此子还有将本座放在眼里吗？宗主不好了，我们拦不住呢，徐缺。小畜生，老身去对付他。孙长老且慢，此人不能杀。什么？我们还能放过他不成？闭嘴！若非你自作主张，此事岂会闹得这么大？你们别忘了，他师父可是段九德，那人我们谁都惹不起。徐缺身上有一道秘符，倘若他受伤，段九德赶过来，整个火焰国都得完蛋。整个火焰国都得完蛋。此事老身愿意负责，这便出去给他一个交代。什么？那是阴鬼门门主，这些人都是你杀的？哼，终于肯出来了。等我把这老太婆宰了，你们就知道了。宗主，此人下手太狠了，这杀人不眨眼的混账，我天武宗与他无冤无仇，请宗主将这个恶贼拿下。无冤无仇，杀人不眨眼。那你们知不知道是谁让阴鬼门屠杀盘山村的？没错，就是这个丧尽天良的老太婆。徐小友，此事是老身做的有些过了，这瓶养神丹便当作是对那些村民的赔罪之物。另外，你还可以去内宗的珍宝阁，随便挑选几件法器。盘山村一事就……什么垃圾玩意儿！老子告诉你，今天就算把整个天武宗送给我，都不够赔的。放肆！我的养神丹！你究竟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向着老太婆血债血偿！区区一个结丹期修士，哪来的勇气？彻底发挥出龙腾九变的全部力量，9倍的力量已经堪比元婴期，将老太婆打成重伤，接着再引出古灵冷火，把老太婆烧死。够了！应变期果然强大。徐小友，差不多就行了吧？开启自动修复功能。只要杀了这老太婆，我就觉得差不多了。你确定要为了区区几十条凡人生灵，与我天武宗撕破脸皮吗？区几十条生灵，凡人又如何？在我看来，那些死去的村民一点都不低等，而这老太婆连禽兽都不如，
200俱伤又如何？有些事，就算死，我也愿意做。在这种局面下，还能说得出这种满腔热血的话，该说他重情重义呢，还是傻呢？打脸成功，奖励60打脸值；打脸成功，奖励20打脸值；打脸成功，奖励40打脸值。冥顽不灵，看在你师父的面上，本座不会对你出手，但是你也动不了我天武宗的任何人。啊，是吗？那我也告诉你，徐缺想要杀的人，没有人能救得了。这是什么法诀？怎可能凝练出如此惊人威力大的火焰？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未听说过有火焰是带着寒气的，而且这种寒气竟比千年玄冰还要寒冷。这家伙到底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如果将他抢夺过来的话，这小子究竟想要干什么？不好！给我！两股属性截然相反的火焰怎能相容？徐缺，做命令你立刻停下！我们之间没有必要要闹到同归于尽的地步。老太婆给盘山村几10条人命，葬了！佛怒火莲，炸吧！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50打脸值。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50打脸值。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50打脸值。击杀元婴期修士，获得20万经验值与储物戒1枚。摧毁低级势力天武宗过半建筑，重创根基，获得100万经验值。恭喜宿主连升4级，目前金丹期1层。三家大壮，大家，小柔，你看到了吗？你们的仇，我报了。都结束了，一切已经成为了过去。恩怨情仇，但求不愧于心。卑微的凡人又怎么了？你们高高在上的修仙者又有什么了不起？盘山村的凡人，在我看来，比这些卑鄙无耻的修仙者们更加重要无数倍。你鹰变街的宗主又如何？今天这个脸，我就偏偏狠狠地打了。小畜生，我要杀了你！哼，从盘山村被屠，再到你千方百计的想维护孙觉离，就该想到会有这种下场。你表面上对我客气，不过是忌惮我身后的师傅。我徐缺不依靠任何人，也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张丹山，下次再见面的时候，看我如何取你狗命！可恶！这是我天武宗5000年来的奇耻大辱！可恶！可恶啊！这一口气，哪怕1000年、1万年，
我都咽不下去。天武宗一战，孙觉离及多名长老身亡，大量弟子受伤，过半建筑被毁，形同废墟。陷入怒火中的张丹山几乎疯狂，却连徐阙的一丁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而此时的徐阙，早已在千里之外。畜生，别跑！我师妹在此采药，从未得罪于你，却被你虐杀致死。本尊外出觅食，既然见到了食物，为什么不能吃？口感还真是不错的。你这畜生，受死吧！师妹，我们帮你报仇了。精彩至极！什么人？辛苦你们帮我们血海门打倒这只血马，留下法器跟灵石，然后滚。血海门？师妹，把法器跟灵石留下吧。是。等等，我是让你们滚，没让你们走。宋公子，你不要太过分了。我们太医派虽然没落了，可也不是任由你们这般羞辱的。哎呀，本想着今天心情不错，放你们一条生路。既然不想滚，那就死在这儿吧。别动，打劫！男的站左边，女的站右边，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快点儿！打劫？一个金丹期3层的小修士，打劫一群金丹期7、8层的，见过不要命的，可也没见过这样来送死的呀。大哥，你打劫也专业点好不好？在这枯骨林，向来只有我们血海门劫别人，还从没有遇见过有人敢劫我们。哈，刚遇到几个自称血海门不长眼的东西，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这是我们血海门的佩剑，这家伙身上有土剑。我血海门人无数，死几个又如何？倒是你一个小喽啰，居然敢自己送上门来了。那你怎么不想想，我一个人为什么敢过来？实话告诉你们吧，这里已经被我包围。那么多废话，把他抽筋扒皮，然后扔去喂狗。是。这是遇到打脸对手了呀，居然装得这么出神入化。哼，不过，恭喜宿主打脸成功，奖励60打脸值。恭喜宿主击杀金丹期修士，获得5万经验与1枚金丹。不可能，你到底是什么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炸天帮萧炎，外号独孤求败。萧炎，为什么偏偏与我血海门过不去？我什么时候跟血海门过不去了？说了是来打劫的，出现伤亡是很正常的呀。神秘人的修为突然从金丹期3层到了5层，想必是用了隐匿修为的法诀。他不想被人认出身份，莫非是哪位元婴期的前辈？又只针对血海门，是来救助我们的吗？前辈，要不我们先撤了吧？撤什么撤？区血海门有什么好怕的？你们给我好好待在这里，看我装是看我怎么教训血海门。完了，本以为遇到了个行侠仗义的前辈，没想到是个疯子。很好，我血海门创立至今，还从未被人如此羞辱过。让我血海门门主知晓，你定死无葬身之地。哇呀，这么可怕的吗？我给你一个机会，去叫多点人过来热闹热闹。刚才教训完那些人，让我修为直接提升了2层，比在这森林斩杀魔兽划算多了。如果这血海门还能再来个110人，说不定今天就能冲刺到金丹期圆满了。
你想热闹点，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热闹。血海门门主宋云海是我爹，我乃血海门少门主，在这里乖乖等死。啊！喂，少门主，你还有个小弟活着呢。你想干什么？我在想啊，若是杀了你这个少门主，岂不是更加热闹？啊！他疯了吗？前辈，别冲动，要是杀了他，血海门会不惜倾尽全力追杀你的。真的假的？不止如此，整个风雾城的魔门势力都将追杀你。那太棒了！等等！少门主，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80打脸值，获得5万经验值与1枚金丹。唉，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来，赶紧平复一下心情，去把门主叫过来吧。来，快起来，路上小心啊！前辈，不能放他走啊！哎，行了行了，我问你，血海门有没有应变期？没有。嘿，那就行了，只要没有应变期，来多少他们都得完蛋。哎呀，有点饿了。哎，趁他们还没来，我们先做一些准备。你们收拾一些干柴火过来。原来前辈还是有所准备啊！我就说嘛，像前辈这种高人，不可能拿性命开玩笑的。前辈，干柴都收拾好了。收拾这么多干柴是要布阵吗？啊，布阵？嘿嘿，当然是做新奥尔良烤翅啊！饿着肚子怎么打架呀？前辈，大敌当前，血海门马上就要杀过来了，您还有心思在这烤鸡翅？对啊，先吃饱肚子，待会儿才有力气杀敌嘛。嘿，快坐快坐，喜欢微辣还是中辣呀？变态辣也有啊。用真元力凝出的火焰。没错，就是这个味道。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50打脸值。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70打脸值。好了，来试试。啊，好香啊！明明不饿，可为何闻到这股奇特的香味后，突然好想吃东西？鸡翅居然能做得这么色香味俱全，前辈真是太神奇了！低调低调，看来这个世界的人厨艺并不怎么样啊。区新奥尔良烤翅就让你们吃成这样子了。哎，以后倒是可以借用这点厨艺来打脸啊。这什么味道？为何这般奇特？老头，我几百年不曾吃过任何食物，没想到今日竟然有了胃口。怕什么怕呀？就你们这点烂肉，还入不了老头我的眼。哎，那个，哎，让你们查的事儿查到没有啊？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敢冒充我段九德的弟子。查到了，半个月前有个名为徐缺的少年出现在天武宗地界，自称是段前辈您的弟子。他与天武宗有些纠葛，弄毁了大半个天武宗。如今天武宗已经沦为笑柄，几百年建立的根基一下子都毁了。不过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那小子还安然无恙地跑了。天武宗宗主找了大半个月，愣是没摸到一丁点踪迹，居然还抓不住一个小毛孩，真是丢人。
你们两个给我好好出去打听。这味道越来越浓了，不能忍了。你们赶紧出去找人啊！老头，我出去溜达溜达。哟，在这儿烤鸡翅呢，怎么也不叫上我呀？真是的。好吃。这人你们认识的？不认识。这臭不要脸的哪儿冒出来的？骗吃骗到我这儿来了。哎，你小兄弟，你真是天才啊，竟能做出如此美味佳肴。原来是个吃货呀！看不出来你这个老叫花子还挺懂吃的嘛。谁是老叫花子？老头，我如此神武英姿，气宇轩昂，哪一点像乞丐了？哪一点都像好吗？不过还算你小子眼光不错。如果说到吃啊，老头我称世间第二，没人敢称世间第一。老叫花子，能不能别吹牛啊？一把年纪还不知害臊。实不相瞒，在吃这方面，我倒是曾经获得过一个美称，叫做食神。放屁！就你这小屁孩，还敢自称食神？哎呦，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哎，实话告诉你，老头，我曾经吃过龙肝凤胆，你这烤鸡翅算个屁呀！哼，区龙肝凤胆也敢拿出来炫耀？本食神吃过原味鸡，吃过麦当当，还吃过披萨呢。什么鸡什么麦，听都没听过。哎，别以为你随便弄个名字就能出来糊弄我啊！哼，那是因为你孤陋寡闻。放屁！老头，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切，本食神上天入地，无所不知。呸！你无耻！你臭不要脸！无耻之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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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算了，我不跟你这无名小辈计较。当年老头我纵横北冥之海，与鲲鹏一族结伴，吃尽天下无数山珍的时候，你小子还没出世呢。哼，尽拿这些小事出来炫耀，我都不想说我连鲲鹏都吃过。哎呦，就你小子这点修为，连火元国都没踏出去过吧？还敢说吃过北冥之海的鲲鹏？恐怕见都没见过吧？哎，你们说说，你们听过鲲鹏吗？见过鲲鹏吗？没有。哼，少叫花子。所以我说你无知，不就是鲲鹏吗？我不仅吃过，吃完还诗兴大发，特意做了首诗呢。诗？哎呦，就你还能给鲲鹏一族写诗呢？来，念出来听听。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这小子竟然知道鲲是鱼，难不成真见过？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需要2个烧烤架，一个多糖，一个微辣，再来瓶雪花，让我们勇闯天下。这算什么诗啊？除了前面跟中间几句听着还正常，其他的怎么都是吃的？哦，嘿呀，好一句一个多糖，一个微辣，一听就令人胃口大开，真是好诗啊，好诗！嘿，谬赞了，谬赞了！来，小子，我问你啊，你真吃过鲲鹏啊？那是，我像那种吹牛的人吗？哦，那个雪花又是何物啊？它为何能勇闯天下呀？哦，那是一种酒。瞧被你这么一提，我都有点馋了。
看你这老叫花子人还不错，改天我若酿出来，就请你大喝一场。好，哼哼，我看你这小子也不错，是个可造之才。来，此物就当是见面礼了，拿去玩儿。哦，这墨玉卖相还不错嘛。哦，那谢谢了啊。这俩咋和好了？高手的脾气都如此古怪的吗？好浓烈的杀气！血海门的人来了！等了这么久，总算是来了。哎，小子，你有仇家来寻仇啊？如果你愿意开口求我，我倒是可以替你全都解决了。求你？做梦去吧！竟然看不透这老头的修为。你这小子才区金丹期，口气倒是不小。老头，我就不告诉你，对方来了8个元婴期了。怎么不是血海门的人？参见掌门，参见莫长老、李长老。太医派居然有这么年轻漂亮的掌门，该不会是个驻颜有术的老太婆吧？我听说血海门的少门主被杀了，而且还与你们有关，就立刻赶来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这样的，掌门。什么？那黑袍人故意杀了宋公子，就是为了把血海门的人都引过来，还让你们去捡干柴，就地烤起了鸡翅膀。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50打脸值。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60打脸值。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70打脸值。发生什么事了？孩儿，孩儿，我的孩儿！杀我儿的畜生是谁？血海门掌门宋云海。杀我儿的畜生，给我滚出来！掌门，该怎么办？那黑袍人救了我派弟子，我们自然应当帮他。是。哎呀，老叫花子，你能不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呀？怪恶心的！臭小子，好心当成驴肝肺是吧？人家这么多元婴期强者，你打得过吗你？本来呀，还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让你求我出手，嘿嘿，现在没了。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都不可能帮你喽。你想多了，就这10几个喽啰，我随随便便都能弄死，用得着你多事吗？好，你说的。待会儿你不弄死他们，老头我就先把你弄死。把我弄死？真是天真！你要是能弄死我，我跟你姓。混账！你敢激我？别以为我不敢杀你！激你咋的？来呀，杀呀！看看是谁杀谁！哎呦呵，你小子还能杀我不成？来呀，来！你先来呀！有种你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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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50打脸值。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60打脸值。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60打脸值。这是怎么回事？给我住口！给我住口！为我而偿命！啊！小兔崽子，老叫花子！糟了，快帮忙！滚开！糟了！这是……门主，原来这老头这么厉害，根本没看出来。恭喜宿主击杀元婴期修士，
奖励20万经验值与1枚储物戒指。旁人都以为是我杀的那人，但杀招是这小子诡异的火焰。小子，你那一招是什么名堂？哟，想学啊？你求我，我教你啊。哼，小子，既然你有这种手段，老头我也懒得理你。正好我有事得抓一个和你一样这么混球的小子。再见了。哎，别再见了，走好不送哈。好强的身法，竟然比神行遁走符还要快。老前辈竟然走了，这么强大的后盾，而且还是被赶走的。这个人是吃饱了撑的呀！小子，没人再护着你了，乖乖把命交上来吧！唉，无关紧要的人总算走了，别浪费时间，赶紧一起上吧。几位，如今门主已死，不如我们来个赌注，谁先斩杀那小子，谁就是新任的门主，如何？可以，不如顺便再来个彩头，解决完那小子，我们再联手把太医派拿下，怎么样？以苏云兰掌门的这种天姿国色，确实值得我们出手了。你们这些无耻之徒，竟敢对我们掌门出言不逊！苏掌门，我们一定会满足你的。你们这群蠢货活该单身一辈子，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嘿嘿，小子，死的人只会是你，上！一点套路都不会，还好意思出来混？都给我去死吧！你究竟是什么人？在下徐缺。以一人之力摧毁天武宗，一击必杀宋云海的人，他就是徐缺。眼前这个人，果然跟传说中一样，动不动就灭人满门。啊，苏掌门，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难道是刚刚受伤了？来，让在下帮你看看。没事，我没事。还说没事呢？我看你这脸色，实不相瞒，在下是一名大夫，大家平时也都喊我神医。啊？你不是说你是食神吗？食神是个副业，我平时主要工作还是看病救人，拯救世界什么的。看病救人？来吧，苏掌门，让在下看看你伤口在哪儿。你这当头浪子！苏掌门，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前一刻还在威风凛凛，没想到眨眼间就变成了无赖公子爷。但是，他以一己之力击败血海门，且救助了我派弟子。如果与他交好的话，这位道友，不如一同前往风雾城，来我太医派做客。啊！道友救了我派弟子一命，还击败了血海门，此恩我派定要报答。好吧，在这森林待了大半个月，是时候出去看看了。我太医派在100年前其实也是个大宗派，甚至不比巅峰时期的天武宗差。可自从苏掌门的爷爷，也就是太医派的第1任掌门失踪后，渐渐的门派就没落下来。苏掌门靠着惊人的天赋，加上门中无数资源的培养，短短20年时间，便修炼至元婴期，并接管了掌门之位。苏掌门的父母在几年前一场大战中都战死了，整个太医派全靠他以及我们2名长老支撑着，日子并不太好过。不用你们说，我也看出来了。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屋年久失修，院落里还堆满落叶，爬满蛛丝，仿佛荒废了许久。
整个门派的弟子加起来才区20多人，境界最高的，就是在枯骨林里遇到的那2个金丹期弟子，其余大多都只是筑基期与结丹期。啊，对了，2位长老，在太乙派，我希望以萧炎作为化名，还请勿向他人透露我真名了。好，道友可在此住下，我们先行告退。休息一会儿吧。真是闲得慌，不如出去抓几只鸟回来烤着当夜宵吃吧。好香啊，什么味道？哦，苏云兰。嘿，苏掌门还没睡啊？徐道友说笑了，修炼至你我这等境界，又何谈睡眠？哦，对哦，都忘了他们打个坐就等于睡觉了。苏掌门找我有事吗？不如进来一坐，喝杯茶。无妨，只是想跟徐道友谈几句，在这儿即可。徐道友今后有什么打算吗？今后啊，今后在下应当还是继续游历天下，拯救世界。当然了，前提是先将小楼复活。徐道友没想过稳定下来吗？比如，找一方门派安定落脚，平日带领门中弟子修炼，不再需要每天都在杀戮仇恨中度日。哦，苏掌门，你是想邀我加入太一派吗？不错，此次我前来打扰，确实是为了邀请徐道友入驻我太一派，并担任大长老一职。不知徐道友是否愿意？不愿意。恭喜宿主反套路成功，奖励60点反套路值。徐道友可否告知我原因呢？原因，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在下又志在四方，喜欢游历天下。苏掌门让我留下来当长老，就等于把我飞翔的翅膀给折断了。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好一句绝句。想不到徐道友文采如此卓越，倒是我唐突了。本以为他是个无赖散修，没想到性格也不坏。若能待在太一派，定能让太一派崛起。反套路成功，奖励50点反套路值。苏掌门谬赞了。其实像我这种冷酷不羁、放肆桀骜的人，真不适合待在门派里。所以苏掌门的好意，在下只能心领了。只不过在我看来，徐道友虽有桀骜不羁的一面，但也平易近人，并不冷酷。不冷酷吗？看来下次得试试走这种路线。其实我很羡慕徐道友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无拘无束，又身怀绝技，能游历四方。你也可以啊，当掌门又不一定非得天天待在门派里，这多无聊啊！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我带着你，你带着银两。说走就走的旅行，若真能说走就走，便好了呀。平日有些魔门中人总过来闹事，赶走一批又来一批，不胜其烦。哦，来的人多吗？大概都是些什么境界的人过来啊？挺多的，一般给他们一些零食便会离去，会有1、2位元婴期强者，以及数名金丹期弟子。徐道友，你可不能乱来啊！那些人都是风雾城附近的魔门。怕什么？倘若徐道友愿意留下来，当然不怕。可要是你离开了，我们太一派又怎能守得住魔门中人一次次的来犯？这倒也是。哎，系统，有什么可以提高门派战斗力，又可以给别人使用的东西吗？神威充能炮，神威充能炮
每次攻击需耗费1点灵石，每一炮相当于元婴期巅峰强者的最强一击。徐道友，你怎么了？苏掌门，我有一计，可以让太乙派从此免去魔门之扰，甚至可以一跃成为风雾城方圆最强大的门派。苏掌门让我来找点材料。是。玄铁是锻造飞剑的必备材料，所以太乙派的藏宝库中有大量库存。恰恰这炮不需要什么珍贵的材料，只用到大量的玄铁罢了。其他复杂的符文石片，买图只是赠送了不少，足够锻造4、5门大炮了。利用异火，快速将玄铁融化成液态，剔出里面的杂质，然后冷却塑形，融入各种配件，铸造完成。哎，通知苏掌门过来，说秘密武器研制成功了。啊！见掌门与长老时，都需要先送去一张名帖，写明来意。啥玩意儿？我还需要请帖？道友，你误会了。我们历代掌门与长老都住在藏书阁中，而藏书阁又布满了禁制，必须得持有禁令才能进入。哦，原来如此。劳烦道友您念一下，我按您所说的写上去。你就写：苏掌门，有位英俊潇洒、冷酷不羁的翩翩少年，想约你今天过来看个秘密武器。你看这名帖就这么小，能写的字数有限，可否简略些许？那就写：苏掌门，有位英俊潇洒的少年想约你吧。可否再简略些许？行吧，你就写：苏掌门约。道友当真是才华横溢啊！哦，落款人还要写上道友的名字，不知您如何称呼？在下制炮神。苏掌门，我听说许缺将所有的玄铁都搬走了，难道就是为了做一门火炮？我答应过他，需要什么材料就尽管拿。这可是咱们仅有的玄铁呀！虽说不算珍贵罕见，可价格也昂贵至极，如此浪费掉，当真是……罢了。浪费一批玄铁倒也无所谓，毕竟这是徐缺想帮助太乙派的一番心意。这些年来，我们苦苦撑着整个门派，如今徐缺愿意分担点烦恼，哪怕没什么作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安慰。果然，终究是犯人军营打仗用的火炮啊！各位，我这一炮打到对面那座山上，不影响吧？无妨，对面山上并无住户，只有一些野兽游荡而已。徐道友尽管尝试。这距离，最多也就轰出个坑吧。好，那我就试试了。现在就让你们见证这神威充能炮的威力吧。不都是先放火药与炮弹，怎么是先放块灵石进去的？心结一击，就堪比元婴期巅峰的威力。恭喜宿主打脸成功，奖励80打脸值。吓我一跳，这个炮威力这么强的吗？炮打完了，灵石我得拿回来。这么抠的吗？几位道友，对在下这门神威充能炮还算满意吗？徐道友，这
热门神威炮，当真是你铸造出来的？是的呀。只用了1夜时间。是的呀，没错，只需要放入灵石就能开炮了。不过数量有限，最多只能再给你们造2门炮。这下应该能免去魔门的骚扰了吧？一共3门。徐道友，此恩太一派永世难忘。他日若有用到我太一派之处，尽管开口。哪怕倾尽全派系上下，我也会不留余力的相助于你。多谢徐道友。严重了，严重了，齐飞不必客气。这几天都没人来闹事啊，还是再去一趟枯骨林吧。只要再杀6头元婴期妖兽，便可以金丹期第10层圆满，让系统升级，得到复活小柔的办法。苏云兰，还不出来迎接我们吗？这个月的灵石可准备好了？3息之内见不到灵石，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了。哎呀，喊什么喊？谁家的狗没拴好啊？大清早的就在吠个不停，惹人烦。嘿嘿嘿，哪来的黄毛小子？赶紧滚一边去！让苏云兰那个贱人出来！你这张狗嘴挺臭的，不如就永远别开口了吧。杀了他！恭喜宿主打脸成功，奖励40打脸值，击杀金丹期修士，获得5万经验与1枚金丹。你不是太一派的人，我追风帮与你无怨无仇，为何杀我门人？追风帮，这名字真的傻的不行啊！吹着风跑的人，大多数都是2愣子。你说什么？比起我炸天帮，你们差远了。炸天帮，这真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呀！我现在听着追风帮也觉得太傻了。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哎呦！这个人真是太有趣了。太一派，连你们也敢嘲笑我追风帮？今日你们这些人全都得死！不好，他想去通风报信，快拦住他！不必拦他，苏掌门，把神威炮拉上来吧。我乃追风帮帮主彭刚，是谁诋毁我追风帮？哎，是在下。干嘛这么认真回答呀？哎，帮主，你看，他们还摆了3门烦人的火炮。哦，我猜呀，是想给咱们看一场烟花表演。来，你站过去。啊，太一派，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若你那火炮能伤我弟子1根毫毛，我就放你们一马。这句话我怎么有种强烈的既视感？修仙的都喜欢站着被人打吗？你装的可以呀，可惜没什么用。开炮！帮主，你没事吧？我的右手！哎呀，威力稍微调大了一些，不小心波及到帮主你了。哎，既然这样，那就再来一炮吧。苏掌门，你来操作吧。我来。咱们有3门炮呢，都来。日后离开太一派，也是需要你们操纵火炮，正好练练。这样吗？帮主，那3门火炮都对准了我们，快撤！行，又打偏了。啊！太一派，待我追风帮卷土重来，定与你不死不休！你们给我等着！哼，你就别想着什么卷土重来了，乖乖站好，再来一炮！起飞！发射！
想必再没人敢来骚扰你们了。谢谢你。恭喜宿主打脸成功，奖励40点打脸值，击杀金丹期修士，获得5万经验与1枚金丹。这炮的人头都算在我身上了。获得20万经验与1枚储物件。当当！恭喜宿主升级，当前境界金丹期10层。恭喜宿主达到金丹期圆满，成功启动系统升级功能。目前系统等级1级，检测到拥有1次免费升级系统机会，是否使用？终于，小柔，我能救你了。使用。苏掌门，我有急事，离开一会儿。好，好快的身法。快，使用免费机会升级系统。系统开始升级，升级成功，当前系统等级2级。本次升级成功增添商城新物品，开放物品使用权限。快搜索复活小柔的办法！正在为宿主搜索，请稍等。搜索成功。根据宿主目前实力以及当前世界资源，已为您寻找到难度最低的复活方法——九转还魂液，可蕴养死者魂魄，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并为灵魂重塑肉身。有一定几率得到5行混沌体质。主要材料：派出金灵草，派出木灵草，派出水灵草，派出火灵草，派出土灵草。辅料：生灵圣水。药方售价2000点打脸值。哦，这都是些什么鬼啊？2000打脸值是药材的售价吗？是药方的售价。兑换药方之后，会指引宿主找寻药材。哎呀，那就快兑换！只要能复活小柔，哪怕2万、20万都给我兑换！兑换九转还魂液药方成功，正在搜索药材地点，派出火灵草，生长在火灵气最浓郁之地，当前世界方位为火元国东郊龙脉深处；派出金灵草，生长在金气最浓郁之地，当前世界方位为金元国南郊龙脉深处；派出木灵草，生长在木气最浓郁之地，当前世界方位为木元国西郊龙脉深处。火元国东郊龙脉，根据驸马的记忆，火元国的东郊那可是皇陵啊，埋葬了历代皇帝的地方。我系统，你该不会是在坑我吧？你知不知道那里机关重重，布满禁制，连当今皇帝都不敢轻易踏入皇陵。不单只是火元国，我还得去其他4国的皇陵。哎呀，系统，我还有别的办法吗？派出灵草乃龙脉精华所在，一旦拔起，举国国运也将终结，此行危险重重，希望宿主能够努力修炼。什么？你努力修炼就打发我了？不管怎么样，至少得到了复活小柔的办法，我也有了前进的方向。系统总不会故意坑我吧？我对这个5大国家没有任何情感，就算毁了龙脉，受害的也只是皇室，与平民百姓没有牵连。哼，管你什么5国皇陵，谁也不能阻止我救小柔。这副身体的原主人之所以会死，就是被火元国皇帝骗回皇宫修炼，最后连天火灵根都被夺走了，正好也是时候去一趟火元国了。皇帝老儿，小公主，本驸马回来了。徐道友，人呢？苏掌门，我有急事需办理，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放在心旁的是八卦万剑阵，是个抵挡贼人入侵太乙派的强力阵法，使用方法在另一封信上。有缘再见，许阙。除了交代剑阵的用法，就没有其他的话留给我了吗？此地处火元国边疆，不仅荒凉，路途也十分遥远。就算日夜兼程，起码也得1-2个月才能到皇城。啊，花了200多打脸值给苏掌门兑换了阵法，身上打脸值所剩无几了呀。
仔细想想，此趟出行可谓是凶多吉少。火元国内高手如云，火元国皇帝就是鹰变期6层。当初用双翼火的伏怒火莲对抗鹰变期5层的张丹山，已经是我最后的手段了，却没能伤他分毫，只是趁乱逃脱了他的追击。张丹山与火元国皇帝看似差1层，可小小的1层，却是天与地的差距。若是他俩交手，不出10个回合，张丹山必败下阵来。唉，惆怅啊！小二，来瓶肥宅快乐水。肥宅水，本店只有茶水供应。哦，那随便来壶茶吧。好嘞。快让开！呀，哎，看那边，是谁呀？横冲直撞的。哎呦，这阵仗，肯定是某位达官贵人呐。马车上挂的是咱火元国的旗帜呢，是皇宫里的人吧？子轩，你还记得徐缺吗？哦，徐缺，从我们进入边疆之后，几乎全是关于这徐缺的传闻。不过这传闻略有夸张，区区结丹期，竟然在鹰变期手下杀了那么多人，最后还让他逃走了，我觉得夸大了许多吧。不是，我说的徐缺是6年前的那个。6年前被招入宫的那位驸马吗？原来他也叫徐缺啊！他现在如何了？死了。他死了？我也是前阵子才知晓此事。回想起来，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那副内向脸红的可爱模样。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是火皇的近亲炉鼎，后来被关入了地宫，再没人提起过此事。我都忘了这事，没想到他……我一直没忘。那当初为何你不阻止？我不可能阻止。父皇想更进一步修为，那徐缺有最适合的天火灵根，又无亲无戚。父皇让幻妃假扮我，陪了那徐缺6年，等他步入了金丹期，才将天火灵根取走。原来这些年是幻妃在陪那徐缺，以他那身功法与变幻之术，骗住一个金丹期确实不难。人各有命，父皇现在正冲击第7层。若是成功了，对于火元国可是大好事。我只是忘不了他啊！公主，你说谣传的这徐缺，会不会和驸马是同一人呀？要不我派人去打听一下，看看画像，好瞧瞧到底是什么人。名字相同的人多的是，没必要小题大做。再则，皇宫里的徐缺所有修为都被汲取一空，哪怕苟活下来，也没有灵根。是绝对不可能重新修炼的。说来也是，毕竟这世间没听说过有人能重新长出灵根的。击杀元婴期妖兽，获得20万经验值。恭喜宿主金丹期圆满，即将迎来49天劫。经过系统计算，天劫将在7天后来临，难度等级为困难模式。什么呀？说好的带我飞，困难模式是怎么回事啊？由于宿主修炼了太古五行诀，此法诀天梯不容，困难模式已是最简单的模式。日后还可能会有地狱模式、修罗模式、九死一生模式。谁在这儿？继续搜，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去。这些人谁呀？哼，管他呢，去皇城要紧。发生什么事了？嗯，这马车不是半个月前在那茶馆遇到的吗？看来应该是被那些红面具追杀了。我仿佛又看到了装的机会。金元国真是胆大包天，那么多元婴期，显然是想置我们于死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些人是天煞的杀手。天煞，
传闻天煞杀手皆穿白衣，戴红面具，个个刀法了得。刚才偷袭我们那些，想必就是天煞。这金元国对我们是志在必得。公主，此次恐怕我们在劫难逃了。紫萱，他们一定是冲我来的，是我连累你了。待会儿我去引开他们，你趁机逃走吧。公主，紫萱以前什么都听你的，唯独这事，紫萱恕难从命。你以前总说我脾气倔，将来找不到驸马。可你这倔脾气，一点也不比我差。来，公主，目前除非是拥有天火灵根的金丹期，才有可能对抗元婴期吧？可我俩只是金丹期，当年那个徐缺若是还没死的话，倒是挺符合这些条件的。只可惜，别说他了，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拥有天火灵根。我始终相信，我炎阳命中那真正的驸马会更加出色。道友，别太过分了，误会一场，有必要赶尽杀绝吗？突然跳出来咬我屁股，当然有必要了！去死吧！他们应该是那马车里的人。对了，这马车挂着火元国的旗帜，我得赶紧兑换一个面具才行，免得认出我来了。消耗200点打脸值兑换高级面具成功，可自定义容貌栩栩如生，让人真假难辨，对应变期以上无效。此人金丹期就能斩杀元婴期的血盲，此手段闻所未闻。道友留步，小女子有一事相求。不知两位姑娘所谓何事？套路成功，获得60点套路值。套路成功，获得60点套路值。这么多年来，我身边的男子要么是对我恭敬有加的翩翩公子，要么就是谄媚的小人，从来没见过像他一般平静如水的男人。实力超群，举手投足间便镇压血盲，不多言语便转身离去。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散发着独特的气息，那双眼眸深邃的让人窒息，仿佛能将人吸进去，多看一眼都会着迷。这位少侠，我和姐姐陪同皇宫里的贵族出来游玩，却不慎遇到了刺客追杀，不知少侠可否护送我们姐妹俩回城？只要回去，定会给你满意的报酬。陪同？那他俩应该不是皇室的人吧？那就救下吧。追杀你们的人是不是身穿白色长袍、头戴红色面具的元婴期强者？对，少侠，你见过他们了？我辈中人义薄云天，肝胆相照，在下定当竭尽全力护送两位姑娘到达皇城。套路成功，获得70点套路值。这么好的打脸机会，怎么会放过呢？少侠，不知你如何称呼呢？在下炸天帮花无缺。煞天帮花无缺？莫非姑娘听过在下的名字？没有，只是你这名中有个缺字，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位朋友。原来如此。花无缺少侠，夜晚在此生活，会不会将敌人给引过来啊？赶了一天的路了，不吃点东西怎么能行？我看你们一身脏兮兮的，去小溪那边洗漱一下吧。不用了，这样便好。这么不爱干净的，来，吃吧。哇，好香啊！姐姐你尝尝。拿开，本宫不可能吃这种东西。本宫？糟了！本宫？你们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没事吧？姬婉清，果然是你！花无缺，你好大的胆子！知道本宫是炎阳公主，还敢对本宫无礼，仅凭此罪，本宫便能诛你9族。当年你想诛我9族，可惜我族只剩我一个人，而且我也不是什么花无缺，被抽尽修为，被抛尸边疆，这副身体的记忆已然跟我融为一体。给我好好看清楚，我到底是谁！我可爱的公主殿下，才分开几个月，没把你的驸马爷给忘了吧？徐缺，不可能！父皇分明将你的生机斩断，你不可能还活着。为什么不可能？老天给我再活一次的机会，就是为了让我找你们姬家报仇。火元国姬家的皇权，到你们这一世也该结束。住手！你别忘了，你刚刚答应过要保护我们的。抱歉，我这人浑身是优点，唯一的缺点就是说话不算话，而且没打算要改过。等等，徐缺，你听我说，6年以来，公主并没有。子轩，给我住口！我们姬家做事，还用不着去跟一个本该饿死街头的流浪孤儿解释。若你要杀我，那便一起死在这里吧。炎阳淬笛，他在这边。哪里逃？炎阳，拿命来！金丹期的保镖，炎阳，你也是走投无路了！姬婉清，你这算盘打得挺响的嘛。可惜呀，你觉得就凭这10几个废物？能杀得了我吗？为什么？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能是我？既然老天不让我死，就说明这是天意。我的公主老婆，天意不可违呀。很快，便是你们火元国的灭国之日了。徐缺，如果不是我们当初将你接回皇宫的话，你最后不过是街头巷尾一具饿死的尸骨罢了。接我回皇宫，你们救我不过是觊觎我身上的天火灵根罢了。现在的我，还会稀罕你们皇城中的狗屁荣华富贵吗？哼！不过，我暂时还不打算杀了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有无数比死更加恐怖的惩罚。可惜了这些美食。公主，我们该怎么办啊？子轩，把我们从水源国带回来的那瓶酒给我。不行啊，公主，那天心阴阳酒可是水源国的禁酒，难得喝下，功力瞬间尽失，而女子喝下却……女子喝下，就如剧烈无比的禁药。公主，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可万一被他察觉，惹恼了他，必然会对你下死手的。子轩，你听说过一日夫妻百日恩吗？许缺毕竟和那个公主有过夫妻之实，而且还不知那公主是换妃假扮的。他现在不杀我，终究是念在当初那点旧情。我若主动服软，过去与他交谈，把酒言欢，他定然会喝。可是，没有可是了，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他才不过金丹期圆满，就有如此功力。倘若让他踏入更高深的境界，火元国要亡矣。可是，
相信我，父皇能杀他一次，我也一样能杀他一次。须缺，本宫知道你恨我们姬家，但这是个强者为尊的世界，你没有实力，则会被人拿捏在手中，连生死都无法自己掌控。但是，那6年与你相处的日子，本宫也不是说忘就忘的。所以，本宫敬你这杯酒，从此斩断夫妻之情。你在杀我时，也不会落得一个杀妻的骂名。难道本宫猜错了？他对早已相处6年的公主毫无余情？不可能！我这个人有个原则，我从不跟2种人喝酒，一种是死人，一种是贱人。我从不跟2种人喝酒，一种是死人，一种是贱人。你2种都快占全了，我还如何跟你喝？你最好还是老实点儿，在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理你之前，好好珍惜你最后的时光，去忏悔一下你做过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我唯一做过的错事，就是不该与你这种人成亲。现在我只想在临死前断绝与你所有的关系，连这点要求你都不肯答应吗？我同意与你断绝夫妻之名。把酒拿来。系统，检查下这酒。检查完毕，此酒为天心阴阳酒，男子喝下将散尽所有修为，此生不得再修炼；女子喝下如巨联盟汉药，唯有与男子修炼才能解开。注意，当男子修为比女子高时，可夺取他体内的部分修为，但不影响他今后修炼。他那杯呢？无毒。给我换过来。花费30打脸值兑换1张置换符，成功更换。区区，看来你也不过如此，依旧跟以前那般天真。此话怎讲？公主，虽然不知道这短短几个月间你得到了什么造化，不仅可以重新修炼，还将实力提高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但现在这一切都要再次化为乌有了。你可知本宫刚才给你喝的是什么酒？知道啊，天心阴阳酒。你是怎么？姬婉清啊，姬婉清，你这心肠真是黑到了极点，害我1次不够，还想害我第2次。照我以前的脾气，你现在应该是个死人了。哼，可我改变了主意，想看看你喝天心阴阳酒后会怎么样。你说什么？许泉，你做了什么？也没什么，就是把酒换了而已。哼，按理来说，你快发作了。放肆！你！我也提醒过你，别耍花样，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公主，公主，水源灵气，原来你是水源国的人。女子饮下天心阴阳酒，若是不修炼，将会暴毙而亡。须臾，子萱求你救救公主。哈，我脑袋被驴踢了吗？现在看着她这样死去，正合我意。须臾，只要你愿意救公主，子萱愿意将毕生修为和灵根都给你，愿意为奴为婢，弥补当初他们对你所做的一切。求求你救她！你的修为跟灵根对我没什么用，我也不需要奴婢。那你想要什么？只要你肯救公主，子萱什么都愿意。是吗？说起来，我还真需要一件东西。既然你是水源国的人，又跟公主如此亲近，想必身份也不简单吧？给我火源国与水源国的皇陵地图，我便答应救人。你想闯入皇陵？
没用的，就算有地图在手，皇陵中禁止无数，连应变期强者都不敢轻易踏入。会有人从皇陵活着走出来？你，子轩，我好难受。我答应你，2张地图我都会想办法。此丹名为3尸噬魂丹，一旦服下，无药可解。你们若背叛于我，我一个念头间就能让你们毙命。喂，人我已经给你救了。之后我就会去皇城，希望到时候能看到皇陵地图，否则你不必威胁我，我答应过你的事，定然会做到。公主，这个机是应变期的老怪物，而且还是2个。你走吧，那2位是附近王侯城里的王爷，我们遇险时，公主曾发出求救信号，应该是他们来了。应变期，与张丹山一战后，我已金丹圆满，自那之后还未与应变期较量过。算了，记住，日后不许提起我半个字，哪怕隔着1000万里，我一个念头间，你2人都会丧命。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渡天劫了，手头的这些装备让我心里没谱啊。系统，以我现在的状态，成功率是多少？无法给出准确的回答，建议多兑换些道具和装备。既然这样，买件比较好的防具防身吧。连前世游戏里的装备都出现了，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渡天劫肯定需要魔法抗性。振奋铠甲不仅有55点魔抗，还拥有将生命恢复力变成双倍的被动能力。如果配合上系统的自动修复功能，这件装备在我渡天劫的时候能帮上大忙。贵是贵了点，消耗500点打脸值，比什么都强。好，兄弟，我渡劫可靠你了啊！怎么回事啊？急需经验和打脸值的时候，一只野兽都找不到了，估计都被那2个应变器给吓跑了。得找一个能大量赚取打脸值的办法。有人，几位道友，我们得加快行程了，再迟就赶不上报名了。是啊，这天香谷可是5大国3大宗派之一，每隔100年才会广招一次弟子啊。据闻派中天骄天女无数，就连水源国的女帝都曾是天香谷的首席弟子。可惜咱们火源国这次才分到50个入门试炼点，每个试炼点都隐藏在各地，咱们碰巧得知其中一个试炼之地，得赶紧到达才行啊。天香谷5大国3大宗派之一，100年第一次广招弟子，我似乎找到了打脸的好地方了。加紧步伐，试炼点就快到了。好强的气势啊！那人为何浑身充满了神秘感？必定是1等1的高手，必须得结交一番。这位道友，在下乃曾繁荣，乃是灵王城人士。这几位皆是我的发友，正想去参加试炼，没想到经过此地遇到阁下，可否冒昧问一句，道友是否也是为了入门试炼而来？在下花无缺，正是为了那试炼点而来，只是可惜消息不够灵通，走到这儿便迷失了方向。若是曾兄不嫌弃，可否带在下一同前往？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正好我们知道那试炼点的方位。如果花兄不嫌弃，可以与我们结伴同行。这位花无缺仪表堂堂，为人谦虚有礼，单人前来试炼，定然不简单呐。打脸成功，获得70点打脸值。天香谷5国3大宗派之一，每隔100年广招一次弟子。举行活动时，会在各个国家随机设立试炼点，寻找试炼点就是第一个关卡。
有门路、有能耐的人自然会找到线索，而更多的人，则是在第一关就被拒之门外。道友们，只需跨过这个障眼阵，前面便是第一个试炼点——烈火大阵。我们必须穿过一片火海，只有通过者才有资格进入下一关。这火海诡异无比，通常的真元力是无法抵御火焰的。华兄，你可有准备避火的法宝？避火？没有。华兄，这火焰可不能轻视。我这有一枚水元珠，借给你一用吧。里面蕴含了大量的水元灵气，只需催动珠子，便能形成护罩。多谢曾兄一番美意，不过这火海我能自己渡过的。华兄，这水元珠价值不菲，曾兄一番好意，你可别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放心，我自有法子。避火符，诸位，在下就先行一步了，待会儿在阵法出口再相聚吧。曾兄，我也去了。大家都身怀绝技啊，我们也别耽误了，一块进去吧。曾兄先请，待你们都通过了我再行，免得误伤到你们。误伤？误伤？华兄一副淡然的模样，想必一定有高明的手法呀。华兄，那我就先行通过了，你注意安全。打脸成功，获得70点打脸值。哼，师姐，目前为止还未有人扛不住这火阵，我们倒是清闲了不少。有人把这个试炼点是烈火阵的消息透露了出去，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的。这一关看来是挡不住多少人了。哼，师姐你看，刚入阵的这群人中有个少年还未入阵，怕是没有准备避火法宝吧？真是可怜啊！看他样貌如此俊朗，若是能够通过，倒是可以结交一番。现在看来是与我们天香谷无缘了。我过来了，林道友，曾兄。哇，大家都平安无事啊，太好了。走，我们赶紧去报名吧。还是等一下花兄吧，他应该快进来了。不必等他了，这花无缺一不识路，二无避火法宝。曾兄如此待他，他却心高气傲，不愿接受。可是，装过头了他，这会儿估计在外面刚着急呢。我们先去报名吧，别理他了。通过火阵的人士，请到前方报名。唉，可惜了一副好皮囊，却是个不知天高地厚之人。是呢。系统，他们都过去了吗？检测完毕，阵中无人。好，燕分侍郎，劈山断浪，给我开！什么避火法宝，展开便是。这怎么可能？仅仅一招就破开了我们的烈火大阵。唉，不会吧？我才用了2成功力，这地面就破成这样，都没办法走了。不是吧？我们千辛万苦才走过来的烈火阵，被他这么轻易破了。让你们久等了。打脸成功，获得70点打脸值。华兄，你可真是太惊人了。哪里，大家能过来都是本事。哼。师姐，阵法被毁了，我们该怎么办呀？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也……东北考点发出阵响，发生什么事情了？回禀师兄，刚才是那名考生把烈火大阵给破开了。破开？我天香谷的烈火阵从来都是艰苦闯过，还从未听说过有人能直接破坏阵法。这位兄台，请问报名是走这边吗？是你把阵法破开的？又在了？少给我嬉皮笑脸的！你可知这阵法有多珍贵？
不管你用了什么妖法，破坏了阵法，你们就别想拿到试炼资格。什么？取消资格？你们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等我师兄过来了再跟你们算账。这下完蛋了，得罪了天香谷，试炼肯定凉了。喂，我问你一句，从头到尾有人规定过不能以破开阵法来穿过烈火阵吗？这从未想过有人能破开烈火阵，自然也不会有这种规定。如果没有这种规定，那么就给我跪下，然后道歉。你，此人是监考人员的师兄，想必地位不低。华兄竟敢如此大胆！你个疯子，别把我们也拖下水了！华兄，你这是疯了吗？对方可是天香谷的监考人员，这下我们通过无望了。你找死！哼，想动手？师兄！这人实力好强，刚才若是没躲开，性命恐怕不保。理论不过就动手杀人，大宗派天香谷也不过如此。给我住口！向他道歉。大师兄，总算来了个识相的了。师兄，是他！闭嘴，快道歉！抱歉了。就你这实力，为难你也没意思。喂，道歉是道歉了，你来跟我比划比划，我就不追究下跪的事了。道友何须如此？以你的实力入我天香谷根本不难，他日我俩成为师兄弟，多的是时间相互切磋。什么狗屁天香谷，我压根就没想去。今天我就是来这里打脸的。不如这样，第二关太看运气，并不考验实力。我补偿道友提前进入第3关如何？居然让他跳过淘汰率最高的第2关，这个补偿也太好了吧！哼，你态度可以，我不为难你了。嘿，但是跳关什么的，我并不需要。曾兄，走，我们报名去。大哥，其实我跟你不熟啊，这样称兄道弟，日后进了天香谷会不会被针对啊？大师兄，虽说是我先动的手，但是那人无辜破我大阵。闭嘴！水皇这段时间会在灵域之塔内闭关，我不希望再闹出什么乱子，知道了吧？是。这人非常不简单，明明只是个金丹期，以我元婴期5层的修为，居然都赢不了他。恭喜大家成功到达报名处，大家来这里集合。接下来迎接大家的是第2关的考验。接下来大家可以各自组队，一队最多6人。领取队牌之后，进入被封锁的山谷内寻找任务物品星芒草。规定时间为6个时辰，在规定时间内于出发口上将星芒草，则视为通过。注意，一支队伍只需1株星芒草就可通过。星芒草极其难寻，据说这种草药价值很高，但是千里之内只有单株能存活，极其稀有。华兄，我们再找2人组队，6个人一起报名吧。这一关不考验战斗，人多就有更多机会找到。不，这一关怎么可能不考验战斗？报名处并未提到不能抢夺他人的星芒草，定会有人潜伏暗处抢夺草药来通关。系统，这种草药商场有的卖吗？正在搜索中，搜索完毕。星芒草10株，售价1点打脸值。这关这不是白送吗？曾兄，借一步说话。怎么了，华兄？曾兄，你我2个人组队吧，我带你找草药。华兄，你这是……若是组队战斗，我会毫不犹豫和华兄2人组队。可是这采草药，想必是人越多越好吧？毕竟只需1株就可过关。曾兄不必为难，毕竟这事儿也看个人的气运。在下也习惯一个人独自行动了。
有缘再见。泽兄，怎么了？花兄说他要独自行动。哎，随他去吧。就他那性格，能阻得到谁呀？我们去另寻队友吧。拿好你的队牌。看，我们是135号。你的牌？哎，这位道友，你就一人组队？是的。怎么了？一个人？怎么会有人一个人？打脸成功，获得70点打脸值。因为我不是来考试的，我是来打脸的。9527号考生，请求入场。通过。每组限16个时辰，各位考生多加努力，回来上交星芒草则可通关。多加努力？我似乎不需要怎么努力就能获得星芒草呢。快看，那里有一株星芒草！嘘，小声点，你想把别人引来吗？雪茹，你身手敏捷，你去把星芒草摘回来吧。嗯，好。天武宗一战后，张丹山闭关修炼，弟子们纷纷出走，寻找新的出路。天武宗已然不复存在。寻得星芒草，我们就能投入天香谷门下，就能重新修炼了。这就是星芒草。雪茹，小心身后！雪茹，你没事吧？并无大碍。大哥，这法子果然有用。你看，又有一队过来送死的。嘿嘿，这星芒草就是最好的鱼儿源源不断的咬钩了。你什么意思？明明是我们先发现的。你先发现的，小子，你可知五国之中有多少修炼者前来闯关吗？数不胜数。而这天香谷100年才招收1次弟子，名额少得可怜。这里啊，除掉你们这些傻子，好为我入天香谷腾出名额呀！无耻之徒，你也想入天香谷？何必多言，死吧！已经过去4个时辰了，能够闯入这一关的人数大约为8000人，上交星芒草过关的至今不足100人。天香谷限制了考场范围，这座山里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星芒草可供摘取。天香谷用炼蛊的方式让考生互相残杀，胜者为王。能够找到星芒草根本不是重点，真正的考点是能否将星芒草带出考场。消耗100点打脸值，兑换1000株星芒草。时间所剩无几了，想必大家现在都很着急吧？是时候出去收割他们了。师兄，快这边！好，我期待的剧情出现。你不能杀了我们，我们愿意退出考试。回娘胎里后悔吧。喂，不过是一株星芒草，大家有话好好说嘛，喊打喊杀的多不好啊！你等等，这人有些古怪。天武宗的啊？你知道星芒草为什么叫这名字？不知道。他为何知道我是天武宗的？那是因为他有星芒草，而且还是3株。喂，你在搞什么呀？你疯了吧？快住手！因为它燃烧之后，真的会出现星芒。打脸成功，获得70点打脸值。你这个疯子，不断的烧掉星芒草做甚？不要就给我呀！赚够了打脸值，去死吧！这个人到底在做什么？拿去吧，这东西我多的是。愣着干嘛？还不赶紧藏起来，不然又被人抢了。啊！谢谢。虽然我恨天武宗，但是这丫头曾经帮过盘山村，希望你们能通过考验吧。怎么找了那么久，连影子都没看见？
难道我们与天香谷无缘了吗？我们运气太差了。唉，休息一下，待会儿分散来找吧。对了，你们可知有一个少年独自参加第2关考验？有这种事啊？我们6人一组都如此难寻，他岂不是要急疯了？有意思，我倒想看看他现在还能不能那么嚣张。笑死我了！若让我遇到他，必定上去干扰一番，浪费他的时间。是谁？鬼鬼祟祟躲在身后。听说你们找我，是想阻止我找星芒草吗？是吓唬谁呢？活该你找不到星芒草。你们知不知道，星芒草里真的有星芒？这小子该不会是疯了吧？肯定是找不到星芒草，遭受打击，精神错乱了。小子，还是赶紧滚出去吧，这里不适合你。找不到星芒草？抱歉，我还真找到了。我看看啊，1株、2株、3株、4株，我一共找到了10株星芒草啊！这怎么可能？整10株星芒草，而我们连1株都找不到啊！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你个疯子，快住手！哎，你们看，这个星芒很像地球的烟花呀！不要烧啊！哎呦，你是不是有病啊？别烧了，别烧了！打脸成功，奖励70点打脸值。长老，弟子有事汇报。进来。第2考场传来消息，有一名考生正在大肆焚烧星芒草。竟有这种事情？他为何烧草？因为好看，据说已烧了100多株。真有此理！天香谷1年收成不过100余株，把这人抓来审问。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啊？考场内有人在烧星芒草啊！苦苦寻找那么久的草，有人烧了。哎，听说那人在山顶，走去找他。通关的办法就是从那家伙手上抢星芒草。请可人员集合，抓住烧毁星芒草的家伙！宿主齐天，打脸值1500点。赚翻了，赚翻了！快看，花无缺就在那里了！围住他，别让他跑了！竟然浪费这么多星芒草，简直是人神共愤！哎，没错，大家一起把他的星芒草抢救过来！哎，干掉他！花无缺，你听着，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别想着能逃跑！把你手上的星芒草交给我们，就能放你一条生路。啊！跳，那么多人呀，大伙儿都是没找到星芒草的可怜人呐，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来抢劫我，这种事儿一般是我才会做的。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气。别啰嗦，要么交出星芒草，要么我们从你尸体上找。哎，别急，我先数数你们有多少人。1、2、3，不超过300人吧。我这里呢，正好剩下300株星芒草。星芒草足300株，我们踏遍了整座山都未曾寻到的。他一个人到底是从哪儿找到这些的？花无缺，算你识相，快把星芒草交过来，之后保证无人敢伤你，大家一起通关。你们见过300株星芒草一起燃烧的样子吗？花无缺，你别做傻事，那可是300株星芒草啊！这里集合了300名修士，你烧了星芒草，插翅难飞啊！快把星芒草交给我们，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我再不通过考核就要回家种田了，别烧了！我也没见过，但我相信那一定很壮观。星芒草的光芒聚成了字。哈哈哈哈！这
巅峰，那是什么呀？全都烧光了。打脸成功，奖励100点打脸值；达成成就，打了一个大脸，奖励100点打脸值；集齐装完就跑，打了一个好脸，打了一个大脸，获得打脸王称号。从此商城的道具打9折。谁是打脸王啊？叫我打脸狂魔好吗？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够加入天香国，大好的前途就这样被你葬送了！给我去死吧！大家一起上！他身上肯定还有剩余的星芒草。是。受死吧！哦，他死了吗？唉，站着不动让你们打都伤不了我，你们还进什么天香国？我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啊，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打脸成功，获得50点打脸值。让人妖法，大家不要被他骗了，继续上！他身上有一股力量护体，我们的攻击无法穿透。系统，这里这么多人在这里，推荐个靠谱的兵器，让我提升功力。推荐宿主神秘之剑，售价260点打脸值，击杀同等境界的敌人，可让攻击力翻倍，最多叠加30层，受伤一次降低1层，翻30倍。若我再开启龙腾9变，整整翻了270倍，岂不是一巴掌拍死巅峰应变切？系统无法预知，需宿主亲自验证。对话。朋友们，让我试试吧！这把匕首越来越锋利了，有一股暖流随着刀柄进入了我的手臂，这是进入龙腾9变第4变的感觉。真的变强了！这人太恐怖了，快逃！迟了！共计击杀27名金丹期修士，3名元婴期修士，共获得6000万经验值与金丹数10枚。神秘之剑成功叠加30层力量。这位考生稍安勿躁。是天香国的师兄师姐，快救救我们！这个花无缺是个疯子呀！请你们镇杀此妖孽吧！考生花无缺，你的考核已经通过了，长老亲自发下一枚精英入门令给你。从现在起，你已经是天香国的一员。现在与我们一同回去吧。啊！原本想将此人打入大牢，做恶意毁坏星芒草处置，怎料他功法了得，让他加入我派更多的。他杀了我们那么多人，还让他提前入门。天香国，你没天理呀！不是还有第3、第4关吗？花少侠说笑了，以你的本事，何须再闯后面的关卡呀？放屁！你天香国还有没有规章制度了？什么？前面已经有一个说让我跳关的，现在又来一个，这说得过去吗？你让辛辛苦苦找星芒草的道友们怎么想？他们会以为我是走后门的，这是名誉污点呐！啊！既然搞活动，就要公平公正，还有公开。唉，真是恨铁不成钢啊！请考生注意，考试时间所剩无几，请寻到星芒草的考生立马到出口上交通关。完了，时间结束了，我们再也找不到星芒草了。大伙儿别急，我答应你们，不用这铠甲和匕首，谁能伤到我，我就送谁一株星芒草。此话当真？你不使用那诡异的法宝？我要突破我自己的极限，来吧，一起对我出手吧！打脸成功，获得50点打脸值。花无缺，你这次是自寻死路，若是当场暴毙，
可别怪我们心狠手辣。花少侠，你不必如此赎罪。你若是不想接受精英入门令，现在就离开，去挑战第3关吧。别再多劝，只有经过浴血奋战，经过百般历练，我才能变得更加强大。花少侠，冰冷火！经过这场浴血奋战的磨练，我终于又变得更强了。诸位，战斗已经结束，我得前往第3关了，告辞。打脸成功，获得50点打脸值。竟然积累了这么多经验，等度过4、9天劫后，就会连升好几级呢。嘿嘿，赶紧去下一关吧。天香谷最为看重弟子的气运与神魂之力，因此第3关用上了灵域之塔。灵域之塔乃天香谷的镇派法器，此塔可随时变换大小，并在其中布下防御禁制等。它并不具备攻击力，只是用于淬炼修士的神魂力的法器。第3关的要求很简单，靠自身能力走上第4层便能通关。若能走到第5层，则会直接收到精英入门令，加入天香谷。每一轮进入50名考生，进入塔前交付木牌，因为外界无法知晓塔内的情况，木牌在塔外跟随主人缓缓上升。待考生坚持不住，木牌会吸附在外壁，成为考生的最终成绩。考生则会被传送到塔外，结束考试。现在已经是第3轮了，大部分人在第2层就被淘汰，仍然坚持在第3层的只有2人了。有一人接近第4层了，竟有如此神魄力！快看，有一块木牌动了。神魂力呀，我还从未提升过这方面的实力。可恶，压迫力太强了，稍微动下手指，精神都要涣散了。只要再走上3个台阶，就能到达第4层了。道友，快服下我这粒清水丹，可以帮你恢复受损的神魄啊！不，道友，我这儿有粒静心丸，更适合你。谢谢。这人在最后一刻达到了第4层，通过考核的人所受的待遇果然不一样。这就是修仙界强者为尊，实力为上。第4轮灵域之塔考核即将开始，想要参加的考生来这边交号牌，未报上名的人等待下一场。怎么，你们不参加？不了，我们等下一轮。为何？还未满额？听说有一名叫花无缺的考生也来参加第3关了，与他一同考试，不知道会出什么意外呢。反正我是不敢去，他闯完再说吧。对呀，哼，胆小如鼠。这位道友，那花无缺长相如何啊？他年纪轻轻，一头白发，样貌倒是颇为俊美。9527号考生花无缺，请求入场。是他就是花无缺。本轮人数已满，进塔。应该没问题吧？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可恶，动弹不得，这明明才是第1层啊！哎，快看，那个叫花无缺的，刚进来就动弹不得，还传言屠杀了100号人，吹牛的吧？走吧，别理他了。为什么那些人如此轻浮？好像吐。由于宿主神魂穿越之后，尚未与肉身完全融合，系统现在重新为你融合，
请稍后。原来是后遗症啊，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要打脸不成反被打了呢。兄弟，刚进来就不行了？哟，这不是花无缺吗？外面不少人说你的威风事儿呢。走吧。可恶，这一个个的都给我等着！我都记住你们的脸了。神魂融合完美成功。现有神魂力较难对抗此地的压迫力，推荐宿主兑换天虚丹，用以提升神魂力。兑换，快兑换！舒服了。哎，这一会儿功夫人全走了。兔崽子们，敢嘲讽我，爷爷来收拾你们了！累死我了！这第二层压迫感太强了，难怪许多人在这里被淘汰出局。你还有功夫说话？别吵得我静心抵抗压迫力！你们给我站住！刚才推给臭的呀你们，现在都是乌龟了吧？乖乖过来挨打吧！这么大声，吓死人呢！他为何突然能走动了？花无缺，你在这里生气也没用，敢在塔内出手，立马就会被传送出去。不能打架，那比是个什么劲儿啊？哼，乡村野妇就知道打打杀杀。灵域之塔考验的是神魄力和意志力，想要继续往上修炼，重要的是内心。这破塔还有这么多规矩，不能动手，我要怎么打他们脸呢？嘿，我有个好办法了，麻烦让一让。哎，前面还有其他人吗？不是很多。那很好，我看看，柴火、酱油、辣椒，还有孜然，最重要的鸡翅。他在做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这么快就有人出来了！我要投诉！我要举报！有人在塔内干扰他人。失败者都会说是别人的错了。你知道什么？是那个花无缺。果然，花无缺又搞事情了。他刚进一层就走不动了，我们不过是嘲笑了他几句，他居然在塔里面烤鸡翅！可恶，这味道太香了，我开始控制不住神智了。我要投诉那个花无缺影响我考试。我本来定能上到第4层，却被他耽误了。倘若你们修为够高，神魂力足够强大，又怎么会被他影响？那是因为鸡翅实在太香了。荒谬！鸡翅也能吃？投诉驳回。是真的。没有和花无缺一起考试，真是福分呐。我记得他自称是炸天帮，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帮派啊。难不成炸天帮的人特别喜欢吃烤鸡翅？大师兄，打开第2层的塔窗，看看里面什么情况，让塔内的空气与外界流通，是真是假，一探便知。是。哎，落地窗这么高端。太香了！区烤鸡翅，怎么可能会如此沁人心脾？难怪无法击中神魂，换做我，恐怕也没法坚持啊！快看，花无缺在那儿！啊！哇！香味便是从那里飘来的。再加油，好贵干。华兄，我们又见面了，你这是在做什么呀？饿了就吃点东西啊！怎么，你们有不能在塔里吃东西的规定吗？规定倒是没有，不过你能否别吃那么香的？不吃香的，难道吃臭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现在这考试都乱套了，你稍微配合一下，别影响到其他人。啊，不能弄太香的是吧？对，只要别弄那么香，你吃什么都可以。行吧，给你个面子，我不吃鸡翅了。多谢华兄。不对劲啊，他怎么突然那么配合了？总感觉有些不妙。差点就稳不住心神了，还好他没有继续烤鸡翅。入场50人，这第2层还没过半就走了10几人，花无缺真是太缺德了。还敢说？若不是你们去嘲讽他，他会乱来吗？都怪你，我没有说啊，都是你在说。他似乎已经到了第3层了，我们继续。算到达第3层了，坚持上来的还有数人，大家资质都不错。不行了，要赶紧稳住心神。第3层的压迫力太强了，稍有不慎就会出局。喂，等你们半天了，怎么才来啊？答应不再用香味影响我们的，你又想干什么？花无缺，你这个无耻之徒！大家放心，我说话算话。如果香味影响到你们，我当场自尽。你再敢弄香的食物，我就弄死你！小小的金丹期，不要太猖狂了。好臭！花无缺，你竟然在煮屎！臭吗？臭就对了。这可是我精心烹饪的经典小吃——长沙臭豆腐。我不行了。这是放了多久的粪便才能黑成这样？你别说了。忍住！哎，我特意做了一大锅，怎么都走了？就剩你们俩了，快尝尝。你居然拿粪便侮辱我！我要将你碎尸万段！都有。哎呀，连他也淘汰了。既然这样，只好你独享了。这个很好吃的啊！我要投诉！又怎么了？花无缺的，花无缺的！快将第3层的塔窗打开。是。花无缺在喂别人吃屎！哎呀，怎么你也不愿意吃啊？花无缺，你答应过不再煮香食物的。没错啊，这个的确不香啊。太臭了！这个是什么味道？你这无耻之徒，居然拿粪便耍我！你若是真煮食物，我也不追究了。你现在居然煮屎！都给我闭嘴！不懂美食的蠢货！美味的豆腐当然是越臭越好吃。都给我看好了！哇塞，这味道太棒啦！太可怕了！他居然在吃屎！求求你别再说这个字了！打脸成功，奖励70点打脸值；打脸成功，奖励70点打脸值。经过验证，宿主烹饪的臭豆腐为1星美食，奖励副业大礼包。这么多奖励，有空再打开看看。哎，你们看那花无缺吃了屎还笑得那么开心，真是个奇葩呀！道友们，我问你们，我神魂力突飞猛进，想知道为什么吗？又想耍我们？我想知道。他肯定是骗你的。打脸值我也赚了不少了，给你们发点福利。这臭豆腐是我炸天帮的特色美食，食用即可增加神魂力。剩余还有很多，我就送给你们吧。这你敢吃吗？哼，打脸值收获了不少，但是神魂力增强了之后，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塔上面似乎还有一人。
居然有人能上到这么高层，我得上去瞧瞧。诸位，我若是没看错的话，那黑色的物体是豆腐？不可能，那肯定是粪便。这样也说不过去啊！世间哪有人会吃粪便的？更何况是那花无缺。不行，我要试试。齐长老，为何塔外如此热闹？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人是鹰变期，好强的压迫力。这是有一名为花无缺的考生在塔内捣乱，导致多名考生被淘汰。现在他已经去第4层了。齐长老，是否要将这人抓出来？不必，他能够上到第4层，修为尚可。你把塔窗打开，我与他聊聊。是。花小友，谁叫那么大声啊？小友莫生气，是老夫唐突了。齐长老居然道歉了。待你闯到第5层后，与老夫一同到石屋商谈，可好啊？第5层，看不起谁呢？老子可是要去第10层的。一边去，别打扰我。齐长老，到了第5层，塔窗就打不开了。无妨，我们等他出来。他的魂魄之力不错，第4层仍能说话自如。但是一次考核就能上到第6层的，就是旷世奇才了。前面就是第6层了，光靠臭豆腐提供的加成恐怕不够。可恶，真的很在意上面的人到底是谁。豁出去！消耗500点打脸值，兑换玄冰地火露，效果永久提升神魂力60%。你们快看，什么？木牌移动到第6层了！打脸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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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脸值！打脸值！打脸值！吃了药进了第6层，差点让我魂飞魄散。检测到宿主正处于淬魂宝地，在此修炼半个时辰，可提升神魂力50%。50%？这简直是免费的丹药啊！待我修炼一会儿，再冲刺第7层。就算再苦，我也要撑下去。最终结果就是第6层了吧？能够上到第6层，已经是几百年来的第1人了。等等，木牌开始动了，他上到第7层了！哇！这臭豆腐竟有如此奇效！一块臭豆腐10000，太奸诈了！我出2万，3万！我至今也只能勉强走到第7层，这少年如此年纪，怎么可能做到这一步？齐长老，不能再让他上去了。除非他自愿放弃，否则我们无法干扰他。但是，水皇塔在第8层修炼，如果被他闯入，不慎走火入魔的话，打脸成功！打脸成功！打脸成功！来吧，有种压死我！刚才的声音是心魔。恭喜宿主成功淬炼神魂，神魂力提升50%。哇呀！压迫感没有了，这次增强后让我倍感轻松。
生活力增强后，发现原来压迫感是源于空气中的那些云雾。生活力足够强大，他们就不会靠近。哼，这回就看我把这灵域之塔刷个通关，好好赚一笔生活力。我健步如飞，冲啊！怎么回事？可恶，居然在这里布下禁制！我已经能清楚地感知到第8层有人，为何会有人被困在里面？要么上面的人被禁锢在此，要么就是上面藏着宝贝。嘿，这样藏着掖着，肯定是有好东西。这堵墙，我越用力，它就反震越强。既然这样的话，果然有神魂力聚集起来，就能推动墙壁往前走。竟然离着这么远！冰墙！我今天爬了多少回了？动不了。第8层如此恐怖的吗？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我已经见过太多美女了。可眼前这个人的容貌和气质，几乎是压倒性的胜利。真是个大美女啊！不对劲，这少年不过才金丹期圆满，怎么到第8层的？除非是心魔，朕已经闭关了数月，现在正是释放体内冰元灵气、涅槃重生的关键时刻，不可有丝毫外部阻挠。难道这便是朕内心的弱点，才导致心魔出现？原来朕害怕袒露面对男子，庆幸这心魔化身乃是金丹期，让我识破不可能在8层。若是化为鹰变期，朕很有可能会信以为真。如今朕已看破此少年乃心魔所化，他的一举一动不必多加理会。此时，徐却并没有意识到，眼前这让他如此入迷的女人，乃天香谷当年最为杰出的女天骄，如今4大国之水源国的女帝蒋红颜。喂，那啥，等等，美女，你独自在这儿打坐，看到我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甚至还闭上了眼睛。啊，美女啊，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帮个忙呗，我卡在这里动弹不得了。姑娘，你是聋子吗？还是说你也动弹不得了？你快来救我呀！回头我请你吃臭豆腐和烤鸡翅报答你。你别假装听不到啊！你刚才都看到我了，听不懂中文吗？哈喽，こんにちは。这心魔怎生得如此厉害，竟能发出如此熏臭的味道？不好，我不能再被干扰下去了。可恶，算你厉害，看老子如何自救。系统，有什么办法帮我摆脱困境？宿主需在此淬炼神魂半个时辰，即可得到100%神魂力增强，然后再兑换8滴玄冰冰火露，则可无视此处的压制。8滴？那可是整整4000打脸值啊！你这是抢劫！早知道就不上这该死的8层了，本以为能大赚一笔，没想到只有个女人，我只能从她身上赚点打脸值了。万一几天后天劫降临，我还没脱困，岂不是在这里被活活劈死？系统，能不能给我个小范围的移动方案？可以先兑换1滴玄冰冰火露，服下1滴可获得1平方米活动范围，
半个时辰淬魂结束后，可获得3平方米活动范围。不是说我现在可以打9折吗？就没有更便宜的方案了吗？商城里的所有物品早已打过9折。贱兽，我去啊！兑换，消耗500点打脸值，兑换成功。啊！哈哈哈！总算能动了。哼，姑娘，准备看我打脸吧！我的天哪，第8层，我不是在做梦吧？火元国这回真要出一个不得了的举世天才了，有此神魂力，今后必名震天下，天香谷也会因此受益。有此天才的加入，是门派之福。这怎么可能？他是怎么突破第8层入口的封印的？回禀长老，考试开始前，我们确实开启了封印。女帝在第8层，她今时的地位对天香谷极其重要，若修炼出了差错，后果不堪设想。但这花无缺更是从未有过的天之骄子，天香谷也不能错过他。也许灵域之塔出了差错呢？你们几个在此，我走开片刻。是。这花无缺是个狠人。姑娘快看，星魔丛里真的有星芒！哎，姑娘快闻，我这烤鸡翅如何？香的受不了了吧？哈哈哈！唉，这回真是踢到铁板了。这距离入口有些距离，只靠1米的范围可没法回去。算了，先煮一些臭豆腐，待半个时辰淬魂成功，看能不能慢慢挪过去。又是这股恶臭！我这心魔竟然在煮粪便！心魔随心念而生，催发内心深处的那一面。难道朕的内心深处竟隐藏如此肮脏的一面？唉，遇到这种软硬不吃的，本钱是赚不回来喽。也罢，神魂力道也增强了不少，不能太纠结了。填饱肚子，再想如何脱困吧。啊，这味道真是棒极了！荒诞，这个心魔简直荒诞！闻一坨粪便，竟还露出这种表情，朕的心魔为何会如此？爽，太爽了！什么情况？啊，姑娘，姑娘，姑娘，你没事吧？这怎么可能？掌门师姐，发生何事了？老七传来密报称，考核中有一名少年资质过人，以金丹期圆满的修为，闯上了灵域塔第8层。什么？掌门师姐，这可是大好事呀！若此子加入天香谷，将是我派大福。原本确实是好事，可江红颜这丫头这段时间在老七那儿闭关，就正处于灵塔内第8层。哎呦，这下糟了！那丫头正以神魂淬炼冰原灵根，若是被人惊扰，后果不堪设想啊！3位师妹，助我催动无天镜，我要窥探那塔中情况。无天镜，用足够强的神魂力推动，则可观察世界上任何地方。打脸成功，奖励80点打脸值。打到让鹰变器吐血，获得成就打了个神奇的脸，奖励100点打脸值。神魂淬炼成功，恭喜宿主神魂力提升100%，获得3平方米活动范围。姑娘，你这是咋回事啊？我不就是吃了块臭豆腐吗？
用得着吐血吗？莫非是朕猜错了？此人并非心魔所化，那岂不是……糟了，我神魂受损，已经抵抗不了8层的压制力。若是对方心怀不轨，系统，这姑娘咋了？不会是被我的打脸神功震伤了吧？经过确认，宿主的行为影响了他修炼，导致遭受大创。还真是我造成的。算了，看在她这么美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出手救她吧。系统，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她疗伤吗？他的伤势来源于神魂，建议使用滋养神魂力的药品进行治疗。滋养神魂力？哎，臭豆腐可以吗？可以。哈，那就好办了。他想干什么？姑娘，来，不哭啊！吃了我亲手烹饪的极品美食，你的伤势马上就可以恢复啦。不要！哎，乖，张嘴。哦，原来你不能动啊！早说嘛！来，我帮你。啊！红颜那丫头受伤了，她竟然要给水皇喂这玩意儿！放肆！开启传送阵，哪怕她天资再高，本座也绝不饶她！啊！朕乃堂堂水源国女帝，应变修为万中无一，竟沦落这般境地！朕。此物充满了豆腐的香味，无比嫩滑，怎么会如此香甜？感觉好点了吗？这男子，神魂力猛然得到了提升，那最后一丝瓶颈，竟在这一刻冲破了，怎么可能？嘿，能说话了。我这臭豆腐能滋养神魂，别处可吃不到这样的食物。明明熏臭无比，却入口香甜，并且蕴含强大的神魂力，世间怎会有如此神奇之物？姑娘，你这话就不对了。须知道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世界这么大，自然是无奇不有的。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看上去涉世未深的金丹期少年，竟说出这等蕴含深奥禅意的话来。这少年样貌不凡，能在这灵域塔8层行动自如，并烹出如此神奇的食物，世间竟有这样精彩绝艳的男子。打脸成功，奖励50点打脸值；打脸成功，奖励60点打脸值。哼，总算装成功了。不枉费我这么舍己为人、救死扶伤的古道热肠。小兄弟，我问你，你可是来参加天香谷入门试炼的修士？正是。小姑娘，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应该也是天香谷的人吧？你称我为小姑娘？你可知道我比你大多少岁吗？你这招真不错啊，就是不冷吗？可否告诉我，你是如何来到第8层的？8层入口应当有禁制才对。区区一道禁制可挡不住我，或者说，这世间没有任何地方能拦得住我。只要我想去，便可去，包括你的心。你是个很有意思的少年，这个年纪却能说出那么多让人捉摸不透的话，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可恶，这女人根本没有把我当男人看。小兄弟，既然你能闯到这第8层，天香谷的精英入门令非你莫属。
你也不必再往上冒险了，我们一同出去吧。等等，谁说我要入天香谷了？嗯，那你又为何会出现在第3关考场内？我就是正好路过，进来打个脸就走。打脸是何意思？打脸就是……他像传来了应变期强者的杀气，4个比张丹山更强的应变期，看来此地不宜久留了。切，我说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些都是你们的阴谋！阴谋？别再掩饰了，看到我这纯洁而又充满智慧的双眼了吗？你贪图我的聪明才智，先是用漂亮的外表跟我搭讪，下一步再摆出你是皇室的背景，妄图将我困在你身边，让我衣食无忧，最终变成一个废人。这样一来，我的肉体和灵魂都会彻底的沦陷，只能依附于你。日后我还如何打脸？你放心，天香谷从来不会强迫他人加入的，成为我派弟子，也绝不会成为废人的。开玩笑，塔下那突破天际的杀气，你当我感觉不到啊？小姑娘，我先溜了。你不用担心，来的是我天香谷4位长老，而这塔内布下了禁制，是无法直接逃离的。撕裂虚空，你竟然能在塔内做到这种地步！不掌握一手打完脸就跑的技术，还怎么出来混啊？哼！有缘再见了，小姑娘。等等，你我有缘，感谢你为我疗伤，这块天阙玉佩就送与你了。似乎已经许久未曾与人这般轻松的言谈。红颜，你没事吧？师伯们，你的境界突破了！那臭小子呢？我要将他千刀万剐！红颜，那小子已经被你彻底泯灭成灰了。几位师伯，此事我已经处理了，你们不必再追究。也对，此事不宜声张，就此接过吧。那家伙怎么在地上留了这么多破烂？姑娘快看，星芒草燃烧起来真的有星芒哦！姑娘，这烤鸡翅味道够香吧？姑娘，这是刚炸出来的臭豆腐，要不要来一块？这些我来处理吧。二师伯，你手上可有星芒草？今年收成不错，还有150株星芒草。红颜，你要来做啥？都拿给我吧。你们快看，塔顶突然燃烧起来了，那是星芒草的光亮，我在第2关的时候见过。是花无缺，是他烧的星芒草，太厉害了，真是吾辈之楷模。天哪，红颜你在做什么？快停下，这可是仅有的星芒草了。真美啊！打脸成功，获得40点打脸值；打脸成功，获得60点打脸值；打脸成功，获得80点打脸值。哈哈哈！这里，啊！小弟弟，水好玩吗？我带你去玩更好玩的吧。细皮嫩肉的，不怕塞牙缝了。妖怪，快跑啊！嘿嘿。哪里跑？雷劫祭祀的肉抓到了。这下大王不会怪罪我们了。闭嘴！吵死了！再吵，把你舌头割了！不要！小子，俺老牛的刀可是数1数2的快，你不会感到丝毫的疼。老牛！臭小子，你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孩子别怕，有我在。
你是光天化日之下为非作歹，有经过我神雕大侠的同意吗？糟了，被人类修士发现了！快跑！我做隐士那么多年，难不成向大王汇报吧？喂，怎么不打了？这几个人妖是哪儿来的？二蛋，你没事吧？多谢神雕大侠救了我们。本大侠要去抓那2个坏蛋，你们赶紧回家。知道了。没有大人陪同，就不要乱跑了。神雕大侠好帅啊！我长大以后也要成为这样的人。该死！人类的修士居然这么强！哥们儿，还有空聊天呢？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过，那只能大侠饶命啊！我们也是受人指使啊！他已经跪下了，你呢？大哥，我也想跪，可是条件不允许，我只双手投降行吗？都给我站好了！我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刚才说的雷劫祭祀是啥玩意儿？大哥，这是我们妖族用来选拔妖皇10年一度的传统。谁能在祭祀上引来最强大的天劫，就能成为新任妖皇。疯了吧？还组团渡劫？如果祭祀那天没人渡劫咋办啊？不会的，我妖族能够压制实力，隐蔽气息，静候祭祀来临。待祭祀那日解放力量，便能够引来比以往更强的天劫。因为祭祀就在2日后，所以才受命出来抓祭品。大哥，你看看能不能放我们一条生路啊？2日后，传送符报从天香谷传到这里，还没找到去皇城的路。我的天劫差不多也是2日后，正好就去耍耍吧。你们这雷劫祭祀有多少人来参加？都是些什么境界的？会有许多部族来参加，具体有多少人不好说，但有实力夺冠的一定是我们万妖部落的大王龙纹虎王，另一个是天妖部族的大王九尾妖狐。他俩踏入元婴期圆满多年，沉淀已久，就是为了2天后的雷劫祭祀。最厉害的才元婴期，真菜。行了，你们俩走吧，别再让我看到你们了啊！感谢大哥饶命！大哥饶命！藏得如此隐蔽呀！若不是我功法了得，差点被他们甩脱了。这阵法看起来挺强的，我得伪装一番才行。哎，系统，这伪装傀儡能加长持续时间吗？还有，能不能变成这世界上没有的人啊？建议将伪装傀儡合成升级之后会有相应的功能。合成？这不就是网游里的那一套吗？合成道具将消耗100点打脸值，这也要钱？哎呀，算了，快给我合成！合成成功，基础持续时间变为2小时，时间结束后每消耗1点打脸值，可延续1个时辰。系统，你这奸商，1点打脸值也不放过，你还是人吗？嘿嘿，本系统不属于人类。说不过你，使用傀儡。宿主想定义何种外貌？啊，我并不是那种爱张扬的人啊，本质上还是很谦虚的。那就给我来一个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之齐天大圣孙悟空。姐姐，前方就是龙纹虎王的领地了，这阵法看起来很弱，看我破了他！等等，有可疑人物，这人想做什么？本大爷乃齐天大圣孙悟空，速速将阵法给老子打开！姐姐，这猴子是不是传言中虎王找来的高手？虎王的境界只能招来5效雷劫，而姐姐你已经修炼出了6尾化形，他肯定会偷偷对你出手的。但这猴子只有金丹期圆满的修为，以虎王的行事风格，他不应该找这么弱的。先观察一下，
不要轻举妄动。来者何人？哈哈，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特来拜见龙文虎王。口令。口令？没有口令，一概不放行。猴头赶紧滚开，别逼我启动杀阵将你秒杀。哎呀，西东，有什么免费的方法可以闯过去？硬闯！你别跟我开玩笑，我认真的。经过计算，防御状态的法阵无法通过，但以其进入攻击状态，则有机会攻破法阵。啊，原来如此。姐姐，看来他不是虎王的人，我们将他收入天妖部落可好？我们再看看，快看，他想硬闯法阵，他要吃亏。这法阵能够反弹所有术法攻击，贸然出手必定受伤。老头，快给老子开门！大王有令，没有口令一概不得放行，识相点就快滚！哼，好吧，是你逼我的。他想干嘛？抓个虎王做晚餐，抓个虎王做晚餐。太难听了！他干嘛突然唱歌呀？给我闭嘴！侯统，我看你是存心闹事，看我如何收拾你！侯统，我看你是存心闹事，看我如何收拾你！哎呦，我就唱个歌，怎么了呀？法阵转换攻击模式。嘿嘿，来了。他怕是要死在法阵之下。这傻子。猴子，我乃万妖部落守门人，此阵遮天蔽日，你无处可逃。这阵法攻击范围太广，连我们都受牵连。姐姐，这猴子不是万妖部落的，要不救下他？这猴子不懂分寸，不知万妖部落阵法的厉害，我们将他救下吧。喂，该轮到我了吧？佛怒火莲，猴子上蹿下跳，着实烦人，给我消停下来！嘿，这是虎女吗？两位美女，在下炸天帮齐天大圣孙悟空，敢问两位怎么称呼啊？不好，攻击被引过来了，快跑！猴子，你快逃啊！哎，不急，等我把那狗屁阵法给炸了。什么破玩意儿，也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啊，美女们小心，风浪太大，快趴下！哎呀天哪，刚才太危险了，多亏我及时掩护你们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子！小狐狸，是我救了你们，怎么能无辜骂人呢？你这不要脸的臭猴子！臭猴子，我要杀了你！够了，都别吵了。妹妹，你不许胡闹。孙悟空，你到底是什么人？嘿嘿，啊，在下炸天帮孙悟空，此次前来只是想见识一下雷劫祭祀，不想得罪了两位美女，还望海涵。所以你才来找龙文虎王？对，不过他那态度太恶劣了，动不动就打人。态度恶劣，似乎没你恶劣吧？万妖族传承多年的护门大阵，就这样被他炸了。该说他一根筋呢，还是感叹他实力强大？这气息是万妖族的应变气长了。姐姐，我们还是快走吧。大门都被炸了，当然要来看看了。我乃天妖族妖狐苏灵儿，这是我妹妹苏小七。猴子，你若想见识雷劫祭祀，不妨加入我族。可以啊，万妖族都是些臭男人，还是天妖族美女适合我。万妖族有护山大阵作为他们的传承，我们天妖族自然也有。
这山洞，除非是我族人亲自带领，又或者有令牌，否则是绝对进不来的。岔路还挺多的。哎，对了，你俩为啥跑万妖族门口去？关于这个，因为我们族内出现了叛徒，有人将令牌送给了万妖族，所以你们想先下手为强，把虎王给干了？并非如此。此次雷劫祭司最有可能成为妖皇的，就是我姐姐，所以虎王雇佣了杀手，想阻止姐姐参加雷劫祭祀。刚才万妖族不是有应变期吗？还请啥杀手啊？每位长老都以心魔发誓，不会出手干扰雷劫祭祀，否则将会被天劫毁灭。臭猴子，为什么你连这些都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异族人啊？越看你这张臭脸越觉得可疑。嗨，没办法，我从小游历四海，维护世界和平，最近才回老家。你们两个快跟上，前面就是出口了。可惜，那是天煞。原来虎王雇佣了你们，敢在我天妖族门口动手，未免也太自信了吧！能破掉我的索命夺魂刀，你神魂力不浅，不过你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我天煞一出手，哎，打住打住！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原来你们就是上次我炸天帮虐杀的那个组织啊！哪里逃？炎阳，拿命来！炸天帮，我天煞奉命追杀公主时被莫名暗算，原来就是你炸天帮之人！拿命来！什么时候在我身后？你居然识破了我们的阵法！鬼鬼祟祟就知道偷袭小姑娘，你们还是男人吗？灵儿、小七，快躲我身后来，看我打死这群男人！猴子，天煞都是元婴期圆满，你不要冲动。只有金丹期修为的你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快逃啊！嘿嘿，我可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字典里就没有逃这个字。更何况我和九尾狐可是一对 CP 呢。CP？那是什么？就是指天生一对的情侣。所以别再让我逃，我会保证你们的安全的。痴心妄想，你逃得了吗？不愧是接近阴变期的修为，力量果然霸道。但是，和我满层杀人剑加成相比，还是差远了。恭喜宿主一次打脸，同时攻略2人，奖励法诀无相神功。什么情况？死猴子，不要脸！天生一对的情侣什么的，你胡说什么呢？没想到他俩都是9尾妖狐啊！无相神功，天阶绝学，能够瞬间模仿他人武学，修炼圆满后能够瞬间模仿他人武学8层威力。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打脸绝学啊！快学习！猴子蛮力倒是不小，这招你再挡一下试试。检测到天阶法诀索命夺魂飞刀，此乃魔门天阶终极法诀，来自上古传承的残术，以神魂力释放，每次释放损耗10%神魂力，消耗极大。模仿，好快的速度！击杀元婴期修士，获得20万经验值与主物件。美女们，现在安全了。猴子，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招攻击力是强，但神魂力损耗有点大呀。就知道逞强，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你还好吗？虽然你击败了天煞，但是自身也受伤了吧？哎呀，突然头好晕，我要晕倒了。猴子，我感觉好多了，谢谢灵儿妹妹。啊，姐姐，这猴子在偷笑呢！
你这猴子！误会啊，我是真的受伤了啊！还敢狡辩！到了，这里就是我们天妖部族。好一个世外桃源啊！大王，不好了，炼丹房那边出问题了。小云，怎么了吗？大王，你可算回来了。牛大力对炼丹还是很不熟练，小玉觉得他不适合当药童，可咱们部落已经没有其他人擅长炼丹了呀。刚刚他们连续炼出2炉飞丹之后，小玉就闹脾气了。现在小玉把自己锁在家里不肯出来了，再过2天就是雷劫祭祀了，怎么办呀？小玉，你在里面吗？我知道你为了雷劫祭祀想炼出好的丹药，但是我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压力太大了。就算没有丹药也可以的，和我们好好谈谈，可以吗？大王，这些话我们也对小玉说过，但是她就是不肯回应我们。莲儿小姐，这小玉也是狐妖吗？小玉的祖先是玉兔一族，他们在炼丹方面是非常有天赋的。不过小玉年纪还小，性格有点小孩子脾气。我来试试叫她出来。猴子，你可千万别乱说话。知道啦。使用副职业大礼包。恭喜宿主获得1星厨师称号，能够100%烹饪出1星食物。恭喜宿主获得1星乐师称号，能够100%演奏出1星曲谱。恭喜宿主获得1星炼器师称号，能够100%炼制出1星法器。恭喜宿主获得1星炼丹师称号，能够100%炼制出1星丹药。恭喜宿主获得1星符箓师称号，能够100%制造出1星符箓。感觉真不错。我看看，乐师消耗10点打脸值，兑换古琴成功。哪来的琴？臭猴子，你住口！你唱歌太难听了。居然很好听。猴子，你……哇，好美的琴声啊！小兔子乖乖，把门打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这歌词是什么鬼啊？猴子，你可别再叫小鱼兔子了。不开不开，我不开，啦啦啦啦啦。猴子别唱了，小玉出来了。小兔子乖乖。小鱼，你别咬它，这猴子是我们带来的。小玉，猴子哥哥，你唱歌好好听呀，能不能再唱给小玉听？小玉想起妈妈了。好呀。这猴子，臭猴子，你就暂时住在这里吧，记住不要乱跑。天妖部落是有很多规矩的。放心，我很听话的。谁信你个臭猴子，没一句真话。姐姐和我说了，既然小玉亲近你，你就留在她身边当药童吧。小玉是我们部族唯一的炼丹师，雷劫祭祀时，姐姐的丹药都得靠她。你得好好帮忙，不要捣乱。放心，我很听话的。哼。这房间也太寒碜了。系统，给我来一套家具。消耗10点打脸值，兑换豪华家具套餐成功。唉，这才叫生活。帮小玉炼丹。系统，我是不是有个什么炼丹师的技术？宿主乃1星炼丹师。很好，帮我调查如何才能升级炼丹师。2天后我也得渡劫，趁着这个机会给自己做好充足准备。
经过计算，渡劫所需的养神丹以及血元丹都为3级丹药。宿主目前为1星炼丹师，建议宿主购买2星技能书。这也太贵了吧！养神丹能够修复神魂力，血元丹能够修复气血，都是渡劫良品。神魂力我能吃臭豆腐，身体损伤可以用系统修复，这俩丹药不实用啊。还有一种丹药为太清避雷丹，是上古传承的神丹妙药，服用后可增强肉身的韧性，减少雷劫带来的伤害，并借用雷霆之力淬炼肉身。这个倒是很需要。太清避雷丹的药方售价1000点打脸值，建议兑换。技能书加上药方都得整整2500打脸值了，肉疼啊！但是我的雷劫是困难模式，手头只有一件振奋盔甲，能不能挡下都是未知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活着才能继续打脸呢。在天香谷赚了那么多打脸值，就是为了这一刻。系统，都给我兑换！兑换成功。猴子，猴子，臭猴子，快开门！大家都在等你呢。啊，啥情况？死猴子，你还不快起来！咋了，小七？小七？臭猴子，你哪来那么多新家具啊？漂亮吧？哪里漂亮了？浮夸！傻丫头，等我过几天不住在这里之后，这些家具就都送给你吧。谁想要你这些破家具啊？大王，药材的存货已经所剩无几了。前日小玉和牛大力才失败了2回，现在随便找了个药童就又炼丹。这次的药童是我找回来的，他的实力不错，应该不会出差错。哟，你们在聊我吗？孙悟空，你怎么才来？嗨！你们若是不放心小玉，可以让我来炼丹啊。什么？猴哥哥你也会炼丹吗？死猴子，你可别乱来呀！炼丹可不是闹着玩的。就是不能闹着玩，所以我才要亲自出手嘛。孙悟空，明天我们就要启程去万族雷池了，你不要胡闹。什么胡闹？如果我失败了，我就吞粪自尽。你莫非是想故意找个正当理由吞粪吧？相信我。既然如此，我就让你尝试一次，只有一次。大王，万一他控制不住火候，若是发现丹炉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我让你停下，你就得立刻停下，知道了吗 ？OK， 小玉，哥哥来教你最正宗的炼丹术。哈，小玉怎么对着臭猴子言听计从的？材料都在这里啦。猴子的眼神不一样了，难不成他……对了，小玉，咱们要炼什么丹来着？啊？炼什么丹都不知道，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吗？哥哥，你以前有炼过养神丹和血元丹吗？嘿嘿，我以前都是炼长生不老丹之类的。你先把丹方给我看看。好呀。这是玉兔一族传承至今的药方，系统全部给我复制下来。消耗1点打脸值，药方已经全部复刻到宿主脑海之中。爽！死猴子，你在干嘛？哥哥，你这就看完了？嘿嘿，哥哥我看好了，接下来就看我炼丹吧。嘿嘿，哥哥我看好了，接下来就看我炼丹吧。这猴子真是来捣乱的，连丹方都随意翻一遍。罢了，我们警惕一些，注意丹炉，别让它搞爆炸了。小鱼看好了，首先要将灵药进行淬炼，除去其中的杂质。好强的清火，这的温度太可怕了。这么高的温度，连晶体都能瞬间挥发了，
这灵药扔进去，岂不是直接化成灰了？不对，你看，灵药被包裹在火焰中，却毫发无损，药中的水汽被蒸发了出来，灵药开始融化。哥哥，你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聪明。第二步，将灵药精华放入丹炉，进行融合。第三步，分丹。第四步，成丹。第五步，开鼎收丹。才用1份灵药就做出了10颗养神丹，居然连1颗废丹都没有。最后一步，强化口感。哥哥，最后一步是做什么呀？这叫巧克力味养神丹，很美味的，下回给你试试。灵儿小姐，这是给你的。谢谢，孙悟空，你真的太厉害了。嘿嘿，我这个药童不错吧？何止不错，你都能当炼丹师了。打点成功，打点成功，80大炼值，获得80大炼值，80大炼值。哎，你们这儿的设备和灵药都挺齐全的，我给你炼个别的丹吧，对你渡劫有好处的。这猴子怎么会那么多东西？长老们，你们先行退下吧。好的。臭猴子，你还准备炼什么丹啊？哼，等我练好了你就知道了。竟然是丹云异象。小玉，那是什么？一旦丹药出炉时出现了丹云异象，那就是绝品级的丹药。绝品谈不上，不过也是好货。这下渡劫可谓是万事俱备了。太清避雷丹，我练好了。太清避雷丹，打点成功，打点成功，80大炼值，获得80大炼值，80大炼值。猴子，你快跟我过来。咋了？灵儿小姐，孙悟空，我们现在就启程去雷池，不能再等了。怎么了？不是明天才是雷劫祭祀吗？你能炼出太清避雷丹，着实出乎我的意料，我得感谢你。但是我族之中有叛徒，如果你能炼出此丹的信息被偷偷传出，不出数日，无数异族部落都会杀来。这么严重？那咱们现在就走吧。先和小七他们说一声。小七、小玉，我得和孙悟空先行前往雷池，今日之事千万不得让别人知晓。待明天雷劫祭祀正式开始，你们再和族人一同前来。知道了。传送阵能将我们送到雷池附近，省去许多功夫。站稳了。我们到了，怎么了？没有，只是觉得突然独处了，有点不适应。油嘴滑舌的，雷池要明早才会开放，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等候吧。对了，灵儿小姐，明天的雷劫祭祀我也想上去参加。你也想参加，但是你只是金丹期圆满，只能引来4、9天劫呀。4、9天劫不能参加雷劫祭祀吗？所有人都能参加，只是要到元婴期圆满才能够引来5、9天劫。你若是上台，怕会被他人耻笑。嗨，这无所谓啊，重在参与嘛。看不出来，你心性倒是平和。话说回来，灵儿小姐为什么要参加雷劫祭祀？我该怎么说呢？我们一族本就被人类所排斥，所以隐世生活在大山里。但是虎王不这么想，他们的部族认为，异族应该团结力量，向人类发起战争，抢夺更大的领地。人类国力强大，实力强劲的修士无数，发起战争必是死路一条。但认同虎王观念的异族不在少数，若是他夺得妖皇，那恐怕我天妖部族也得听命于他了。虎王与我实力相差无几，
我不能放任他当上妖皇，所以，我得夺得妖皇。原来如此，灵儿小姐，你也挺大压力啊。雷劫祭祀对我和我的族人都意义重大，孙悟空，你帮了我这么多忙，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都是举手之劳。若是灵儿小姐执意想报答我，那就答应我2件事吧。我能做到的，必尽力而为。你想我答应你什么？等我想好了再说吧。对了，夜深了，你饿不饿呀？我给你弄点吃的。你太客气了，我不饿。哟，快看，天妖部族的苏灵儿来了，想不到身边还带了只公猴子。这瘦猴啊，要遭老罪了。不必理会他们，外妖部族向来嘴欠，在这雷池法阵内无人能动手，否则会被雷池瞬间击杀。没事，我晚点再收拾他们。我们进去吧。警告！警告！伪装傀儡即将失效。什么情况？检测到宿主进入雷劫大阵，此阵会自动检测非异族真元力，并且清除。系统已自动将宿主真元力封禁，否则被雷阵检测到将瞬间被击杀。啊！那我岂不是成废人了？宿主还有杀人剑提供的30层力量加成。光力气大有什么用啊？灵儿小姐，在这里面不能动手的，对吧？是啊，体内真元力一旦运起，就会被雷池击杀的。那就好。哪来的老野？再不让开，小心我踩死你们！龙纹虎王，哼，苏狐狸，此届妖皇非我莫属，我劝你还是不要自讨没趣了。虎哥，要不我们将他就地拿下，岂不是省了许多功夫？弟弟不可，这雷池内不能动手，我会在雷劫祭祀上胜过他，名正言顺地成为异族的妖皇。好的，虎哥。我们走。装模作样，我们先去找个地方休整吧。孙悟空，这王也太强壮了，30倍力量怕是打不过他呀。哈哈，就在这里吧。天黑之后，雷劫祭祀才正式开始，晚点小七他们就会到。我们先休息吧。啊，给你避雷丹。谢谢。我炼化这太清避雷丹需要5个时辰，你也抓紧时间吧。好。哟哟哟，这不是天妖部族的苏灵儿吗？还真是呢。我牛妖部族都已经追随虎王，这次的雷劫祭祀不会上场了。我看你也别去丢人现眼了。这年头什么东西都敢来找茬了。哟，这还有只瘦干猴子呀！咦，说话这么臭，我看你没刷过牙吧？哦啊，抱歉，或许是因为你是吃屎长大的。你什么你呀？长得不知道是牛还是猪的玩意儿，亏你还能活到现在。我什么我？我要是你就立马原地去世，争取投胎当个猴子，样貌才华两开花。哎，看来我的话你是听进去了，我很欣慰呀。铁牛，铁牛，你为什么要在雷池里动手啊？我要弄死他！打脸成功，获得70点打脸值。好了，我也来炼化吧。宿主修为处于禁闭状态，炼化丹药速度减慢，预计要6个时辰。注意，宿主吞噬丹药过量，炼化过程将进入休眠状态。又吃多了，怎么这一幕有点似曾相识啊？小七被虎王的人抓去了，是怎么回事？大
先行离开村子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泄露了。我们来雷池的路上就被虎王的人截住了。他们要求大王你在雷池不稳的情况下第一个渡劫。卑鄙！小七，雷劫祭祀开始了。小玉，你帮忙看好孙悟空，他正在炼化丹药，暂时不能动弹。100年一次的雷劫祭祀终于开始了。嘿，不知道这一次谁会夺得妖皇的宝座啊？论实力，应该就是天妖不足与万妖不足的2位王。如果是我的话，必定不会第一个上场。雷池还不稳的情况下，会产生额外的冲击。哎，你们快看，苏灵儿先行上场了，他疯了吗？来吧。恭喜宿主成功炼化9枚太清地雷丹，药力已成功被5行灵根所吸收，激活太古5行绝密篇，冥王镇狱体。此乃太古5行绝密篇之一，需吸收金木水火土风雷冰8种灵气精华，以此淬炼肉身。8种灵气精华圆满方可大成，大成后撕破虚空，举手投足。这已经是第5道天雷了，只要再坚持1道，便可成功到应变期。可是雷池初开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来了！到此为止了。大王，我来助你。小玉，住手！雷池内不可以运气，动用真元力。相信你家大王，他没事的。大王，小玉，我没事，不用担心。什么？啊！第一个进行雷劫，居然能做到这一步！天妖不足苏灵儿引动6道雷劫，成功渡劫应变期。区区6道雷劫便无力再战，连勾动雷池都做不到。苏灵儿，这场雷劫祭祀你输了。虎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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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虎人气这么高啊！新妖皇的位置，非我莫属。虎王的实力比我想象中要强。卑微的雷击，再多来点吧。灵儿小姐，我听说雷池初开时威力太大，不适合渡劫。为什么你要第一个上场？太不利了。我们先行前来雷池的事情泄露了，虎王带人半路拦住了小七，他们用小七当人质威胁我，要求我第一个上场。若是平常威力的雷劫，我应该还有余力再勾动3座雷池才对。啊，这么阴险！这狗是虎王，我不扒下你一层皮，我就不姓徐。虎王扛下了第6道雷劫，现在苏灵儿持平了。但是虎王看起来游刃有余啊！这一届的妖王看来非虎王莫属了。虎王要引动下一波雷击了，如果成功，好臭！这是什么味道？我不要吐了！大王，你快看那儿，是孙悟空。哎，虎王，你渡劫多累啊！我给你煮点臭豆腐吃，对补充神魂力很有帮助的。二弟，把那猴子给我收拾掉！糟了，被这臭味所扰，雷云开始消退了。可恶！我要重新引动雷劫。雷云消退了，王似乎引不动雷击了。为什么都说臭啊？我闻着挺香的呀。虎王，你别折腾了，快过来吃点。他在雷池里动手了。哼！干扰我渡劫，找死！虽然有6道雷击，但我还能勾动雷池，比你苏灵儿更强。妖皇之位，本王唾手可得。哼，虎哥快要成功了。
我辛辛苦苦做的臭豆腐让你给毁了，臭不要脸！为什么在雷池内动手，却没有引起反噬？不，你仔细看，他们并没有运起真元力，而是单纯靠肉体在互搏。你说这猴子靠蛮力将万妖族的二当家给干趴下了，30倍力量的杀人剑，当我开玩笑的吗？喂，虎王，臭豆腐你不喜欢的话，我烤点别的给你吃吧。嘿嘿，渡劫这么累，补充一下体力吧。你居然，二虎，你，哇，烤好了，要吃吗？糟了，虎王的注意力被转移了，但是雷池已经被勾动起来了。我们最终只勾动了一座雷池，他的雷劫结束了。胜负已分，就算一座雷池也比苏灵儿强。雷劫祭祀结束了，妖皇是我的了。嚷嚷什么呢？你说结束就结束了吗？天妖部族孙悟空前来挑战雷劫祭祀。天妖部族孙悟空准备渡劫。这猴子居然想挑战雷劫，真是不自量力！区区金丹期，一粒之光竟敢与皓月争辉！赶紧退下吧！渡天劫可不是除点粪便就能成的。此地不会受到雷劫大阵检测，宿主可放心施展修为。很好，帮我解开封禁。熟悉的力量又回来了。系统，我的雷劫还有多久开始？距离宿主的天劫降临还有4个时辰。哎，太久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吗？宿主可以尝试对着老天打脸，加快雷劫速度，但是可能会增加天劫难度。打脸我没问题啊。二弟，你没事吧？虎哥，二弟，你还好吗？虎哥，他是故意让你转移注意力，导致雷劫失败。都怪我，居然被区区一只猴子偷袭。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只要还在，就什么都好说。那猴子开始雷劫，我暂时不能插手，等他下来，就是他的死期。虎哥，二弟，大王，猴子哥哥突然跑上雷池了。一旦开始渡劫，旁人是不得阻拦的，只能静观其变。话说我出生时，天空出现一片祥云，那一片云飘到我家屋后，幻化成了一个字。帅！于是我拼命的逃跑，逃到一座高山上。我质问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长大后，所有人都在疯狂的迷恋我，我一点自由都没有。我要反抗这个宿命，我不想靠着一张脸而什么都不做，这埋没了我的才华和人生的意义。因为我其实根本就不帅！我的妈呀，这还是渡劫吗？这是老天要杀人吧？太可怕了！这猴头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孙悟空只有金丹期，怎会引得如此天地变色？是我害了他，我不该带他来雷劫祭祀的。打脸成功，一共获得180点打脸值，恭喜宿主获得打脸增雷劈成就，奖励200点打脸值。由于宿主渡劫还要打脸，困难模式难度在此增加升级为地狱模式，请宿主一定要活下来。什么？打脸还遭雷劈？地狱模式？这个玩大了，这难度也太夸张了吧！可恶啊！快给我兑换一件魔抗装备！这是什么？女妖面纱，600点！不管了，快给我兑换！这猴子要遭殃了！嘿嘿嘿，我有女妖面纱抵挡雷劫，你奈我何？3道雷劫同时落下，这猴头怕是会瞬间灰飞烟灭。敢对老天爷出言不逊，真是不怕死啊！孙悟空，女妖面纱护盾效果结束，冷却时间1天，检测到雷霆之力。太古五行绝密篇冥王镇狱体激活，当前雷霆之力吸收1%。
女妖面纱破碎时，我还以为要完蛋了，差点忘了还有冥王镇玉体。这套秘篇法诀是需要吸收8种灵气，如今这雷劫正好是送上门来的福利呀！我没看错吧？他居然没死，不仅没死，看起来还毫发无损。才3道雷劫就想镇住我，最好是来几道9霄雷劫，才够我挠痒痒。快看，雷劫变了！劈又劈不死我，还磨叽那么久，太慢了。上古紫霄神雷，一种不该出现在这一世的雷劫。这是天罚呀！恐怕祭坛都不能承受这股神威吧？我们所有人都得陪葬！快跪下来祈天，否则我们族的圣地将会被消灭呀！哦，对，快祈天！老天爷，放过我们吧！这猴头无礼，但我们不认识他呀！齐天，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于天齐！4道天劫同时降临，完蛋了！龙腾9变，第9变，开！杀人剑与龙腾9变的加成，加上振奋铠甲与女妖面纱，这是我虚缺此时最巅峰的实力！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我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我要那诸佛烟消云散。恭喜宿主打脸成功，奖励300点打脸值。检测到雷霆之力冥王镇玉体，雷属性已累计吸收45%。加上这4道紫雷，本大圣已渡完7霄雷劫，还有2霄呢，拿来！什么情况？这个猴子居然没死！侥幸逃过4道紫雷，还敢对老天叫嚣！大王，猴子哥哥他没事，快看天上，雷云开始消散了，天劫要结束了。如此叫嚣，老天却退缩了。孙悟空，大王和虎王都拿下了6霄雷劫，但是猴子哥哥扛下了7霄。那妖皇之位岂不是？你别跑！9霄雷劫才给了7霄就想跑，没门儿！把最后2霄还给我！这猴子到底是何方神圣？还追着老天要第8霄，他咋不上天呢？这才对嘛！爽！喂，你就不能给齐了再跑啊？给我去死吧！炸天帮孙悟空，这下真的要炸天了！打脸成功，获得60点打脸值。恭喜宿主打了一个好脸，奖励200点打脸值。恭喜宿主渡劫成功，1个时辰后金丹转化为元婴，即可自动升级。还要1个时辰，怎么那么磨叽啊？警告！宿主接近雷池大阵，将会被检测出人类修为。宿主是否要再次封禁修为？封禁修为？我冥王镇玉体正朝吸收不足雷霆之力，这不正好送上门来吗？看我把这9座雷池全都吸干，冥王镇玉体应该就能圆满了吧？来吧，让我洗个雷霆澡！这猴子一下勾动了9座雷池，这下他要被电死了吧？检测到大量雷霆之力，冥王镇玉体将加倍运作。开启修复功能。检测到振奋铠甲被动效果，修复功能将加倍运作。我要控制不住体内的红火之力了！溢出的雷霆之力聚集在了我体外。检测到大量雷霆之力，冥王镇玉体雷属性已吸收
65%，检测到大量雷霆之力，冥王镇域体雷属性已吸收85%，检测到大量雷霆之力，冥王镇域体雷属性已吸收99%。有了体内的雷霆之力，尽力压缩。恭喜宿主，冥王镇域体雷属性吸收100%，已经饱和。恭喜宿主获得冥王镇域体8大法诀之一掌控雷电，只要宿主意念一动，方圆100里之内蕴含雷霆属性之万物皆能被宿主所控。好家伙，掌控雷电，我这是变成雷电法王了吗？检测到宿主成功领悟一门法诀，等阶暂时不明，请为法诀自定义一个名字。自创法诀？没想到啊，随便爆发了一下洪荒之力，就自创了一门法诀，叫螺旋丸雷切螺旋丸。哎呀，太没有新意了。我想到了，就叫豪塞雷。命名成功。你居然将雷池里的雷霆之力都吸收了！万一雷池没法恢复，我族日后该如何是好啊？太自私了！就算他渡的雷劫比虎王多，他也没资格当妖皇。谁在雷劫祭祀上得分最高，谁就是新妖皇，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雷池就算被吸光，100年之后便会恢复，你们别找借口了。新妖皇必属孙悟空。若是有人想破坏祖先的规矩，我倒是不介意再次清理门户。可恶！雷劫祭祀已经结束，雷阵不会再压制真元力了。苏灵儿已经成功渡劫应变期，除了虎王，这里没人是他的对手。可是我们效忠了虎王，不可能承认那猴子是新妖皇。灵儿小姐，不用劳烦你出手教训他们。不承认我是新妖皇很简单，我就打到你们认。猴头，你什么意思？想对我族出手吗？饶我渡劫还偷袭我虎地，区一个金丹期妄想与我作对。我以渡劫应变期，不是你玩弄几下闪电就能胜过我的。猴头的，请叫我大圣或者妖皇大人。吃我一招猴塞雷！曾经让我忌惮的应变期，我以金丹期之身便可只手碾压。待我升级至元婴期，什么火元国皇陵，我也是想进就进，易如反掌。龙纹虎王，妖王指证你失败了，连小小部族都摆不平，谈何跟随我攻击人界？妖兽领主，你听我解释。哼，又来了个什么家伙？我乃妖兽之王，妖兽领主，区金丹期就夺得妖皇之位，你们一族也太弱小了，毫无利用价值。小的们，把他们灭了吧，当做进攻人族的开胃菜吧。孩子，给我吃光他们！你居然是妖兽族的走狗！虎王劫持了苏小七，要求苏灵儿先行渡劫，还为了夺得妖皇之位投靠妖兽族，反而野火烧身。而现在妖兽族要对咱们赶尽杀绝，大伙好好想想，这就是你们要追随的妖皇吗？我是不会放弃你们的，我名正言顺夺得妖皇之位，就会对异族负起责任。妖兽族的小喽啰，以为靠数量就能胜过我？冥王镇域体之力操控雷电，雷劫大阵，排除外族，为我所用。一族传承万年的雷劫大阵，雷劫祭祀已经结束了，为何他还能启动？妖兽族没有再进攻了，有雷劫大阵的保护，他们是没办法突破的。灵儿，你想干什么？小七，你没事吧？姐姐，我没事，但是妖兽族要怎么应付啊？暂时有孙悟空唤动雷劫大阵，他们无法攻入雷池。我们在这里是安全的，但是雷劫大阵是被动性阵法，如果妖兽一直耗在外面，我们也没有办法主动出击。若是能够直接解决妖兽领主就好办了。妖兽们都听命于他，但是他有应变期2层的实力。应变期2层？
待我扩大雷阵范围，就电死你们这帮畜生！又是你这个畜生！糟了，雷劫大阵的操控中断了。二弟，你胡哥，一族已经完了，不可能胜过妖兽族的。我主动从内部破坏阵法，妖兽领主，可否放我两兄弟一条生路？识时务者为俊杰，龙纹虎族兄弟可加入我妖兽族。小的们，接着进攻！雷劫大阵消失了，妖兽大军又攻过来了，快逃！不要慌，单只妖兽战斗力并不高，大家团结起来。开什么玩笑！登基第一天就想灭我全族，有问过我手中的猴赛雷愿不愿意吗？冷却时间结束，宿主成功渡劫元婴期。二弟，快躲开！胡哥，二弟，不要伤心，一定要活下去啊！胡哥！哎，打住！你俩演什么苦情戏呢？老子已经升级至元婴期，一发猴赛雷你俩都得死，好吧？击杀元婴期一族，获得50万经验值与储物戒；击杀婴变期一族，获得100万经验值与储物戒。升级，目前修为元婴期3层。灵儿小姐还有大家都辛苦了，都往后稍稍，让我来吧。操控雷劫大阵的雷霆之力，增幅雷劫大阵的覆盖范围，然后一发送你们上西天。击杀129只筑基期妖兽，获得158万2000点经验值；获得60万经验单期妖兽，获得15万经验值与3枚金丹。斧头，你惹怒我了，我要亲手将你撕成碎片。我叫齐天大圣孙悟空。斧头，我乃婴变期2层，你只有元婴期3层的实力。你可知道这代表了什么？是虐杀！你侥幸击杀的虎王只是刚渡劫婴变期，对于真正的婴变期来说，他就如同婴儿一般脆弱。准备迎接死亡吧！打就打，哪那么多废话？孙悟空小心，那是他的本命法器妖兽脚。死到临头还嘴硬，决定是你了，猴赛雷！你完全抵挡不住！喂，猴子！放心，我没事。哦，不愧是真正的婴变期，攻击力太过霸道，雷霆之力无法阻挡他的法器。若是被他拉开距离，我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还会波及其他异族。待和他拉近距离，才能找到机会。这法器一直纠缠我，我实在没有办法摆脱他。杀老孙一棒！终究是赝品金箍棒，抵挡不了婴变期的法器攻击啊！还是得靠自己拆这家伙。臭猴子，你跟他的法器折腾什么呢？直接上啊！我也知道啊，但是没机会冲过去啊。可恶，虽然能用3000雷动暂时在空中快速移动，但是还是比不上真正的翅膀啊！而且3000雷动是门法诀，只能作为爆发手段，不能长久的使用。猴子，你千方百计想突破我的法阵，可知我的肉体强度是你的1000万倍。有时候，我觉得修为低会让原本处于优势的敌人粗心大意，露出致命的破绽，反而是好处。什么意思？你觉得你有可能伤到我吗？我不但能伤到你，我还能杀了你！死吧！没用的，猴头，你的雷霆之力只能给我挠痒痒，用尽全力也不可能伤我1分1毫。我知道，所以我根本没想用猴赛雷伤你，但是只要让我接近你。等等，这连环蕴含的破坏力为何如此惊人？我一身婴变期的修为，居然被人轰突！哇！
击杀鹰变期妖兽，获得150万经验值与储物件。升级，目前修为元婴期7层。由于宿主第一次击杀鹰变期妖兽，奖励神秘大礼包。孙悟空将鹰变期2层的妖兽领主击杀了。我再问你们一次，我孙悟空获得雷劫祭祀第1名，成为一族妖皇，谁有异议？新任妖皇孙悟空，吾等没有异议。一族妖皇，千秋万代。千秋万代就不用了，但是我得在这里立一些规矩。首先要声明一点，妖皇的命令，谁都不能反抗。消耗10点打脸值，兑换纯金皇冠1顶。堂堂一族妖皇，连个传承的物件都没，太简陋了。我宣布，这顶皇冠成为妖皇的象征，见皇冠如见妖皇。孙悟空，我宣布，我孙悟空自愿放弃妖皇的权利，新任妖皇是天耀部族苏灵儿。我孙悟空自愿放弃妖皇的权利，新任妖皇是天耀部族苏灵儿。你怎么能够让出辛苦迎来的妖皇之位？我不能戴上这个皇冠。别低头，皇冠会掉。还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我，会无条件帮助我2件事吗？替我成为新任妖皇，就是答应我的第1件事。但是雷劫祭祀的获胜者是你，按照传统，规矩都是人定的。我是妖皇，我说传给你就传给你。我从小就游历四方，对于如何治国完全不在行。这妖皇我实在当不来，大家都希望你来领导。加上你不是反对虎王的政策吗？现在你是妖皇了，大家能安稳的生活了。孙悟空，这样说的话，现在我是妖皇了。我把皇冠传给你，你也不能拒绝。我开玩笑的，我会好好领导人民的。啊，对了，当初你让我答应你的第2件事是什么呀？渡劫也完成了，我也该前往火元国干正事了。灵儿小姐，妖皇交给你，我也就放心的离去了。虽然很不舍，但是以我的性子，是无法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的。怎么会？你这就要离开异族了吗？我此趟前来，便是想见识一下雷劫祭祀，所以关于你答应我的第2件事，上次我们一起吃过饭了，下次见面，我们一起喝一杯吧。好呀。瘦猴子，你要走了吗？猴子哥哥，为什么你不待久点呀？我才不会想你呢，赶紧走吧。猴子哥哥，我会想你的。我也是。我有空就会回来看你们的。这里赶到火元国是一段遥远的路程了。哎呀，看看系统之前送的神秘大礼包里有什么好东西。上次得到神秘大礼包是击杀了阴鬼门门主，属于第1次击杀元婴期强者。礼包送了我骨灵冷火，是我纵横仙界的资本。赶紧打开神秘大礼包吧！恭喜宿主获得唐诗300首1本，恭喜宿主获得异火排名榜第6的八荒破灭焰。八荒破灭焰，八荒破灭焰来自斗破苍穹中炎族拥有的最高级异火，被炎族历代掌控者注入了不可磨灭的灵魂印记，可化为一对庞大的火焰双翼，增添飞行速度。唐诗300首，非卖品，流传甚广的唐诗选集，习得后可记忆各大诗人的大作。别整那么多有的没的，快把八荒破灭焰收入体内。嘿嘿嘿嘿嘿，我梦寐以求的翅膀终于得手了！有了这双翅膀，极大的增加了我的移动速度，任着大陆如何辽阔，再也困不住我翱翔天地！哈哈哈哈哈哈！火元国，我来啦！飞了1天1夜，就已经到达皇城了。
本想直接杀进皇宫，将那火皇老儿打个屁滚尿流，但好歹他也是鹰变第7层的强者，火源国内无人是他的对手。敌人在明，我在暗，这是绝佳的优势。我得混进皇城内打听一下最近的局势。还有，炎阳公主和紫萱，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帮我搞到皇陵的地图，又或者已经出卖我了。哎，这位兄台，你没有金帖就别排队了，大家都想进去呢。无金帖者可到此排队答题闯关，成功者可参与宴会。哎，兄弟，这里这么热闹，是在做什么？兄台是外地人吧？火皇面向全国，新招驸马爷呢，必须参加文试与武试才有资格评选。这文试啊，便是在雅夫人这里举行。啊？我怎么记得驸马爷是一位名为徐缺的帅气天才少年啊？为何召见？你有所不知，前段时间火皇昭告天下，驸马于1年前因病去世了。大家为了能够当上新的驸马爷，都来这里挤破头了。这无耻的狗皇帝！兄弟，再问你一件事，你认得我吗？兄台长相平平无奇，倒是第一次见你。那就好，看来炎阳没有在皇城通缉我。哎，快看，有飞机！什么？使用伪装傀儡成功，成功隐藏修为至筑基期。刚才那位兄台呢？刚才那位兄台呢？什么兄台？我乃炸天帮李白，还问兄弟如何称呼？在下唐柳峰，是东城书院的学子。李白兄也是来参加宴会的吗？在下刚到皇城，看着热闹就过来瞧瞧，烦请堂兄带我见识一二。没问题，我也是单独一人来参加宴会。那我们进去再说。哎，李白兄稍等，你刚到皇城，可有雅夫人颁发的金帖？啥？还要请帖才能进去啊？这是雅夫人多年来的规矩。若是没有金帖的话，可参加那边的问答环节，只要通关便可获得宴会资格。只是，已经很多年没人成功了。没人成功，正好，这个脸我打定了。走，堂兄，我们去答题。慢点，慢点。两位公子，入宴还请排队呢。小妹妹，时间就是生命，在下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排队上，特来答题通关。您确定要闯关吗？正是。今日闯关问答由雅夫人亲自出题，公子可自行接榜答题，但每道题限时10息之间。答题闯关正式开始。雅夫人别院的锣声响了，这是有人要答题闯关了吗？哎，快去看看！自从1年前明圣书院的莫公子失败了之后，就再也没人闯过关了。莫公子可是明圣书院4大才子之一啊！1年前他第3个问题差了2息时间，实在可惜了。走去看看。这位公子，请开始吧。怎么是那个白衣少年闯题关啊？此人如此面生，不像是我皇城中人啊！快看，他竟然是跟东城书院的人在一起啊！难道是东城书院的学子？他们也有胆子闯题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堂兄别理他们，待会儿他们就会闭嘴了。假如1个人吃1碗饭需要1刻钟，那么8个人吃8碗饭需要多少时间呢？好高深的题目，这不是脑筋急转弯吗？这题我会，1碗饭1刻钟，8碗饭便是8刻钟，显然是想考验我们算术的加减能力。太简单了，早知道我也去闯一闯。公子，实习时间快到了，请尽快在木匾上写出答案。答案就是1刻钟。怎么会是1刻钟啊，白痴！我无语了，就这点智商，哪来的自信闯题关啊？李兄，你这答案不对呀。小妹妹，告诉他们正确答案吧。恭喜公子，回答正确。此题答案正是1刻钟。什么？果然，老天爷将智慧洒满了人间，唯独你们这些家伙撑了把伞。来，开始第2题吧。就你们这群人的智商，还敢瞧不起东城书院？打脸成功，奖励150点打脸值。
一次考试中，有2名书生交了一模一样的考卷，主考官发现后，并没有认为他们在作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应该是考官被收买了。这肯定是被收买了呀！因为交的都是白卷。恭喜公子，回答正确。雅夫人，外面有位公子答题闯关，已经答对2题了，而且他看完题目立马就能作答，丝毫没有困扰。哦，这些题目都是我今日才写下，答案也只有小莲知道。哦，对了，那人还问现场的才子们，为什么他长得那么帅，还那么聪明？这世界怕是再也没人能难得住他了。看来是个有意思的小家伙呀，我亲自去会会他。可以动用法诀的情况下，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将冰变成水？冰变成水，这自然得用火诀啊！唉，这都是什么3岁小孩题目？这是答不出来，然后恼羞成怒了。你们快看，这样也行吗？恭喜这位公子，答题关已全部回答完毕。居然闯关成功了，这连4大才子都没办法做到啊！本宫今日算是大开眼界了，很不错，少年，你的天资比许多人都卓越，但本宫从未在皇城见过你，说说看吧，你是什么来历？雅夫人居然露面了，以前可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夫人问我的来历，看来是想听我的故事。不错。抱歉，我的人生没有故事，唯有帅字贯穿一生。公子这回答倒是与众不同啊，不知公子如何称呼？在下炸天帮李白，乃是北清的学子。炸天帮是什么？真是个有趣的人。李公子，既然3道题关已过，不如继续下一关吧。轮到你出一题，10息之内无人答对，便算你赢。轮到我出题，看我不玩死你们！哼，那在下便开始了。诸位今日来参加宴会，若是雅夫人给各位的金帖不小心掉了，请问该怎么办？金帖掉了，这是什么奇怪的问题啊？金帖掉了，那只能自认倒霉回家了。雅夫人如此大度，掉了也能找雅夫人再拿一张吧？哎，不对，这题有陷阱，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像他一般来闯题关才对。没错，就是这个答案。你输了，金帖掉了，答案就是闯题关。没错。李公子怎么会问出如此简单的题目？唉，你们这智商，还好意思说闯题关？金帖掉了，捡起来不就行了？啊！我竟无言以对。恭喜宿主打脸成功，奖励200点打脸值。李公子，从今日起，你便是本宫的座上贵宾了，请进。啊，那是名胜书院4大才子之一，有着狮王之称的莫公子。他旁边那位，竟然是名胜书院4大才子之首的赵公子。没想到雅夫人连他俩都请来了，这下我们在宴会上定然可以见识到2位天才的高学才华。李公子，这2位的才华可一点都不在你之下哦。唉，想不到雅夫人也是这样的人。什么意思？夫人，我希望你不要用世俗人的眼光看待我。在下并非靠脸吃饭之人，我知道我的才华都被这张帅脸抢去了太多风头，但终有一日，我还是会让世人看见我真正的才华的。堂兄，我们先行一步吧。这个小家伙当真是有趣呢。待会儿宴会之上，倒是真想看看你们3人中谁的文采更胜一筹。
公子，这边请。话说，你们这地方很高雅呀，正适合我。公子，请入座。哎，这是谁？你见过吗？没见过，或许是今年刚入宴的新人吧。李白兄，我这第一次进来雅夫人的宴会，好紧张啊！淡定，这些所谓才子不过是些书呆子而已。莫公子、赵公子，这边请。什么？两位大才子来了？莫公子、赵公子，久仰大名啊！今日能与两位大才子相聚一堂，实在是在下的荣幸啊！虽说四大才子名声在外，但未免也太会拍马屁了吧？谢谢各位。对了，雅夫人，我听闻有一位公子闯过了提关，不知他在何处？什么？有人破了提关？哎，李白兄，你可得小心了。这莫公子啊，1年前破不了题，怀恨在心，他肯定想找你麻烦。难道莫公子认识他？不认识，但是不少同窗都跟我说，他方才在外面借用些小聪明戏耍众人，所以我想问问这位李白兄，是否太过分了？你若真觉得自己才华横溢，那在下倒想跟你讨教一下诗词之道。这莫公子要与那李白诗词对决，感谢莫公子为我们讨回公道，李白就是他。唉，我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成寂寥难堪也。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随便便挑战的，否则我会忙死的。阿猫阿狗？莫公子乃是名胜书院4大才子之一，将来入朝百官，定然飞黄腾达，身居高位呀！这个李白竟然说莫公子是阿猫阿狗，这简直狂妄至极！打脸成功，获得100点打脸值。哎呀，真是火药味十足啊！诸位，既然相聚于此，本宫希望今日只谈诗词歌赋，以诗会友。各位意下如何？还请各位学子落座吧。雅夫人说的是，文人学子以宽容为美德，不应咄咄逼人。今日我们只谈诗词歌赋。既然雅夫人这么说，那在下也就不与登徒浪子诸多计较了。恰好逢春，外面乌云密布，也许今年的第一场春雨会在今日降临，不如就以春雨为题，如何？春雨，行。题材刚出，莫公子竟立刻可以作诗，如此才华，不愧为诗王。春雨细如尘，楼外柳黄湿，风约绣帘去，透窗纱寒碧。好诗，好诗啊！且是诗不成诗。果然名不虚传莫公子此诗真乃经典绝句啊！哎呀啊，失礼失礼，这能叫绝句？你在逗我吧？怎么？莫非李兄是看不起在下这首诗吗？还行还行，也谈不上什么看不起。抱歉啊，莫公子，我并不是针对你，我是想说，诗不成诗，在我眼里实在不够看呢。在下并不会10步写1首诗，在下只会10步写10首诗。10步10首诗，如此狂妄跟荒诞的话，你竟敢拿来开玩笑？未免太过目中无人了。终究是个笑话。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雅夫人，在下献丑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5言诗，而且4句全是绝句，每一句都比莫公子的要高明。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竟然是首七言律诗，而且又是绝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大明湖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7、8个星天外，2、3点雨山前。这雨出生于天，死于大地，中间的过程便是人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场雨，不看天，不看地，也不看雨，而是这场雨的一生。这便是生死。想不到仅仅一场雨，李兄竟能从中感悟天地，说出如此有深意的话来。看来我们都错怪李兄了。虽然他看上去放荡不羁，可能就是他的真性情啊。实际上，他也确实是个有才华之人。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此前我不懂他，现在我想我懂了。那10首诗全都是经世之作，我一点瑕疵都找不到。这场较量，我彻底输了。10部10首诗，这等荒诞之事不可能是真的。此人可能是早已创作了这些诗词，今天正好拿出来罢了。又或者，那些诗词并非他所创，只是他不知从何处所得而已。诸位莫要被骗了。倘若那些诗词是他人所创，又如此经典，为何我们从未听说过呢？我们都没有证据，不能靠自己的臆想就去否定李兄的创作。是啊，诸位无需再争辩了。我们今日只是一场宴会，以诗会友，并非以人会友。无论那些诗词是否为李公子所作，我们都没有必要去考究。既然是诗会，那便欣赏诗词即可。诸位认为呢？雅夫人说得对。既然如此，那么宴会继续。在座还有谁有诗词想拿出来鉴赏吗？李白那10首诗镇场之后，哪里还有人再敢出来献丑啊？当晚，徐缺酒足饭饱后，找了一处客栈下榻。却不知，炸天帮李白的名声，一夜之间传遍了皇城。打脸成功！打脸成功！怎么那么吵啊？你看，那就是李白！快看，李白出来了！什么情况？在宿主睡觉的这段时间，一共收到了8753点打脸值。什么？这打脸值涨的，真是做梦都能笑醒啊！哼，今天要举行驸马的武士，我没空陪你们玩了，拜拜。驸马武士报名在此处排队，都别急，一个个报名。Hello， 十位大哥，跟你说件事啊，排队的人太多了，请问我能插队吗？什么？开什么玩笑！速速退下！
否则当场斩杀你！喂喂，我们都是辛辛苦苦排了2天2夜的队，插队的滚开好吗？哎呀，侍卫大哥，你看看，这是雅夫人的信物，能够给我通融一下吗？雅夫人，嗨，您说什么通融啊？阁下能持有此物，必定是雅夫人的贵客，快请进。皇帝，没想到我回来了吧？圣旨到！奉天承运，火皇诏曰：天下天骄才子无数，唯有文武双全之人，才能成为我火元国驸马。在此将举行驸马招聘之武艺试炼，请诸位自行排队进场。阵法会随机匹配合适的对手，但规则有3。必须3战全胜，每一战必须更换武器，不可伤及对手性命。只有通过武艺试炼的人，才有资格进入下一场的殿试，一睹火皇尊容。我宣布，武艺试炼正式开始。第1战，张三短剑对李四口刀，连金丹期都没几个，都是些乌合之辈。阁下，请问有见过炸天帮李白吗？谁在找我？唐柳风，这货怎么也跑来武士了？我还是不要轻易暴露身份的好。我乃是炸天帮叶良辰，不知阁下找我李白兄何事？你也是炸天帮之人，是关于雅夫人的事情。雅夫人？我不能就这么告诉你，除非你证明你真的是炸天帮之人。哎呀，好了，你看清楚我是谁。李白兄，你为何如此装束？哎，没时间跟你解释了，赶紧说雅夫人发生什么事情了。昨晚火皇召见了雅夫人，后来不知怎么的，将大明湖别院整个封锁起来了。雅夫人的一名书童正好碰见了我，他想让我传话于你。雅夫人说了什么？他说救我。什么？李兄，你可得小心呐！雅夫人恐怕对你动了心意，被火皇发现才将她软禁了。雅夫人遵从先皇遗命，为火神守节，此生必须保持纯元之体，一旦违背，便会让整个火元国失去火神的庇佑。对啊，所以李白兄，你可千万当心呐！淡定点，雅夫人只是被软禁，火皇不可能对她有性命威胁。我先与火皇玩上2手，看看他有何手段。玩？想必火皇现在很着急，想抓到炸天帮李白吧？敢动摇雅夫人，那就是跟整个火元国作对。火皇必定要对我杀之而后快。李白兄，不如先出城暂避锋芒吧。若是被火皇得知你在此，怕是插翅难飞啊！离开？不，新老旧账我可得一并跟火皇算了。让我下一位参赛者上前来，好好给他来个惊喜吧。38号比武场，长枪礼服局对阵叶良辰，空手。只懂得使1、2种武器，只好留到后边再用。抱歉，第1场就遇上我，算你倒霉。受叶良辰第1战胜。启禀皇上，武士的进程已经过半了。有一名叫叶良辰的考生，凭筑基期与赤手空拳连胜3场，资质不错。赤手空拳？那叶良辰自称是本地人，并且他也是炸天帮之人。炸天帮？又是炸天帮？此帮派突然出现在京城之中，为何此前从未听人提起？严阳、子轩，你2人可知晓些什么？我也从未听说过。炸天帮叶良辰肯定又是虚缺假扮的。过了那么久，他终于来到了皇城了。我们服下了虚缺的毒丹，没有办法向火皇透露他的真实身份。有意思，
莫名出现的神秘帮派，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走，陪朕出去一探究竟。公主，我们怎么办呀？终究要面临这一步的。他只不过想要皇陵的地图，我们给他便是。叶良辰第3战胜。李白兄，没想到你打架这么生猛。小意思。火皇驾到！火皇为啥会出现在这里？哼，来得正好。火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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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看那边，这股气势。胖子，看见火皇陛下还不下跪，化为灰烬吧！无礼之徒！皇城将领全是元婴期修为，他不可能挡下这一招的。什么？筑基期能够挡下李将军的一击？小子，你是谁？是谁？伪装傀儡效果解除，境界封印效果解除。李白兄，元婴期7层。我是谁？我是你虚缺爷爷！驸马招骗，可笑至极！本驸马爷就在此。此处耳目众多，徐缺一番言论，怕会对陛下名声产生影响。他的目的是皇陵地图，为何要正面与父皇对决？父皇他一定会。徐缺，是他？他居然没死！不能让众人听信他的话。李将军，胡言乱语的贼人，给我拿下！是。只要杀了徐缺，就没人会相信他是驸马。狗皇帝，你可真贴心啊，还给你送经验了。消耗1200点打脸值兑换美甲的窃魂卷，击杀敌人可获得荣耀，使法诀威力翻倍，最高30层。什么？击杀元婴期强者，目前荣耀28层。真正的驸马早在1年前病逝，乃朕亲手埋葬。你竟敢假冒驸马，妖言惑众，死不足惜！火焰组成的翅膀。父皇帝，别以为应变期就能为所欲为，遇到了我，你今日就得栽在这里了。他自称是驸马，可驸马徐缺不是已经死了吗？火皇否认了他，应该是假的吧？他明明被父皇夺取了天火灵根，为何还会有如此高深的修为？如此诱人的火焰，若是被朕所得，快呼叫！美甲的窃魂器成功累计30层荣耀，当前法诀威力加成30倍。贼人是不可能伤到朕的，束手就擒。朕考虑赏你一条全尸。别废话！徐缺，朕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活下来的，但是你选择上门来找死，那就只好再送你死一次了。啊！不见了！好快！古灵能火燃烧起来了。狗皇帝，这下你玩完了！什么？冰属性的火焰还真稀奇。很可惜，朕贵为火元国之皇，论操控火焰，你远不是朕的对手。朕在想，就这么杀了你，也太过无趣了。近日朕得到了些小玩具，正好用来实验。来，让你瞧瞧朕的神威充能炮。什么？这是我送给苏掌门的神威炮？狗皇帝，你在哪儿得来的这些神威炮？从何得来？
恐怕朕无需与你这欺世诈众之辈交代吧？我欺世诈众？今日如此多的群众在场，我就揭开你的老底。我年幼时因拥有千年难得一遇的独特灵根，被这火皇召为驸马。待我修炼至金丹期，他便将我的浑身修为与灵根天赋一并夺走，然后处死了我。哼！只是他没有想到，我居然没有死。今日他又新召驸马，定然是想找下一个受害者。狗皇帝，我说的对吗？李白兄，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说实话，我也觉得袁驸马死得很蹊跷。那人来路不明，怎么能信他的话？父皇是备受尊敬的火元国之皇，徐缺只是一个无名无姓的外来者，民众是不会相信他的。神威炮，开炮！父皇根本不屑于回答他，这神威炮的威力我见识过，徐缺不可能防得住的。狗皇帝，你可知道这神威炮是谁造的吗？怎么会这样？小子，朕怒了！你浪费朕太多时间了，给朕去死吧！红颜，哟，好像放了个不得了的大招啊！礼尚往来，我也送你个最近刚学会的技能，来尝尝我的三色火莲。去吧，三色火莲！不愧是火元国之皇，就算是三色火莲的火焰，也无法对他造成伤害吗？再花哨的火焰也是火焰，便无法威胁到朕。红颜！切，狗皇帝，招式喊得再大声，打不中也是扯淡。狗皇帝的优势是强大的攻击力与防御力，但他速度不快，我有翅膀与3000雷动的加成，他是无法追上我的。火焰攻击对你无效是吗？那好，谁敢前来？龙颜！惊人的速度，在火焰之间躲了过去。狗皇帝，30倍威力的猴塞雷，给你尝尝。为何他的天火灵根能使用雷电之力？大意了，躲不开！徐缺，陛下对你可是有知遇之恩，大庭广众之下，为何出手相向？什么？小子，战斗中往哪儿看呢？3000雷动！居然让你躲开了，那双翅膀着实让人着迷。我真是大意了，要不是有女妖面纱和振奋铠甲，这一拳差点把我打死。还有，那个女人是谁？为何会让人有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我与她相识多年，不是共度多年。我想起来了，这种感觉，难怪如此熟悉。你是炎阳，但为何？能够再次与驸马相见，臣妾稍稍有些高兴呢。毕竟虽然是奉陛下之命，但终究我们是有夫妻之实的呀。臣妾焕妃见过驸马爷。焕妃，我明白了，狗皇帝，你这个死变态，你居然让你的妃子假扮炎阳当我老婆！宁愿戴绿帽也不想嫁女儿，你还是人吗？那女人是谁啊？距离太远了，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呀。戴绿帽，他说的是真的吗？笑话，别把朕与庶民混为一谈。朕后宫佳丽3000，女人不过是朕的物品，能够被朕所用，便是他们的意义宿命。朕向在场的子民宣告，不用听信那贼人的胡言乱语。原来的驸马英年早逝，炎阳公主乃是冰清玉洁之身。现在就来进行殿试，谁能拿下那贼人，就能荣升驸马。胡言乱语，
狗皇帝，我来告诉你什么叫胡言乱语。不如问问你的宝贝女儿，还是不是你所谓的冰清玉洁？什么？哼！炎阳，他说的可是真的？父皇，陛下，当时是形势所迫，公主也不想的。可恶！可恶！朕要将你碎尸万段！狗皇帝恼羞成怒了呀！你的龙炎威力虽大，可惜速度太慢了。闭嘴！哟，数量真多，狗皇帝功力深厚啊！哼，吃我一发猴塞雷！真是难缠。得与狗皇帝拉开距离，保持速度优势，寻找机会，再一口气收拾他。驸马爷，别飞来飞去的，多累啊！你下来给陛下道个歉，兴许陛下能够饶你一命呢。烦死了！去死吧！小子，休想伤我幻妃！陛下如此保护臣妾，臣妾太感动了。这对狗男女，不得不承认，狗皇帝你实力确实强大。我徐阙闯大陆所遇见的敌人，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有些吃力的。不过，你想不想知道，被夺取了天火灵根，为何我还能修炼到如此地步？哦，因为我的师傅是段九德。什么？段九德？是那位？怎么可能？你居然！狗皇帝上当了吧？给老子玩聊天柳，回敬你一波！可恶！陛下！掩护踢！幻妃，幻妃，可恶啊！可恶啊！父皇，你这是……警告！警告！敌人正凝聚帝皇之气，实力将会提升至炼虚期1层。结合宿主目前的修为与法器，本系统建议宿主立刻逃命。炼虚期，没想到他还藏了一手，这打不过啊！检测到进度34%、47%。许阙，地图，这是答应给你的火元国皇陵地图。至于水源国的，我再想办法。尽快！狗皇帝，我刚才思考了一下，我觉得我们不该这么意气用事。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今日吊打了你那么久，你身为一国之君也是要脸面的。哎呀，我正好有点尿急啊，就先走了啊，下次再见啦，拜拜。什么？你给我回来！对了，临走前送你们些礼物，不用谢我。好臭啊！这变态临走前还扔屎！不，那不是屎，我在天香谷见过此物，那是臭豆腐，吃下之后能够提升神魂力的宝贝啊！真的假的？我试试。好好吃，太美味了，而且我的神魂力突然暴涨。别急，这块是我的，都滚开，这是我的！可恶的小子，居然让他给溜了。不过他们说补充神魂力，是真的吗？正好朕的神魂力增长到了瓶颈，若是有所突破的话，为何感觉有些苦涩？神魂力也毫无波动啊！这股气味……陛下，我精通妖兽生物学，那是猎蛊狐臭的粪便，不能吃的。你徐阙！哇塞，
在皇城戏弄了一番火黄，居然收到了2000多大炼值，杀了那么多元婴期的将领，境界也达到了元婴期8层，哼，很快就能突破至婴变期了。皇陵的路线，系统，帮我计算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进去。系统无法计算准确路线，宿主必须升级本系统至 3.0 版本。升级成功后进行突破。5000大炼值，唉，最近勉强存下了1万点左右的大炼值，这一下就得去一大半啊！可这火元国皇陵绝非一般法子能进去的。为了早日复活小柔，进入皇陵是最重要的一步。区区5000大炼值算什么？升级！升级成功，解锁新商品——专业记忆传承。记忆传承，这可是好东西啊！兑换记忆比兑换装备可厉害多了，就是有点肉疼。兑换，成功兑换，专业记忆消耗2000大炼值。成功兑换专业记忆，消耗2000大炼值。这是你二人加入我搬山派，不会擅长炼器炼药，不擅长与人对战，但能学会一门老祖宗的技术。许多修士的墓都得请我们出手寻找风水宝地。要说这风水宝地之术，普天之下唯有我搬山派敢称第一。不过有些墓就算拥有再好的技术与修为，也是万万不能下的。弟子谨遵师父教诲。比如眼前这座火元国皇陵，今日为师带你们前来，就是让你们亲眼看看这座神秘的古墓。总算找到火元国的皇陵了。哎，怎么有人？这四周的阵法禁制十分古怪，会限制人的修为。无论使用何种法诀，都无法破坏这阵法。哦，若不依靠修为，仅用人力挖掘此墓，起码得挖个7天7夜。这么长时间，一定会被官兵发现。能够建造此皇陵者，必定是位强大的存在呀！谁？闲杂人等都让开！你这家伙疯了吗？这可是火元国皇陵！道友，你认真的？别进去呀！此阵压制修为，就算你有元婴期8层，进去也是肉体凡胎。浑身的修为突然被封印了，而且这场景……哼，障眼法，八卦星。寻常人被封印了修为，遇到这场面肯定吓死。好一句寻龙口诀！此世间阵法不离阴阳八卦，但变化多端。此人显然是个高手。师傅，那他岂不是能顺利下墓？不，他破的只是外围阵法，接下来还有一道难关，那就是这座山的山体。修为被封印，只凭肉身是无法挖穿的。他突破了外围阵法，想必守卫很快就会赶过来了。这压制修为的阵法，真的无人能破吗？在阵内，只要运起真元力，就会被阵法吸收，反而加强阵法。除非境界比这皇陵的创造者更加强大，但那得炼虚期或者合体期了吧？快看，他往上走了！就是这里了。系统，挖山的道具有什么好东西推荐的？由于系统已升级至 3.0 版本，加入了新的商品，此物只需500点打脸值，兑换1天使用权限。这都有？出来吧，挖掘机！那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强啊！嘿嘿嘿，只需10分钟，我就能挖穿这山。启动！喂，系统，这玩意儿怎么开来着
宿主可购买蓝翔挖掘机技术，只需100点打脸值。还搞2次消费啊！真是奸商！哼！我现在就是挖掘之神附体，冲啊！此物居然不用真元力便可催动，而且速度奇快，山体就要被他挖穿了。啊！那是皇灵的墙体，此墙坚硬无比，他似乎无法洞穿。挖不穿？开玩笑！杀人剑，30倍力量的杀人剑，赋予在挖掘机上，这便是30倍挖掘机力！穿了，穿了！哎，那边的，辛苦你解说那么久，一起下墓吗？不了，老夫只是带弟子出来参观参观。不过还问道友尊姓大名？在下炸天帮之蓝翔技校。炸天帮？打脸成功，获得100点打脸值。哎，修为的压制没有了。我看看啊，这地图好复杂呀。这边吗？好的。这墨玉是那老头送我的，怎么突然有反应了？为何你又回来了？为何你还不放过我？谁？什么声音啊？你还要怎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闭嘴！烦死了！要怎样怎样？你以为你是歌手啊？累到你了！我错了，你别打我。你不是说你离开就不再回来了吗？你为何又回来了？你是魂魄，为何会认识我？您的气息，我怎么会认错呢？数百年来，只有您一人活着进来并离开。但您不是说得到了夜光杯就不会再来了吗？是这块墨玉散发出那臭老头的气息。既然你能认出我，那就好办了。老规矩，帮我办几件事，就不打扰你了。好的。正好让他给我带个路。你这魂魄是如何在皇陵里活下来的？前辈，我也不清楚。你在这墓里这么多年，想必对这儿的地势非常熟悉了吧？是的。前辈又想找什么宝物吗？宝物？历代皇帝都埋葬于此，那想必是有非常多的宝贝吧？那些皇帝可都是狠人呢，您还是不要招惹他们比较好。啊？你的意思是，那些皇帝的魂魄也在墓中？是，不过这些魂魄经过了太久的岁月，神智都已经磨灭了。切，怎么着？我还怕他们不成？走。前辈，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禁制，可不能随便硬闯。有许多魂魄想要硬闯，然后灰飞烟灭了。依靠记忆传承倒是也能破解，只不过比较繁琐。还有更简单的法子吗？本系统提供代破解服务，此禁制需要50点打脸值。好，给我破！破解成功。前辈，你真厉害啊！洒水了。打脸成功，获得50点打脸值。天哪，这里究竟埋葬了多少人？或许我的肉身也埋葬在这里。不，你说的压根儿不是重点，重要的是，系统，棺材你回不回收啊？此棺属于上等品，可回收为电气精华。真的吗？回收，全部给我回收！我要将这皇陵回收个一干二净。电气精华已储存到500点。系统，干尸你收不收啊？不收。小气。走，咱们去下一个墓穴。消耗50点打脸值，破解禁制成功。嘿嘿，回收成功，炼气精华已储存1200点。
消耗50点打脸值，破解禁制成功。回收成功，炼器精华已储存2300点。前辈，你已经掏空5个墓穴了，还要继续吗？当然了，整个皇陵都得掏空。前面就是历代皇帝的墓穴了。这风水格局是皇陵的主墓室啊，这禁制的威力非同寻常，还真不好破解。经过计算，破解此禁制需要500点打脸值。这么贵？哎，行吧，主墓室里应该也有许多好东西，给我破解。破解中。提醒宿主，禁制内有几道异常强大的魂魄，请宿主做好战斗准备，以免被敌人吊打。那就是历代皇帝的魂魄吧。破解成功。前辈，那几个就是先代皇帝，他们的实力可非同小可呀。哼，对付魂魄，寻常的法诀并不起作用，只要使用这类法诀的话，立正！第8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前辈，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第1节，准备运动。1、2、3、4、5、6、7、8，破血运动。1、2、3、4、5、6、7、8，2、2、3、4、5、6、7、8。哎，系统，给我自动演奏啊！哎，手给我抬高点儿，别偷懒啊你！叫什么叫？给我认真做操！下一节跳跃运动。系统，你能把这几个魂魄给回收了吗？先皇魂魄修为过高，无法回收，建议宿主兑换锁魂塔，将魂魄收服在内。哎，感觉可以有啊！消耗1000点打脸值，兑换锁魂塔成功。都别跳了，给我进来吧！停，赶紧去主墓室里瞧瞧。头好晕啊！前辈，等等我呀！好大的灰尘啊！哇，这主墓室这么大！前辈快看，柱子后面藏着很多宝箱，那边也有。好多的宝物啊！系统，全给我还上！哎，这几具干尸是那些皇帝魂魄的吧？都腐败成这样了，尸身里散发出一股奇怪的力量，是那狗皇帝的帝皇之气。狗皇帝，这就是你的底牌吗？既然被我撞见了，那就给我化为灰烬吧！嘿，帝皇之气全数泄露，这一下你不能再凝聚成合体期了吧？师傅，这是什么？那小子闯入了皇陵主墓穴了吗？陛下，大事不好了！有人闯进了皇陵墓穴，打破了禁制。你说什么？帝皇之气无法凝聚，闯入皇陵的是虚缺吗？这下糟了！帝皇之气是火焰国立足5国之首的资本，绝不能让他国知道这个消息。啊！虚缺居然！报！启禀皇上，水源国女帝即将前来皇城，她将借用皇城举办天香谷最后一道考核。可恶！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先接待女皇。皇陵内禁制重重，虽不知她是如何进去的，但是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这岩浆充满了危险的气息啊！系统，龙脉就在此处，
经检测，龙脉被经过特殊手段放养于岩浆之下，必须收集龙脉之主后来的血脉与悲痛，才能将其释放出。将龙脉与皇室血缘捆绑在一起吗？真会玩啊！系统，直接跳进岩浆里能找到吗？此岩浆蕴含大量火元灵气，轻易靠近会瞬间灰飞烟灭。若是强行扯出龙脉，将会因失去灵气滋润瞬间枯萎。唉，看来只能出墓重新找所谓血脉与悲痛了。等等，你刚才说岩浆内蕴含大量的火元灵气？哇，爽啊！老子有冥王镇玉体在手，这岩浆简直是送上门的福利呀！检测到庞大的火元精华，冥王镇玉体开始吸收，吸收进度3%。我遇到皮肤75%，吸收进度97%。恭喜宿主，冥王镇玉体的火属性已达到圆满，获得能力掌控火焰。由于宿主修炼了火元法诀佛怒火莲，掌控火焰会使此法诀威力大幅提升。火焰之力尽在我的掌控之中！狗皇帝，这下你的龙颜再也无法对我造成伤害了。皇族的血脉与悲痛，你给我等着！现在就去收了你的狗命！雅夫人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啊？这些不是我们能议论的。谁？这安道的灰尘也太大了吧！这是雅夫人的院子，臭老头的墨玉驯鹿怎么把我带这里来了？大胆贼人！竟敢擅闯雅夫人别院！李公子，这个声音是雅夫人吗？雅夫人，李公子，真的是你来了吗？对，我的脸。雅夫人，真是在下。李公子，妾身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为火元国守节的雅夫人，一生都得保持纯元之身。雅夫人所受的煎熬，便不复存在了。夫人，早点歇息吧。明天的皇城将会卷起血雨腥风。王将军有令，诸守军全数化妆成小贩。水皇待会儿到达皇城，伪装在闹市，暗中保护火皇。水皇？隔壁的老大怎么这时候过来搞事啊？伪装成小贩？哼，这下有的玩了。哎呀，这衣服好臭啊！是谁找回来的？将军下令，将就着穿吧。喂，那边还没换好衣服吗？来了来了，赶紧到城门去报道。哎呀，抱歉，这衣服小了点儿，穿起来有点费劲。你们两个负责水果摊，你安排在首饰摊，面摊你们3个负责，你负责这个猪肉摊位。遵命。都就位了，进入伪装状态。卖水果喽！吃面喽！这面它又大又圆。不错，保持这个状态。卖猪肉啦！要翻肉大的猪肉啊！哎呀，你疯了吗？这么大声干什么？抱歉。水源国至尊至善玄武皇帝驾到，闲杂人等速速让道。水皇来了啊！你给我安分点，别闹事。遵命。水皇不知道是长怎样的呀？什么？灵域之塔上的那个女人，居然是水皇！恭迎水皇！水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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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国之首的火元国，确实是有些实力的。灵域之塔内的那个我赠予了他天阙玉佩的少年，为何会感应到他在此处？
好吃的猪肉嘞！猪肉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嘞！哼，这双贼溜溜的眼睛，找到你了。陛下，火皇正在皇宫等候，我们这就前往吧。哎，等会儿。嗯。火元国皇城如此雄伟，不买些小物件带回去太可惜了。请问这对耳环怎么卖？哦，2文钱。是吗？来。陛下，你怎么逛起街来了？今天生意好吗？这苹果给我来一个。这女人在做什么？啊，这猪肉看起来真新鲜啊！今天卖了多少斤啊？啥？朕问你，今天生意如何？这个女人，我怎么隐隐约约觉得她看穿了我的伪装？哎呀，咱的肉当然是好肉，但是今日1斤都没卖出去。为何？哎呀，陛下大驾光临咱皇城，寻常百姓都受了禁足令，不得外出的，所以再好的肉也没人来买啊。百姓禁足，为何还有小贩在此处摆摊？这些小贩都是火皇的暗线。这傻小子是在提醒我注意安全吗？那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哎呀，陛下问的这是什么问题呀？咱在这儿卖猪肉啊！不，我问的是你在这里做什么？这女人果然看穿了我的伪装，她早就知道是我。我都扮成这样子了，你还能认出来啊？你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是隐藏不了的。我就知道，像我这么出众的男人，无论躲到哪里，都像黑夜中的萤火虫一般，亮得鲜明，亮得耀眼。无论我躲到天涯海角，终究还是被你认出来了，对吧，小姑娘？你这人真是……什么情况？女帝怎么在和一个猪肉佬谈笑风生？火皇驾到！火皇怎么亲自出来了？嘿，来得正好，省得我要去找他。杀气，这家伙想对火皇出手。虽然不知道你与火皇有什么纠葛，但此处兵力雄厚，你不要轻举妄动。你在此等我，我会再来寻你。等等！这女人坏我的事儿啊！你留在这儿引火皇下来，我正好偷袭她呀！这下只好正面硬刚了。红颜，近来可好？尚可。火皇近来又如何？红颜何须明知故问？前几日的丑闻想必已传遍整片大陆。只怪朕一时大意，让那卑鄙小人趁虚而入。可惜只将他打跑，没能擒下。不过这次他若还敢来，定叫他有来无回。这一点，红颜看得出来。皇城之中隐约感受到危险的气息，想必火皇是请动了高手助阵。来，让我们回宫内详谈。火皇，这是……大胆逆贼，竟敢偷袭朕！你是何人？没能砍爆你的狗头，可惜。我是谁？废话，当然是你徐阙爷爷。徐阙？华无缺竟是个假身份吗？皇城将士们，将这反贼给我拿下！狗皇帝敢对你爸爸不敬，看看这位是谁！先皇陛下，真的是他吗？怎么可能？父皇，这股气息是烈虚期的魂魄，难不成真的是父皇？这小子闯进了皇陵，难不成他进入了主墓？历代先皇的肉体都储存于主墓，
难不成他们的魂魄也……这小子手中那奇怪的法宝，他就是用那玩意儿将父皇禁锢起来的吗？卑鄙的小子，竟敢拿先皇的魂魄开玩笑！拿命来！哎，狗皇帝，你来来去去就那么一招，我已经看腻了。给我滚！这一拳就将陛下的龙颜给……什么？他之前都对我的龙眼束手无策。火皇虽然只用一招龙眼，但那却是修炼至巅峰的象征，无需花里胡哨的技巧，单纯释放火焰的力量，便能达到境界的碾压。能够正面接下火皇的龙眼，5国之内能做到者寥寥无几。如此一拳击散至纯火焰组成的龙眼，连我也不敢说。这小子明明只有元婴期，却如此轻松地做到了。他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秘密？主角掉下山崖，钻进洞穴，就能得到奇遇，实力大涨。这么简单的道理，狗皇帝你都不懂吗？我从皇陵之中得到，你的火焰已经无法伤害我了。乖乖下来受死，我就不把你爷爷拉出来了。什么先皇祖宗，你不要乱说话！不知道哪里来的孤魂野鬼，休想冒充我父皇！这小子实在太诡异了，让天煞将他收拾掉吧。哼，还不想认亲了吗？那我把你爷爷放出来，你好好看看。不好，差点说漏嘴了。以我的立场，可不能去提醒他。拜托，没看见我在装吗？请不要打扰我好不好？拔不出来，这家伙好大的劲！天煞，怎么又是你们？这世界上难不成没有其他杀手了？论暗杀，没有人能够比肩天煞。走吧。击杀元婴期修士，获得20万经验。这是个狠人，我们不是对手。好汉不吃眼前亏，撤！居然连高手云集的天煞都吓退了，这小家伙深不见底啊！连天煞也不是对手吗？既然这样的话，那只能……守卫将士们，给我拦住他！朕想回皇宫休整一番。皇怎么跑了？王将军，连火皇和天煞都干不过他，我们上去也是白给呀！大家稍安勿躁，看，这是火皇他爸爸。这下你们相信我是个好人了吧？虽然他很像先皇，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为什么要放过你？大家看，这是火皇的爸爸、爸爸的爸爸，还有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火皇全家都在我手上，你们还不赶快让开！居然真的是先皇们！打脸成功，奖励100点打脸值。打脸成功，奖励100点打脸值。皇城将领们，我的目标只有那狗皇帝而已。待我把他解决后，皇位后事你们再自行处理吧。将军，我们真的就放任他走吗？听他的吧，这已经不是我们能插手的境界了。哼，狗皇帝哪里跑？我乃炸天帮徐缺，快过来给你祖宗们磕头！皇帝别跑！你听说了吗？那些魂魄是炸天帮从皇陵中带出来的。那都是先皇陛下的魂魄。先是一个诗词歌赋无敌天下的李白，后来又出了这战力如妖孽的徐缺。这炸天帮里个个都是人才啊！而且前阵子天香谷试炼，更是出现了一名炸天帮花无缺，以结丹期境界登上灵域之塔8层。炸天帮，我懂了，这小家伙是真会玩。所谓的炸天帮根本就不存在，民众口口相传的炸天帮众人，其实全都是徐缺一人所办。若是让其他人得知徐缺一人便是炸天帮，恐怕会震惊的腿软吧。
这该死的许缺！父皇，发生什么事情了？不是国运，是国运！他破除了主墓室的帝皇之气，国运受损，必须得到火神更强的庇护，重新增强国运。父皇，献祭，需要献祭！只要将纯元之体的雅夫人当成祭品献给火神，就能让龙脉之力瞬间旺盛，火元国国运不衰，那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陨落。炎阳，派人去把雅夫人带去皇陵祭台，待我凝聚出帝皇之气后，许缺必死无疑。可是父皇，快去！父皇，我知道了，这就去办。好，这才是我的乖女儿。只要献祭雅夫人，就能重新获得帝皇之气。献祭，快去献祭！狗皇帝，快给我滚出来！你有本事找杀手，你有本事开门呢！是谁擅闯皇宫？给我下来！哎呀，好烦呐！怎么那么多卫兵？我又不想杀你们。出来吧！他在干嘛？就给我乖乖的在这里跳舞吧。弹起了曲子。Everybody， 音乐起！什么情况？那些魂魄是先皇陛下们。我的手，怎么不听使唤啊？梦境里大浪淘沙，洗尽了谁的铅华？海市蜃楼，千年之气都化作土呀！梦境大浪淘沙，沉寂了多少梦啊？今日都看它被冲刷。这小家伙又在闹什么？系统，给我托管音乐。嘿嘿嘿嘿狗皇帝来了，有杀气！这股气息是……这父皇居然将这号人物都请了过来，看来他是铁了心要杀许缺。曾经在海外暗杀过阴变级9层，无人能见其剑，天杀的头号人物，杀神！你就是许缺吧？哟，你这装的也挺在行啊！这走路方式我以后得学一学。哪怕是没有以后喽。杀神，好久不见。哦，朕……哎，水皇还请免开尊口，这人情老朽不能卖给你。当年老朽欠了火元国先皇一个人情，如今他的子嗣许诺8座城池，求我出手，所以这小家伙的命老朽收定了。8座城池，这未免也太大手笔了吧？你说什么？区区8座城池就能换我的命？太廉价了吧！总算停下来了，再跳下去，身体都要被掏空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哪里知道8座城池的分量？不和你多费口舌，去死吧！杀神你！水皇，老朽劝你不要插手此事。你我相识一场，老朽可不愿对你出手。我着实震惊了，老头你够能装的呀！不过很可惜，你遇上了我。你小子！我说你这老头也太不敬业了！口抢的力道，杀手讲究的是一招致命，你却跑来跟我刚正面，你专业水平有待提高啊！
小子，你的确有几分实力，此等速度与力量，难怪火皇需要求助老朽。你想见识一下老朽的暗杀之术？满足你！废话真多。人呢？学姐小心！死吧！为什么我的剑无法动弹？明明只差一点就能将他刺杀。人怕出名猪怕壮，杀神威名远扬，谁还不知道你用剑偷袭？我的杀神一剑！哼，冰自灭，你的杀神一剑归我了。这小家伙到底做了什么？杀神的剑彻底被他夺取了控制权，这一招我分明感受到了法则之力。老崽子，把老朽的剑还回来！杀神一剑，一剑夺魂，一剑追命，无人可挡。这招实力强大，但你还是学艺不精啊。系统，将皇陵中搜刮来的宝贝全分解成炼器精华，将这杀神一剑给我强化到满级。拿命来！不要装模作样学我的招式。杀神一剑岂是你能施展得出来的？给我出来！不要躲来躲去！坐着。哼，看懂了吗？这才是真正的杀神一剑。真正的杀神一剑，一剑夺魂，伤的是神魂；一剑追命，要的是性命。你自己创造的招式，却不得其精髓，真是失败。这小家伙瞬间领悟了这招绝世功法，就连杀神都败在这招之下。那可是迎变期9层的大拿，居然被这学缺一招毙命！打脸成功，奖励160点打脸值，击杀应变期高级强者，奖励200万经验值，升级，当前境界元婴期9层。也就一般般了。陛下，不好了！前来助阵的天煞杀神被那徐缺给击杀了。据将士们说，徐缺用的还是杀神的绝招杀神一剑。什么？就连杀神也败在他手下？这个徐缺到底吃错了什么药，实力如此飞涨？陛下，守卫军士气低落，已无再战之力，天煞全数撤退，杀神也陨落，我们已经没有元首了。不需要元首，准备传送门，前往祭祀台。小家伙，没想到你能击杀天煞的杀神，但是你现在进入皇宫，估计也抓不住火皇。啊？此话怎讲？皇宫后宫有一股力量涌动，应该是火皇在开启传送门。后宫之中有禁制保护，只有姬家血脉才能开启。又是这种老套设定，我们要不要打个赌啊？打赌？没空和你开玩笑了。火皇开启传送阵法，或许是想前往皇陵祭祀，莫非火皇是想用那个方法？祭祀？他拿什么祭祀？火元国的传统需要一名为火神守节的人，从而得到火神的庇护。但据说还有一个邪门的方法，直接将人献祭给火神，便能获得更强大的力量。难道是雅夫人？陛下，再过一会儿就能打开传送门了。加快进度，错过了祭祀时间，全部人头落地。是。发生什么事情了？狗皇帝，你想跑哪儿去呀？大男人躲躲藏藏算什么本事啊？赶紧出来，和我一决高下！那是什么怪物？红颜，你这是何意？你与他同坐，莫非也想要朕命？
与我火元国宣战吗？火皇，你误会了，红颜不会插手你们之间的恩怨。如此甚好。只不过，徐缺曾参加天香谷试炼，获得了精英入门令，算是我天香谷半个弟子。师出同门，我必须确保他不会受伤呀，你说对吧？你说什么？好啊！江红颜，就连你也如此对阵，你们都给朕等着！此处可是皇族禁地，凭你们有多大的能耐，都没办法闯进来。等我献祭成功，就回来把你们都杀了。将这些围墙挖倒，倒是能破坏禁制，可只有一台挖掘机，效率不够啊。屋顶上什么时候来了那么多人？你追着火皇来皇宫闹事，可算闹得沸沸扬扬啊！这些修士都是来凑热闹的吧？凑热闹？那这些修士想必对火元国是没有什么感情的。火皇陨落也无所谓吧？既然这样，出来吧，我的挖掘机！哎，楼上的哥们儿，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里有整整10台挖掘机。不想来试试吗？昔日炸天帮就是用这挖掘机直捣黄龙，一举拿下皇陵，无需真元力，包教包会，都赶紧来试试啊！我听说过这挖掘机，皇陵就是被这玩意儿所破，力大无比，却不用真元力便能驱动，真有传闻中那么强力吗？要不咱们去试试？不许试！坐进挖掘机者，连诛9族！你这狗皇帝怎么那么暴力呢？大家别怕，尽管开。谁要是不开，我拉他祖宗出来跳舞。这就尴尬了，必须得罪一边啊！但是对比起来，还是徐缺更可怕呀！不管了，反正能开挖掘机到爽就行了。冲啊！陛下，禁制出现裂痕了。抓紧时间启动法阵，禁制一时半会儿破不了，都给朕抓紧时间。小姑娘，按那个键启动。哎，那根杆子往前推。哎，对，这家伙真大胆，居然敢指使女帝！那可是鹰变后期的超级强者，动一动手指就能毁天灭地。这家伙力气真大，对付无法使用法诀的禁制简直太好用了，对吧？加把劲，把枪推了！真好玩！冲啊！各位，再沾把劲，绝不能让狗皇帝跑了！挖掘机作业结束后，给你们发毕业证书，以后都好找工作。看这进度，一时半会儿也挖不穿这禁制啊。系统，有什么办法阻止那个传送法阵吗？宿主可购买虚空封锁禁锢此地，传送法阵则会失效，售价1万点打脸值。鉴于宿主并没有1万点打脸值，所以此方案无法实施。你说了不等于白说吗？能不能来点靠谱的？宿主若是想击杀火皇，没有必要阻止传送法阵。火皇传送离开后，宿主使用临时驱动法阵，跟随过去便可。对哦，这我怎么没想到？果然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哎，怪我太聪慧了。启禀陛下，传送法阵启动完成，可以动身了。做得好，众亲家，随朕前往皇陵，一起祭天请神。狗皇帝，别跑！朕离开之后，你将法阵破坏掉，否则诛你9族。遵命。哎呀，我们迟了一步，让火皇溜了。破坏法阵，这该怎么弄啊？小老弟，你弄啥嘞？
火皇都溜了，你还想着给他殿后呢？不要命了？您请用，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快看，那边有个太监溜了，追，别让他跑了！筑基期开挖掘机追着元婴期跑，这场景真诡异啊！居然让火皇给跑了，估计他已经到达了祭祀场。现在如何是好？哼，我们跟去便是。可恶！杨呢？为何还未将雅夫人带来？时间就快到了。启禀陛下，公主已动身多时，但不知为何还未回来。该死的，真是没一个靠谱的。若是太监没把传送门破坏，徐缺岂不是跟了过来？父皇！啊！炎阳，你总算来了。你，可只有你们2人回来了。雅夫人去哪儿了？父皇，你听我解释。史劳，这是……狗皇帝，你不用白费功夫了，在你选择祭祀雅夫人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输了。许缺，知道为什么炎阳没带雅夫人来吗？我来告诉你，你想献祭她获得强大的力量，很可惜，雅夫人她已经不是纯元之体了。你说什么？我听说雅夫人倾慕炸天帮一美貌才子，2人已洞房花烛夜了呢。你祭祀的阴谋已失败，女儿也在我手上，还不束手就擒？父皇，他说的没错，雅夫人的手工纱已经消失了。真是废物！如此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好！召唤火神雕像，准备祭祀。父皇，哎，连自己女儿都不救，狗皇帝真没人性！小家伙，那雅夫人就是为火神守节之人吧？为何她会失去纯元之身？哎呀，是我炸天帮的一个兄弟，你懂的。这小李有2下子呀！哦，原来是这样啊！请火神！狗皇帝，我劝你收手吧，你都没人可以献祭了，还折腾个啥呀？等等，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眼熟啊？竟然对火神不敬，待会儿就杀了你！小家伙，别小看那尊火神像，我感受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瞧你们，一个个都是封建迷信啊！现在都什么世纪了，要讲究科学，懂吗？要信啊，就得信自己。火神，尝尝这个。什么？把火神雕像给炸了！我们在这里围观会不会有危险呢？火神，你小子！打打成功，奖励130的打脸值。恭喜宿主打了一个好脸，还得罪了火神，特别奖励500点打脸值。啊，得罪火神有什么后果？未来渡天劫时难度将会被提高。就这样啊？那既然要搞，就搞个大的。火神，老子给你整个容吧！我，火神的手臂断掉了，我们赶紧撤吧！小家伙，你扎他手臂做什么？哎，这你就不懂了。雕像就是要断臂才显得珍贵，如果完整的多没意思啊！现在缺了2条手臂，就叫残缺美。残缺之美，仔细看看，这火神像没了手臂之后，似乎是比较美了。炸天帮挖镇皇陵，回镇帝皇之气，破雅夫人手工纱，灭火元国火神庇护，现在还要炸火神雕像手臂！炸天帮是你们逼我的，朕今生今世必灭你炸天帮！哇，好怕呀！陛下，没有雅夫人，你以为朕就没法献祭了？
太天真了！陛下，你这是……我的手！陛下，快住手！是力量，力量涌了进来，但是还不够，我还需要更多。什么情况？发生啥了？狗皇帝怎么突然速度暴涨溜了？火皇他竟然将身边的侍卫给献祭了！不好，他想将整个火元国的百姓全献祭给火神！快追上去，不能让他得逞！还有这种方法？这狗皇帝开挂了吧？快追！向伟大的火神献上生命！喂，你们在干什么？狗皇帝要把你们献祭掉啊！献给火神！再这么下去，皇城的民众会全部被献祭，火皇将会得到无与伦比的力量。可恶的狗皇帝！吃我一发神威冲能炮！什么？在皇陵献祭掉的那些卫兵，让火皇得到了强大的防御力。民众之所以自愿被献祭，是因为火皇的信仰之力。什么意思？火皇贵为一国之君，受万人敬仰，这般力量便是信仰之力。他正在利用这股力量洗脑民众，让他们自愿被献祭。同为一国之主，我明白信仰之力有多强大，民众无法与之抗衡。这种洗脑是我们没有办法阻止的。若是献祭完成，火皇会得到无与伦比的神力加持，待神力消散后，他也会因此暴毙而亡。所以，你先随我躲避一段时间吧。躲？我怎么可能躲？看看这些被控制的群众，他们马上就会被火皇献祭。若是我们不去救他们，还有谁能救他们？可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信仰之力。自古以来，百姓就是被皇族奴役，这股力量是深刻在灵魂之中的。灵魂被奴役，这一番解释对从小历史科目都得优的我来说，简直太好理解了。这不就是封建思想吗？百姓被封建制度给奴役了。我有办法了，小姑娘，你就静静的在这里看着我的吧，看本少侠如何拯救火元国，还老百姓朗朗乾坤。这小家伙，难不成他真的有办法？系统，给我准备那首歌。那首歌需要5星乐师才能演奏，升级至5星乐师需要1万点打脸值。生，非拯救天下苍生，区1万点打脸值算什么？宿主一发言语令人热血沸腾，但是宿主打脸点数余额不足，无法升级。大哥，我前戏做的那么足，你不让我升级，这很尴尬的呀。能不能通融下，打个欠条什么的？看在宿主为拯救火元国千万百姓而奋斗，本系统决定贷款5000点打脸值给宿主。进不进？系统你也有图人性的时候啊！那就赶紧升级吧！消耗1万点打脸值，成功升级至5星乐师。开始演奏。都给我醒来吧！这是什么歌声？你们摆脱了我的控制！不，动手的力量开始溃散了！不，给我住口！不许唱！发生什么事情了？是那歌声把我们唤醒了？不知道为何，我浑身充满了力量。那狗皇帝想让我们卖命，给他换取力量。杀火皇，解放火元国。没错，杀火皇，解放火元国。杀火皇，解放火元国。可恶！我们的解放意志正在觉醒，
朕无法控制他们献给火神。这是至高无上、要解放的歌曲，是不容侵犯的。它代表了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代表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就凭你那半吊子的洗脑功夫，是不可能比得过这首歌的。民众们，都起来吧，一起打倒火皇！小畜生，给朕闭嘴！莫要伤我天香谷弟子！哇，居然连神力加持的火皇之焰都能挡下来，水皇果然名不虚传啊！小姑娘，我来助你。不，你继续演奏。皇城中还有许多未清醒的民众。但是我皇帝有神力加持，你搞得定吗？放心，我可不是一般的女人。你这个贱人，难道不怕引起两国纷争？你的所作所为有辱一国之君，我可不能坐视不管。可恶！能和神力加持的狗皇帝有来有回，小姑娘可以啊！系统，自动托管音乐，将声音覆盖到全城。成功托管。妈妈，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歌声……我的头呀！发生什么事了？火皇，民众都已醒悟，信仰之力救不了你，束手就擒吧。接受失败，或许还能留你一命。开什么玩笑！这堂堂火元国之君，怎么可能失败？狗皇帝，当初是你说弱肉强食，你对我下手，就该想到有这一天。这个机会，我足足等了1年，我失去的东西，就一定会亲手夺回来。想不到，朕的一世英名，即将再次终结。小子，你不应该出现在朕的面前。是吗？要怪就怪没人教过你杀人要补刀吧？不！我说的是，你现在不该来到朕的面前。小畜生，陪朕一起上路吧！小家伙，小心！这是燃烧灵魂之火，谁都无法扑灭。哦，是。捉住你了，死！把你杀了，灵魂消散，火不就灭了？杀神一剑送你上路，够给面子了吧？已获得皇族血脉。父皇，火皇真的陨落了，是徐缺干的吗？据说火皇曾将他浑身修为抢劫一空，难怪他要击杀火皇。这火皇真是个垃圾。击杀高级应变期强者，获得200万经验值。升级，当前境界元婴期9层。打脸成功，获得大量经验值，一共8654点。获得火皇的储存戒指，内有大量宝物。小家伙，这么下去，皇宫会全数烧尽，要将火灭了吗？由他去吧，不会波及百姓就行了。区区，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区区，这一战是你赢了，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什么招聘驸马。我姬家再也不欠你什么了，公主。属于徐缺的过往已经结束，从今往后，便是我徐缺的故事了。小家伙，你大仇已报，接下来有何打算？可愿随我回天香谷？男儿志在四方，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这次只是拯救了小小的火元国，还有那么大的世界等着我去救呢。以你的资质，跟我回天香谷，
数年内定能突破至鹰变期。不了，像我这样的男人，无论在哪儿都不会久留。天香谷不适合我，我就是风一般的男子。接下来我还得去挖火源国龙脉，可不能和你走呢。再说了，你身为水源国女帝，总有一天我还得去挖水源国的龙脉。到那时，我们之间或许会起冲突吧。万分感谢你对我出手相助，不过大家出门在外讲的就是一个缘字，此次一别，终究还会再见的。哼，缘吗？你说的没错，有缘自会相见。希望下一次相见，你会改变主意，加入天香谷。到那个时候再说吧。再见了，小家伙，我们有缘再会。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李公子，你现在会在何方？李公子，是你吗？这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李公子，炸天帮有令，谁若敢对雅夫人不敬，炸天帮108位好汉不会放过你的，保证你们的下场比火皇还惨。这是李公子为了保护我，妾身会一辈子为你守身如玉，等你归来。徐总，血脉和眼泪都齐了，把龙脉弄出来。检测到太初火灵草，是否消耗500点打脸值采摘？喂，刚还了你的贷款，就又强制消费？哎呀，算了，快给我采摘。采摘成功。怎么了？啊，岩浆池怎么突然干了？检测到坑底有上古符文存在，是否进行复刻？上古符文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是上古传送阵的符文，作用与普通传送阵相同，但不需要灵石与祭坛，能够随时发动，贯穿虚空。有了传送法阵，就能在各国之间快速移动，其余的龙脉也能快速获得。啊，别说了，快给我复刻下来！消耗1000点打脸值，复刻成功。我的事情都办完了，正好出发去别的国家。启动传送，开启传送，目标金元国。我想的是这里，我要被死死哎！到达目的地。快让开！这不是地球上的汽车吗？这破东西靠符文驾驭的。什么破东西？这可是灵宝阁的神驹，你赔我！赔？哎呀，撞人啦！女司机撞人了，要死了！天理何在呀？你血口喷人，明明是你撞的我！快看，那边出事故了！这宝驹是撞到人了吗？你不会操纵宝驹就开慢点吧？就是啊！胡说八道！我可是灵宝阁的弟子，整个金元国有大半的神驹都是我灵宝阁炼制出来的。这也能叫宝驹？阴阳怪气的，你是看不起我的宝驹吗？我看着应该叫宝驴还差不多。我让你瞧瞧炸天帮的高端神驹吧。炸天帮，有点耳熟啊。就凭你也有资格拥有宝驹？出来吧，法拉利！消耗500点打脸值，获得法拉利1天使用权；消耗10点打脸值，获得顶级赛车技巧。无需临时驱动，只要便宜的汽油加上灵活的手脚就能跑，这才叫宝驹，懂吗？这外观太炫酷了！
与这宝驹对比，灵宝阁就是狗屎啊！你说无灵石驱动，从来没人能研发出如此神驹，你骗人！哎，别不信啊，小姑娘，快上车，老司机带你领略下真正的车技。恭喜宿主在众人面前打了个大脸，获得500点打脸值。师伯叫我赶紧到皇陵集合，可宝驹被他给破坏了。可恶，那就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哼，谁怕谁？我不信你这破车能比我的宝驹跑得快。系好安全带。啊？安全带？那根带子插到这个孔里。真麻烦。然后呢？然后。这才叫速度与激情！好点了没？缓过来了。我为之前看不起你的神驹而道歉，这个确实厉害，敢问少侠尊姓大名啊？在下炸天帮藤原踏海，秋名山车神，外号老司机。哦，藤原少侠，真是少见的姓氏呢。藤原少侠，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说。我原本要去皇陵参加剑种试炼，可我的神驹现在也损坏了，所以不知藤原少侠能不能送我去皇陵一趟啊？金元国皇陵，正好我也要去呢。剑种试炼，那是什么？藤原少侠，你不知道吗？这剑种试炼乃是金元国100年一度的试炼，若是具备剑意天赋的修士，将能走入剑种，从中获得一道剑魂，以此淬炼神魂，让神魂力变得更加强大。剑种就在皇陵那儿，想必这剑种试炼会有各门各派参与其中，这就是赚取打脸值的大好时机呀！师伯好不容易给我争取到最后一个名额，如果我没赶上，就只能让给别人参加了。小姑娘，皇陵咋走啊？你先走那边，然后那边在那边就到了。哦，原来如此，我记住了。小姑娘，你下车，我有事要告诉你。什么事啊？忽然想起我有急事，先走一步啦！你干什么？你想抢走我剑种试炼的名额？你给我回来！你这个骗子！参加剑种试炼的修士们尽快集合，试炼马上开始。哎，你听，什么声音？快减速！这里停放了大量宝具，你莫要撞坏了。请问，剑种试炼是在这里吧？这人是谁啊？从来没见过他。这宝具是新出的款式吗？太好看了！好娴熟的宝具操控技术啊！过奖了。打脸成功，获得300点打脸值。来者何人？报上名来！胡说八道！我可是灵宝阁的弟子。我乃炸天帮藤原踏海，乃是灵宝阁小师妹的朋友。他有事不能前来，特让我来替他参赛。灵宝阁，师兄，灵宝阁确实有个名额还未签到。行吧，让他上。正式开始剑种试炼。谢谢。真简单，这就蒙混过去了呀。山洞内还有最后8把古剑，获得古剑就能获得进入剑种的资格。第1位挑战者司徒商。古剑开始嗡鸣了，
一上来就有人能取得古剑吗？获得古剑才能进入剑种。哼，以我的神魂力，换出个10把8把的，不成问题吧？司徒家的天骄司徒商成功获得剑灵认可，得到古剑一柄。不愧是仅次于剑神之子叶长风的剑修啊！是啊，获得古剑也是正常的吧？剑神之子叶长风，这名字，跟皇帝比武招亲的时候，我似乎一脚踢飞过一个。小子在这装什么呢？嫉妒我的法拉利吗？等会儿就给你好看。第2位挑战者失败，第3位挑战者获得古剑一柄。喂，别全拿光了呀，给我留点啊！哎，系统，有方法能破解这禁制吗？只需1000点打点值便能。哎，打住，太贵了，还是得靠我自己啊。第4位挑战者失败，第7位挑战者失败，第8位挑战者失败。目前只剩下最后1名挑战者，若是他未取得古剑，则依旧有6柄古剑未被取走，将现场再抽取6人参赛。我就知道有许多人不合格，轮到我上场表演了。开什么玩笑！你们这些杂鱼也想上场？看我一口气拿光所有古剑！你行不行啊？赶紧下来吧！就是啊，别浪费时间了，赶紧让我上！什么情况？这狗屁古剑居然不回应我！这位藤原修士，你下来吧。剑灵不认可你，站再久也没用。哎，等，再给我几分钟哈！系统，给我兑换那个剑灵是吧？尝尝我的大磁铁！什么？剩下的6把古剑全让他给拿了？区区6把古剑不可能满足我！加大功力！我的古剑！回来呀，我的法宝！我的本命法器！来得好啊！你将法宝全数收进储物空间。那可是我毕生的心血呀！求求你了，还给我吧！他被剑灵认可，凭啥把我的剑也给夺了？我的法宝就是根铁棍啊，也被收了。说好的剑灵呢？腾云少侠，古剑是我们取得的，你可否归还我们呀？大家稍安勿躁，我的神魂力太过强大，碾压众生了，导致剑灵被吓到，一股脑把法器全给我了。大家排好队，我都还给你们。胡说八道！我已获得剑灵认可，古剑怎么可能会到你手上？你定是耍了什么阴谋诡计，另有企图。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呢？不是说了还给你们吗？来，你的铁棍。等，那是铁棍儿，你给我根铁针做什么？这个的确是你的法器，不信你换它试试。哎，还真是，似乎变得更好操控了。其实是被回收了大量炼器精华，只剩下一丁点铁针了。不瞒你们说，我的储物戒有炼器功能，法器放置其中7期49天就能更上一层楼。既然各位的法器正好进入我的炼器戒中，不如我就帮你们炼化吧。但是免费哟。哎呀，刚才还错怪藤原少侠了，真是惭愧呀。藤原少侠真是大度，多谢。7期49天之后，我们去哪里找你啊？灵宝阁知道吧？届时去那儿找我领回法器。哎，好。系统，回收的法器全给我分解了。分解成功，获得2000点炼器精华。站住！啊？你想去哪儿？把我们的古剑还回来！藤原少侠，古剑只是作为进入剑种的资格，无需炼化。你能否归还给我们？哦，我记得你，
你也获得了剑灵认可，来，还给你。谢谢。时间不早了，咱们一起去见种吧。别不识好歹，古剑交出来！是古剑自己选择了我，你这是要出手抢夺吗？装模作样，不知道用了什么邪门歪道夺去了我的古剑。我告诉你，你开着那浮夸的宝具到场时，我就看不惯你了。是吗？这么想要，那就来拿呀！啊！你这家伙！喂，他们怎么打起来了？藤原上侠怎么用起了古剑？那剑年代久远，根本不能用啊！给我死！完了！啊！元婴期9层，你到底是什么？元婴期9层？看不出他的修为如此高深，居然只凭古剑打败了司徒家的天骄。小子，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今日就留你一条狗命。打脸成功，获得160点打脸值。各位过奖了，在下得去剑冢里探险了。那司徒什么，你就乖乖在外面待着吧。师叔，这位藤原校友，司徒上确实太过冲动。若是小友将古剑归还，我司徒家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哟，不就是想要古剑吗？那简单呀。哦，藤原少侠，这是同意了吗？楼梯上那个山洞看见了吗？里面有个剑灵，你去问那个剑灵要古剑，只要他肯给，你要多少有多少。你敢耍我，我杀了你！你们慢慢去要古剑，我先走一步啦。不过等你们拿到古剑，剑冢里可什么都不剩了。是小儿，有种你出来，有你好受！哎，怎么着？我又出来了。小子受死！溜喽！哎呀，师叔，你没事吧？可恶，不小心对禁制出手受了内伤。炸天帮藤原大海，我记住他了。这就是剑冢啊，倒是一块风水宝地。据那小姑娘说，得自行在剑冢内得到造化，这么玄乎，不就是挖个坟吗？黏糊糊的，好恶心！这什么玩意儿啊？检测到未知生物，目前处于半沉睡半封印状态，是否消耗5000点打脸值兑换净化之水将其唤醒？未知生物？啥玩意儿？这鬼东西是生物？花我5000点打脸值唤醒他？开玩笑呢！趁着被封印，正好弄死他，赚点经验值。太硬了吧，居然没破防！哎呦，好痛啊！是谁在暗算本神尊？有种进来啊！我去，随便捅几下，居然把这玩意儿给弄醒了！我乃仙界之主，封号小鲜肉之地。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在此大呼小叫，扰我清醒？哪来的小毛孩，竟敢在本神尊面前假冒仙界之主哦！真是胆大包天，岂有此理！哎，等等，你手里拿着什么？哎，你别藏啊！刚刚就是你在刺我舌头啊！你就一舌头能看见啥？你别胡说啊！本神尊有什么看不见的？你刚刚敢刺我，你完了！本尊因意外被封印在此，仅仅用了500年时间，就将这石壁封印给舔穿了。只要再过2000年，定然就能出去。到时候第一个寻你报仇。舔穿？我说，2000年后我早已飞升仙界，成就仙位，你拿什么跟我报仇啊？少年郎，你惹怒本神尊了。纵使你2000年后成了仙，本神尊照样一拳轰死你。当年死在本神尊手下的仙，少说也有上万个呢。行，你厉害，给你竖大拇指。本仙帝正好有事要忙，你继续舔石壁去吧。
少年郎，你别走啊！你唤醒了本神尊，岂能一走了之？少年郎，你来此地，莫非是想寻剑灵？本神尊知道他在哪呀？你知道剑灵在哪儿？这个剑冢，乃是当年的狠人封印剑灵所用之处。本神尊在此不小心被他暗算了。现在那剑灵，那剑灵，他就在这剑冢里呀！对不起，我的剑里啊！等一下，少年郎，有事好商量啊！少年郎，本神尊只是和你开个玩笑，不要太激动嘛。你想知道剑灵在哪，我们就来做个公平交易，行吧？剑灵乃是从上古流落至今的神物，在这剑冢中，只有我才能唤醒它。只有你能唤醒？我手上呢，刚好有个净化之水，不知道够不够格和你做公平交易。少侠，你居然有净化之水！本神尊有一粒剑灵的残魂，能够寻找到剑灵本体。你使用净化之水放我出去，我马上给你残魂。没问题，你赶紧把残魂交出来，我得到剑灵后立马来救你。这可不行啊！万一你得到剑灵之后自己跑了怎么办？我们炸天帮中人都是说一不二的，我请你出去打听打听。好，你放我出去，本神尊立马去打听一下。没问题，你把残魂给我，我立马放你。也未定，你放我出去，我立马给你。可恶，这下遇到对手了，这家伙忽悠不了我。没办法，只能下狠手了。系统，给我兑换那个。消耗5000点大炼值，兑换净化之水。我去，真肉疼啊！兄弟，看看这是什么？你真有净化之水啊！这怎么可能啊？你什么意思啊？合着跟我讨价还价半天，你根本不相信我有啊？这个嘛，本神尊只是太久没跟人说话，所以找你唠唠嗑。少年郎，看来本神尊小觑你了呀！可恶啊！拿走了大炼值，你给我去死吧！我决定不跟你废话了，自己待着去吧。少年郎，等等，对不起，本神尊错了，这残魂你拿去吧。这就对了嘛。这个一缕小小的剑灵残魂，竟然有如此可怕的剑意。如果得到完整的剑灵，岂不是连仙人都能直接宰了？少年郎，你带着这缕残魂就能感应到剑灵了。好，我这就去试试。等，小子，你给我回来！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了？你放心，我一定遵守诺言。2000年后我定会来救你，一定要等我呀！可恶！你这无耻小子，岂有此理！本神尊如此信任你，你竟敢走掉！2000年后，本神尊自己都舔出来了，还用得着你来救吗？小子，回来呀！你真走啊？没有本神尊庇佑，剑灵肯定会杀了你的呀！可恶！这无耻小子竟然不上当，还想着出去以后再把残魂抢回来，这下亏大了呀！站住！你别跑！灵官，留下那柄剑，饶你不死！你们欺人太甚！此剑明明是我所得，此剑乃是剑神之子叶长风看中的剑，你怎敢带走？我灵宝阁虽然示弱，可也不代表会怕你们。来啊！我看你是活腻了。大哥，你看那边，那道光影四周的灵气全都化成了剑形。难道他就是剑灵？是剑灵？啊！从未有人在剑种试炼中见过剑灵啊！明明是我获得的宝剑，他们却出手抢夺。剑灵大人，求你给我主张公正啊！什么情况？我这浑身发光的造型，让他们以为我是剑灵了？都是误会呀！咱们也不想的呀！
是啊，叶长风指使咱干的，咱也是迫不得已的呀。一不做二不休，正好来打个脸。尔等蝼蚁，本剑灵在此沉睡数万年，今日却被你们惊扰，你们该当何罪？是，剑灵大人教训的是。区区一把5星宝剑也出手争夺，令本剑灵失望啊！哼，我还说难得遇到有资质之人，想赋予你们功法。剑灵的功法，我们保证不争抢了。啊，对，不抢了。如此甚好，但本剑灵还有一个考验，我正在修炼无上法诀，需回收此剑种内全数宝剑。我有一得意门徒，名藤原踏海，见到他，你们将剑种内所获全数上交，明白了吗？哎，二师兄，你看，这莫非是6星宝剑？这，我们发达了呀！在这剑种中搜了2天2夜，总算有所收获。6星宝剑，这可是6星宝剑啊！赶紧带出剑种，如果被叶长风那伙人发现，你们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哟，6星宝剑，你们手气可以呀！寻常人在这剑种里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你谁啊？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剑灵之徒藤原踏海为了给师尊剑灵回收高价宝剑而来到此地，无私的献上你们的宝剑吧。剑灵大人会回报你无上的法诀。啥玩意儿？献上宝剑？这可是我们找到的。他们说的是真的，我也遇到剑灵大人了。我也是，那可是真正的剑灵本尊啊！剑种之中散落着无数宝剑，那都是师尊剑灵当年遗落在此的。师尊如今需要修炼无上法诀，特命弟子不辞辛苦前来回收宝剑。我不信，你们就是想合伙骗我的6星宝剑！大胆恶贼，竟不信我藤原少侠的话！藤原少侠没回收够宝剑，我们怎么拿到功法？大家一起上，打死他！吃我一记断子绝孙脚吧！对呀，看招！红葡萄，试试这招神仙采葡萄。这一趟连打的都快把净化之水给赚回来了。司徒商，6星宝剑，这可是无上的神器。藤原踏海，谢谢你拱手相让啊！哎，你这家伙，放下藤原少侠的剑！不自量力！我司徒家的剑法加上6星宝剑，有如神助。你没古剑咋混进来的？关你屁事！得罪了我司徒家就想跑，哪有那么简单？是进来寻你报仇的。哼，不自量力说的就是你吧？手下败将还来自讨苦吃。只凭我自身的修为，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我没傻到毫无准备而来，服下这秘药，便能将境界提升至应变期高阶。虽时间短暂，副作用大，但击杀你也绰绰有余。根本不敢想象吧？这便是应变期的力量。虽有元婴期9层的修为，但与应变期依旧是天壤之别。死吧死吧死吧！你后悔与我司徒家作对吧？哎呀，你这人话真多，唧唧歪歪个没完。当反派的都喜欢把自己招数告诉对方吗？应变期，好啊，杀了经验更多，吃我一发好塞来！里面的人听着，吾乃剑神之子叶长风，据说此处有6星宝剑，识相的就速速上交给。击杀元婴期强者，获得20万经验值与储物戒。刚才那个是叶长风？抱歉啊，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哈。战斗中还敢分神，有破绽！警告！警告！有高危敌人快速接近中，建议宿主立马跑路。死！让开，别挡着！击杀应变期强者，获得100万经验值与储物戒。那我浑身散发着无上的剑意，是真正的剑灵。残魂！我去，这波战斗力太高了，快溜！
这给我传送到剑主门口来了。还好我溜得快，被那剑灵抓着，我得死在那儿。系统，有什么办法能对付那剑灵？宿主身上有剑灵的残魂，所以他会追杀宿主夺取残魂。剑灵对剑道有着疯狂的执着，宿主可尝试与剑灵谈论剑道，以剑道将其收服。讨论剑道，意思就是得靠嘴炮喽。快看，藤原拓海在那里！什么？他怎么出来了？司徒家臣，随我一同击杀那狗贼！等等，这是个误会。误会？什么误会？我不是藤原拓海啊，我是他的孪生兄弟，我叫藤原明人。藤原明人？我那不成器的哥哥总到处惹事，我听闻他来参加剑主试炼，特来抓他回家问罪，这就去寻他。哦，好。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啊。这剑灵杀气太重了，我咋和他论道啊？我去，他发现我了！系统，快把我的琴拿出来，得先镇住他才能论剑道啊！人间道，道，道可道，非常道。天道、地道、人道、剑道，道为何物？道即是万物，只要心中有剑，万物皆可为剑。如何？冷静下来了？你精于剑道。哦，我对剑道有深刻的理解。我将那残魂还给你，你以后就跟着我学剑道，如何？只论剑法，不用法诀。你若胜，剑灵便追随于你。好，我跟你论剑，我胜了，你就跟我走。你们快看，是藤原拓海，那黑袍人，浑身散发着无比剑意。我去，莫非那才是剑灵？被骗了！我将所有的法宝都给了藤原拓海啊！来吧，系统，消耗100点打脸值。习得独孤九剑，独孤九剑，破剑式。这可是武侠世界的剑法，你不可能抵挡得了。你输了。我去，这剑灵瞬间学会了我的招数。不愧是剑灵，剑法招式对他完全不起作用，单靠剑法无法胜过他。哼。刚才那招是我耗时100年悟出来的，从未有人能够学会。没想到你能够学会，是块学剑的好材料。接下来，我要使出我的绝招，我不希望你命丧于此。要来了！只凭剑技，我掺杂丝毫真元力，居然能散发出如此剑意，这一剑好强！月圆之夜，紫金之巅，一剑袭来。天外飞大家哎呀不好意思啊，摔了一跤。你在搞啥啊？没想到我的绝世神器被一颗小石子打断了。上天有好生之德，或许你命不该绝，命运让我这一招释放不出来。不过这剑虽然脱手，但仍是我后招之一。剑法的最高境界，便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我即是剑，这便是人剑合一，你懂了吗？胡说八道，明明就是你摔倒了而已呀！这少年修为不高，但对剑道有着深刻的见解，或许将来这少年能够成为先帝。少年，啊？这场比试你赢了。剑灵愿追随于你。什么？当真？恭喜宿主赢得剑灵信任，成功令他敬佩。宿主荣升打脸王称号，获得打脸王大礼包和1000点打脸值奖励。总算是把剑灵忽悠到手了。哈哈，你定会为这个决定感到光荣的。走，跟随我去行侠仗义，拯救苍生吧。恭喜宿主成功收服剑灵。我在此沉睡万年。
记忆已经缺失，你身上的那缕残魂对我很重要。哦，差点忘了，给你残魂，这可是我与一魔龙大战300回合抢来的。谢谢，我恢复了些许记忆。不得不说，你还挺帅的呀。我的记忆尚未恢复完全，需要集齐所有残魂。若想离开此地，我需要找一个容身之地才行。容身之地？要怎样的？需要一柄8星级别的宝剑。8星啊！别说5国之内，就连我的系统里都没得卖啊。8把1星的行不行啊？我感应到此地有一柄8星宝剑，请随我前来。啊？什么？这里就有？我感应到了，8星宝剑就在里面。在这里？这不是被封印的那傻子吗？他居然有8星宝剑！哎，刘炮。啊！何人敢打扰本神尊睡觉啊？这剑灵，你小子当真把剑灵给收服了？怎么害怕啦？现在剑灵是我的小弟，识相就赶紧把8星宝剑交出来。谁害怕呀？什么8星宝剑？我不知道。你别嚣张，我让剑灵进去揍死你！你问问他能不能进来呀？这石壁乃是上古封印，我无法破开。啥？不是吧？这样吧，我用净化之水放你出来，你把宝剑给我，这样如何？没问题，只要你放我出来，宝剑一定给你。好，你把宝剑给我，我立马放你出来。大哥，你都坑我一次了，这回咱来点正经的行不行啊？这家伙学精了呀！哎，剑灵，你打得过他不？能。哼，行，咱说话算话，这就放你出来。本神尊来也！我去，我就知道这货要跑！剑灵，抓他回来！看你还跑不跑？不跑了，不跑了！快让这剑灵放手啊！等等，你这模样，说什么上古魔龙？我的鼻子！原来你是只哈士奇呀！什么哈士奇呀？本神尊可是上古魔龙，历经9世轮回磨难，再成魔龙，成为先帝。这一世刚好成为孤独的狼而已。不就是狗吗？啊！竟敢侮辱本神尊，咬死你呀！滚开，别挡路！我去，这狗舌头能和剑灵打个有来有回，难怪他能舔穿上古封印。哎呀，一时半会儿他们也打不完，正好看看大礼包有些啥。开启。恭喜宿主获得打脸狂魔勋章，恭喜宿主获得炸天帮初级套装，恭喜宿主获得打脸王座驾。炸天帮初级套装可掩盖实力境界，拥有无形威压，自由控制对外人造成的压制。打脸王勋章佩戴后可增加魅力与运气，但容易吸引仇恨，并随机触发 PK 任务。座驾兰博基尼，宿主能用意念控制其形态并操作座驾。检测到此地为仙侠世界，座驾使用期限为3天，倒计时2天23小时59分。我都还没开始用呢，你咋就计时上了？哎，可恶，奖励太多了，一下看不过来，回头再研究吧。剑灵，快把那2哈给我收拾了，咱们赶时间去打脸啊！这座驾只有3天呀，可不能浪费了。啊呀，疼！不打了，不打了！8星宝剑给你，你快放我下来！哼，算你识相，你可以滚了。一股寒气袭遍掌心，化成一股锋芒的真元涌向体内。第一次见这么高品阶的宝剑，没想到如此非凡。哼，有点意思。剑灵，这剑满意不？可以。
有如此神剑和这么一位能打的剑灵，下皇陵搞事也肆无忌惮了。我们走。你们要去皇陵，算上本神尊一份呀。抱歉，本人不带宠物。出来，兰博基尼！少年郎，你这神驹怎么如此别致啊？这颜色也太酷啦！好驹，好驹啊！哎，让开！别舔脏了老子的车！我们公平交易，谁也不欠谁。你可以滚了。哎呀，出发！赶紧去那些修士面前打一波脸。少年郎，你这种驹可真的不错啊！本神尊用一块极品灵石跟你买，怎么样？买个狗头，给我下去！少年郎，本神尊是为你好啊！这皇陵可比剑冢凶险多了，里面妖魔鬼怪无奇不有，据闻呢还有骨甲傀儡坐镇，坚不可摧，战力强悍呢。所以呢，我为啥要带上你？破解骨甲傀儡还得靠我才行啊！嘿，本神尊已经施法控制住了皇陵里的骨甲傀儡，我们可以一起进去了。可恶啊！你小子过河拆桥，无耻不要脸！我帮你解决了骨甲傀儡，你带上我啊！哎呦我去！行行好，你带我坐上去爽一把吧！臭小子，你完了！等你出来，我就咬死你！你们看，这哪来的狗啊？谁说我是狗啊？本神尊可是上古魔龙的后裔，等下本神尊怒了一口，咬死你们！这狗脾气好大呀！不对，这个说话语气太像那个藤原踏海了。一定是藤原踏海动用某种秘术变成了狗。大家一起来，不要让他再跑了，打死他！怎么回事？敢用法诀打本神尊，你们完了啊！疼死本神尊了，还不快住手！你们快看，驾驭神驹的人是藤原踏海！真是他，我们打错人了。他又驾驶了新的神驹，怎么那么有钱？打错人了还不道歉？去死吧！藤原踏海将剑冢试炼搞得乌烟瘴气，将他拿下，出力者皆可进入剑冢。哇，有名额参与剑冢试炼了！快上，把那藤原踏海和狗抓回来！你小子怎么得罪了这么多人啊？本神尊和你不是一伙的啊！谁让你长那么丑？我先溜了。可恶！藤原踏海手里有8星宝剑，那可是剑冢里捡来的，你们快去抢啊！8星宝剑得到了，岂不是富可敌国？他往那边走了，追！可恶！你这糟狗竟敢出卖我！他们都冲你来了，赶紧让剑灵收拾他们啊！想抓我，没那么容易！可恶啊！这神驹太灵活了，我们根本追不上啊！各位修士，快上神驹一同追他！冲啊！哼，抢我飙车！老司机开车了，有没有咸鱼要上车？会喊666就行。666啊！我说的是咸鱼上车，你一条狗跑上来凑什么热闹？很不巧，本神尊当年第2世轮回就是一条咸鱼。藤原踏海，听着，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快下车束手就擒，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群报废老爷车也敢说包围我？开玩笑！神驹冲锋！这玩意儿威力好大！这一招威力比神威炮更强。你这老头居然没死，让人惊讶呀！小子，本神尊助你一臂之力！哎，等等！老贼，这下死了吧？你！本神尊好心帮你，你这个白眼狼！不错，那可是硬变的经验值啊！我打死你！
他俩起内讧了，我们快撤！哎呀，死狗，不要过来呀！罢了罢了，老子宽宏大量，不和你计较。我要去挖皇陵了。皇陵进去可不容易啊，你就带我一起去嘛。当年我舔穿皇陵禁制，我可以带路的。看你这死缠烂打，我就带你一起去吧。你要是敢捣乱，我就让剑灵出来收拾你。不捣乱，保证不捣乱。出发。坐着豪车兜风，真是惬意呀，是吧？停车！入口在这附近啊！你这二狗子，说好的秘密入口，会有守卫驻扎在此啊！我看你就是皮痒了。剑灵，出来揍他！哎，不是，以前这没人知道的呀。鬼鬼祟祟的，谁在那里？大胆，我可是上古魔法！哎呀，这位守卫大哥你好啊！在下乃灵宝阁弟子藤原踏海，受师傅之命来皇陵办事。原来是灵宝阁的修士。师敬，皇陵试炼还需2天后才开始，你们来早了。皇陵试炼，打听到一个有意思的消息。啊，原来如此，是我记错日子了，多谢提醒。那在下2日后再来。好的。你刚才踢我做什么？区区几个守卫，直接闯进去不就得了？不着急，你没听到皇陵试炼吗？我们2日后再去。剑种试炼，皇陵试炼，你们五国就喜欢搞这些无聊的事情。哦，听你的意思，你见多识广，可有何高见？哎，本神尊可是6世之神，什么事情不知道？这五国对比海外的世界，不过是5个山头而已。据说当年一位大拿为了镇压某只生灵，将五行山放置于此，久而久之便形成了5国。所以你们弄的什么试炼，也只是个笑话。多去看看海外的世界吧，乡巴佬。五行山镇压生灵，这5国之下镇压着的，难不成是孙悟空？有意思，这个世界比我想象中的有意思多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待我收集齐5国龙脉，便要好好看一看这个世界。妈呀，你干嘛急刹车啊？二狗子，刚才战斗中，我看你被多名修士法诀命中，却毫发无损。要不要和我练练，看看谁的拳头更硬？你想挑战我的肉身？怎么，怕了？哇哈哈哈哈哈！少年郎，你也太狂妄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区元婴期也敢和本神尊对打？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实力啊！呵呵，是。小子，你这是什么力量啊？居然能打飞本神尊！我要死了！快给我一瓶净化之水！这二狗子虽然被轰飞，可他压根儿没受到伤害。我虽然力量更大，可拳头已经鲜血淋漓了。哎呀，我不行了！少年郎，本神尊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这二狗子虽然疯疯癫癫的，可实力不容小觑。还装疯卖傻，我可走了。我的伤突然好了，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啊？时间还有2天，我们先去皇城吧。好呀，去皇城找点好吃的。本神尊被封印多年，最惨死了。快来吃糖葫芦，酸酸甜甜的糖葫芦。来吃拉面啊，又大又宽的拉面啊。妈妈，怎么了？妈妈，你做的鸡翅馅饼这么好吃，为什么客人都不来呢？因为大家更喜欢吃糖葫芦呀。你每次不都吵着要买吗？可是妈妈的鸡翅馅饼最好吃了。哎呦，大姐，你这样糟蹋鸡翅，难怪生意不好。我指点你2招，包你生意兴隆。做好之后给我带来1份就行。你要教我新菜式，现在也没什么客人，那就试试吧。
相公，我想吃那个。老板，来2个烧饼。这是什么味道？好香啊！突然传来一阵爆香啊！从未在这集市闻过如此香味。这位公子，你这是同样的食材，在公子手上，为何会烹饪得如此芳香四溢？哇，太不可思议了！将鸡翅如此烧烤才是正确的做法。最后沾上金黄色的蜂蜜，撒上我最爱的变态辣，大功告成。这便是烤鸡翅。这才是真正的烤鸡翅。大姐，看看你摊位前面吧，客人早已挤得人山人海了。我说过，保证你生意兴隆。老板，这是什么食物？太香了呀！你卖多少钱一份？快开个价！哎，我也要，口水都流一地了。你别挤我呀！妈妈，好多人啊！我在这儿卖馅饼这么多年，从未见过这么多客人。大姐，这烤鸡翅你也学会了吧？调料都留给你，接下来你做吧。好的。哎，大家都稍安勿躁啊！这是炸天帮的新产品，名曰炸天帮肯地鸡，今日刚刚开张，承蒙大家厚爱，定价100两银子一对烤翅，想买的来这边排队。100两银子？你疯了吗？公子，我卖1年馅饼都赚不了啊！我这炸天帮原味鸡色香味俱全，谁人不承认？话不多说啊，市场为证，你不买就滚开，别挡住真正想买的人。可恶，他太嚣张了。但那原味鸡真的很香啊。不过是烤鸡翅而已，我们走。公子，我烤好了2串了。好，让他们看看这烤鸡翅的威力。这第1串就让我们自己享用吧。是。太好吃了！我受不了了，给我1串！别挡路啊！这家烤鸡翅我贾家全包了。哇，是皇城第1商人贾员外的家丁啊！什么贾家？这些烤鸡翅我们大少爷要了。快看，那是吴丞相的家丁啊！嘿嘿，这下贾员外要吃瘪了。哼，什么大少爷？这烤鸡翅三皇子下令全要了。这是金元国三皇子的手下，皇族出手了，谁还敢抢？什么玩意儿？出门都没带耳朵吗？我说的话都听不见，一个个的在争什么？1人限购1串，你们几个有多远给我滚多远！小李子怎么还没回来？我实在受不了这香味儿了。哎，启皇妹，你经常在外游历，见识比我广泛，你可知道这香味为何物？皇兄说笑了，我在外修道已辟谷多年，论吃的，我可不及皇兄1星半点儿。哎呀，这宫中美食我早已吃腻，没想到今日外出，竟遇到如此神奇之物。三皇子不好了！奴才已查明，那三位是一男子在烤鸡翅所散花。可当奴才说要将那烤鸡翅全数买下的时候，他不但不卖给我，还将我乱拳赶走。大胆的刁民，他竟敢不给我三皇子面子！此人公然和皇室作对，怕是有来头。公主，那人自称是炸天帮，可奴才从未听说如此帮派啊！炸天帮？有消息称剑冢试炼被一男子所毁，那人便是自称炸天帮的藤原踏海。一人所毁，如此高强。此次剑冢试炼坐镇的可是狼剑宗元婴期长老，那藤原踏海1人1狗便能对阵狼剑宗如此多的高手，这从未听闻的炸天帮实力竟如此高强。这卖烤鸡翅的也是炸天帮之人。小李子，快带我去找那男子，若是能结交上这炸天帮，我竞争皇帝之位又多了份助力。哎呀，这便是自由的气息呀！好多好吃的，真是太幸福了。哇，太香了！这是什么味道？在这边。嘿，大家不要挤啊，排队排队啊！提前把银子拿在手上，100两1串。公子，这些烤好了。来，这是你们的，谢谢灰姑。
哎，是少年郎，他怎么跑来卖夜宵了？好小子，想不到还藏着一手。三皇子与七公主驾到，闲杂人等速速让开！是皇祖，赶紧让开！这小子刚才得罪了三皇子，这下完了。三皇子就是此人。吾乃金元国皇族三太子，就是你自称炸天帮，在此卖烤鸡翅。是三皇子，公子，我还要继续烤鸡翅吗？要不我们先暂时收摊。放心，我来摆平，你继续烤鸡翅。我问你，你可是炸天帮藤原踏海？哟，你这个太监被赶跑了还不死心，把主人找过来，是想来出口恶气吗？我并不是来找你麻烦的，只想知道你究竟是不是藤原踏海。我只是负责炸天帮的资金来源，人称创业天才马云。炸天帮是吧？随我走一趟吧，本皇子有事与你商谈。没看到我在做生意吗？你，我好声好气与你说话，你竟是这个态度！我叫你人头落地！哼，恼羞成怒。皇兄小心！你这家伙！皇兄，快住手！我运起全身的真气，才抵挡住他随手一击。此人并不是普通的商贩，他的修为在你我之上。知道还不快滚！瞧瞧你们，把我的客人都吓跑了。打扰我做生意可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哼，普通民众走了更好，你也不必和我走了，就在这里说吧。大姐，今晚银两赚的也够多了，你们都拿着吧。有了这门烤鸡翅的手艺，无论走到哪儿，你都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客人。公子，真的是感激不尽啊！大哥哥，谢谢你。快走吧，以后不要回来这条街了。这位马先生，我是金元国的七公主，皇兄贸然对你出手，实在是抱歉。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赶紧给我10万枚上等灵石，我就原谅你们。警察10万枚？这个……三弟七妹，你们还是太嫩了呀！你俩也想拉拢炸天帮，从而给皇位之争做事，拉拢不成还得罪了人，真是太嫩了呀！切，二皇兄。二皇兄好。哦，这便是烤鸡翅吗？本皇子历来喜爱美食，不知马先生可否特意为我做几串？不好意思，今日已收摊，我没有兴趣参与你们的皇位之争，我先走了。马先生请留步，你想要什么价格尽管开口，本皇子对能人之士从不吝啬。你不过是个皇子，哪有资格吃我做的美食？放肆！本皇子实在四方，从未听过有我没有资格吃的美食。你若是能做出让我惊讶的美食，本皇子就满足你的任何愿望。哦，你想与我打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本皇子今日就瞧瞧你有什么本事。哼，好，你可别反悔。给你来一刀，闻着如粪便般恶臭，吃着喷香四溢的美食。闻着恶臭，吃着芳香四溢。我不信，世间哪有这种食物？我算是发现了这家伙的一个特点，他不论走到哪都会和别人杠起来。就是这个味道，太爽了！哈哈，这是什么恶臭？这便是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二皇子，你请用。胡说八道！这玩意儿臭不可闻，分明就是粪便。这莫非是他的计谋？七妹，此话怎讲？那东西奇臭无比，你定然不敢吃。那他说入口是香的，你如何反驳呀？言之有理，若是不吃，我的确不能说这不香。可这粪便谁敢下口去吃？你这家伙太卑鄙了！你可不要污蔑我，这臭豆腐确实美味无比。你若是不敢吃，那这赌局就算我赢了。如果这东西正如你所说入口美味无比，那你自己吃一个，我就服你。啊！
他真吃了，为了赢连自己都不放过，是个何人？小子，本神尊这辈子从来没服过谁，但是今天本神尊对你深感敬佩，是在下输了。这只狗，这只狗还会说话？毁了剑种试炼的藤原踏海，便是带着一只修为高强的狗。难不成他其实是藤原踏海伪装的？二狗子，给我退下，别妨碍我打脸。打什么脸啊？铁锅炖粪便我也会啊！炖粪便，吃屎就有你的份儿。嗨，你给我等着，本神尊弄给你看。如果他真的是藤原踏海，或许这食物并非粪便。那我，马先生，请问这臭豆腐能否给我一碗？七妹，你疯了吧？那是粪便。好，看来这位美人的品味更加高雅呀。来，随便吃。对于美女，我一向很大方的。来，满满一大碗。谢谢。应该真的是美食吧？但这味道真的太刺鼻了。哎，舒坦，积攒了整整1000年，这味道可真足啊！嘿，不就是炖粪便吗？谁不会啊？好好尝尝我的杰作。七妹，你不要被骗了，那真的是粪便。别理他们，我喂你吃。来，张开嘴，然后轻轻地含进去。啊！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无法反抗它。啊！七妹，不要啊！好好吃啊！什么？如果轻轻一咬，浓烈的豆腐香味在口腔里炸裂开来，混合着奇异的香料，顺滑的口感，简直无与伦比呀！我的神魂力也增加了一丝。竟然真的是绝顶美食！你快给我来一份。且慢，七公主已经证明了这是真的美食。二皇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可还记得我们的赌约？行吧，你说你要什么条件？哼，很简单，我只需一座府邸，后宫佳丽3000，还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二皇子只需答应我这个条件便可以了。你一个修仙者，有这么多世俗的财物，庸俗！你这家伙是想当皇帝吗？我不能答应你，你这可是3个条件，不是1个。好像也有道理。那我换一个说法，给我一座拥有后宫佳丽3000以及塞满了金银财宝的府邸。行吧，本皇子就答应你。口头答应可不行，你得给我立个凭证。是，这是小人之心。给我立一份字据给他。是。可以。行了，快让本皇子让开。二皇兄，给我也留一份。这真的是恶臭难顶啊！若不是七妹亲身尝试，谁敢相信这个能吃啊？你夹的那是什么？我没有那样的豆腐啊！莫非？你给我等着，本神尊弄给你看！糟了，那个是二狗子的狗屎！七公主，不知可否赏脸与我一同喝茶呢？好啊。好热！我的喉咙。皇兄们怎么了？没事，不用理他们。我们走吧。本神尊的屎不错吧？足足憋了上千年，不比少年郎的差哦。让我美食里打我干嘛？不是你们要吃的吗？七公主，请。马先生，怎么突然请我来喝茶呀？刚才误打误撞对七公主出手，伤到了你的手，特来给七公主赔个不是。马先生不必如此，
是我皇兄太粗鲁了。其实这事儿说回来，是我们有求于马先生。只要是我帮得上忙的，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真的吗？太感谢你了，马先生。您听说过皇陵试炼吗？听说过，是2日后开始的吧？对的，以往的皇陵试炼目的是让修士们进行锻炼，但这次不同。父皇下令，谁能获得试炼的冠军，谁就能继承下一任金皇。前几日，有一名叫藤原踏海的炸天帮男子摧毁了剑种试炼。据目击者称，藤原踏海带有一只修为高强的狗。适才我见到马先生与一只狗相谈甚欢，加上从未听到过的炸天帮一下出现了2人，所以我大胆猜测，马先生，你就是藤原踏海。这小姑娘能想到这一点，脑瓜子聪明啊！我此次化名时并没有易容，迟早会被拆穿。她谈到了皇陵试炼，那告诉她也无妨吧。哼，七公主，你的思维着实敏捷。不瞒你说，我就是藤原踏海。真的吗？太好了！我听说藤原踏海先生，你有一架非常厉害的神驹，我希望你能够帮助三皇子出战皇陵试炼。想让我驾驶神驹参赛，是要去飙车吗？飙车？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第一关是神驹竞赛，三皇子的队伍现在就差1名高超的车手。可以啊，我帮你们。反正我也要进皇陵去找龙脉。真的吗？那太感谢藤原少侠了。无论成功与否，我与三皇兄以后定对你倾囊相助。七公主言重了，大家都是互相帮助嘛。对了，关于金元国的龙脉，七公主可知道些什么？龙脉？没想到消息已经传播到这么远了。其实说出来也无妨，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了。父皇他与灵宝阁一众大师炼制了件法宝，可以产生大量的金元灵气，供上百代修士进行修炼。可要启动此法宝，需要巨量灵气一次性注入，所以父皇想将龙脉挖出来。挖出来？那金元国的国运……很多大臣反对，也是这个想法。但父皇觉得，使用龙脉的灵气，让国民全都修炼起来，那国运自然也会强大。哇，厉害呀！你父皇是一个思想家呀！但想挖出龙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有先祖的封印。所以这次皇陵试炼，谁能破解封印，挖出龙脉，谁便有资格继承皇位。金皇想主动挖出龙脉，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啊！如此利国利民的好事，我怎能只帮三皇子第一回合呢？挖龙脉时，我也助你们一臂之力。真的吗？谢谢你。嘿嘿嘿，今日如此开心，那不如一醉方休吧。喝酒？好啊，我的酒量可是皇宫里最好的呢。那只狗跑哪儿去了？竟敢让本皇子吃屎！他跑太快了，我们追不上啊！快去那边看看，别让他跑了。是。神经病，不是你们要吃的吗？本师尊这么有诚意，怎么还不乐意了？莫非那玩意儿真的不是粪便，是能吃的？不应该呀，那一锅东西如此熏臭。我回去看看。这个锅还在呀，混了我的在里面都变味儿了呀。这怎么可以这么好吃？而且神魂力居然上涨了一大截啊！还有这么多，太浪费了，都带走！溜啦！马先生，马先生。人啊，是二皇子派我来的，你要的东西备齐了。真的吗？马车已经备好了，随我一同前往吧。马先生，我们到了。
二皇子殿下，马先生到了。二皇子，你这速度够快的呀，这就弄好了，不会货不对版吧？哼，睁大你的双眼看看，本皇子可是会食言。这便是你要的东西，一座豪华的府邸，填满府邸的金银财宝，还有后宫佳丽3000，如何？哪一点与你的要求不符合？快将那字据给我！别着急嘛，这府邸与金银财宝倒是没错，可这后宫佳丽3000，二皇子你可没给我交代清楚啊！恐怕你得赔偿我你所有的身家了。胡说八道！这可是皇城内精挑细选的3000名佳丽，你还能挑什么刺儿啊？各位佳丽，你们听着，你们之中可有人名叫3000？有的话，请上前一步来。二皇子，你看根本没有啊！你这还不算毁约啊？你给我玩文字游戏，谁搞得明白？二皇子，字据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后宫佳丽3000，字据是你立的，现在可是要反悔？和他耗下去没完没了，忽悠一下他赶紧完事儿吧。好，储界内有我的所有家产，就全部给你吧。二皇子，不可以啊！不愧是皇子，爽快。都完事儿了，字据给我吧。这储物界内的确宝物众多，可堂堂金元国二皇子，怎么可能只有这些呢？我确实只有这些，你还想怎么样？很简单呀，一起去你家看看就知道了。大胆刁民，皇宫可是你能去的？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个生意人，最讲究白纸黑字。既然二皇子扬言自己说到做到，又何惧我去你府邸看看呢？哼，去就去，谁怕谁？若是看我的房子里没有任何财产，这事儿就结了。我可没空陪你纠缠这么久。传令给佣人，将府邸里的财宝全藏好。是。马先生，走吧。二皇子果然够大气，走吧。这二皇子，谁不知道你会转移财产？系统，给我传送到二皇子的府邸。开始传送。哇，这皇宫还挺气派，平日里这二皇子没少收刮民脂民膏啊。哎，那边的花瓶都收起来，这套茶具都是纯金的，不能放在外面。储物戒指不够用了，宝物太多了。二皇子马上就要回来了呀。大家先暂停一下工作。你是谁？竟敢擅闯皇宫？我是二皇子派来协助你们收拾宝物的。看，这可是他的戒指。那个是二皇子随身携带的戒指。太好了，单凭我们收拾不过来啊。二皇子平日开销巨大，金皇要来查他的府邸，所以值钱的东西都得藏起来。早该来查了，这二皇子超级铺张浪费。小声点儿，小心砍了你的头。多谢小兄弟，还有这后院里的就收拾完了。我去，这皇子也太富有了吧！这宝贝真是太多了。你们退下，我要发功了。好，系统，把这些宝物全部回收，然后分解。正在回收，回收法宝103件，回收功法25件，回收完成，共分解炼气精华15000点，修炼精华3500点。如此高强度的收纳，耗费了我大量的真元力啊！小兄弟，你辛苦了，快擦擦汗。你们收拾好的储物戒也一并给我，我一同上交给二皇子。还有，你们自身的贵重物品也都给我，免得被金皇看到。好的，都交给你。大家都辛苦了啊！我会在二皇子面前称赞你们的。谢谢你啊！哎呀，难得来到金元国皇宫，瞧瞧有啥好东西。哎，你是谁？居然擅闯太后的寝宫！小点声，叫啥呢？有刺客，快来这里抓刺客！我去，这太后寝宫怎么这么多守卫？系统，帮我传送回马车。刺客跑哪儿去了？快搜，千万别让刺客伤到太后。这一波赚到不少东西，可以溜了。二皇子，快停车吧，有事和你说。二皇子啊，马先生叫你。又搞什么花样？字据，
二皇子，那府邸还有金银财宝和3000佳丽，我都不要了。钱财乃身外之物，这些东西我没必要贪图。你什么意思？突然和我说这些？意思就是我不和你折腾了，我先溜了，后会有期。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殿下，老朽觉得他是接近皇宫开始怕了，任他再巧舌如簧，在宫里也是任人宰割呀。哼，终究只是个平民百姓，带上那3000佳丽，我们回宫。三皇兄，藤原踏海那边我谈妥了。没想到他就是藤原踏海，神驹竞赛的人选总算有着落了。他非常认可父皇的做法，不只是神驹，后面的关卡他也会出手相助的。如此甚好，明天就开始了，你能联系上他吗？那天聊完他就走了，他应该知道时间吧。这玩意儿真是太好吃了，要是能再来一碗该多好啊！似乎明天就是那啥试炼了，少年郎跑到哪里去了？不管了，那货如此显眼，往人多的地方一钻就能找到他了。来到金元国之后，收获实在不少啊！手里的打脸只有1万多了，境界马上能突破至鹰变期，还有各种大量的精华，将几件法宝强化到极致都不在话下呀。不过手上的法宝都足够我使用了，这些都存着吧。兰博基尼过期了，明天就是神驹竞赛了呀，得兑换新的跑车才行。有了。皇陵试炼开始了，快去站个好位置，不然根本看不到啊！据说今年的皇陵试炼关乎到皇位继承，所以各位皇子都有组队参与试炼呢。快看，那是大皇子的神驹驾驶者灵宝阁第1天才高桥介，旁边的是二皇子的得力干将神驹之鬼齐云飞。为何三皇子的车手没来？难道是他没有拿得出手的神驹驾驶者吗？据小道消息说，三皇子拉拢了名为藤原踏海的车手，实力不在高桥介与齐云飞之下。真的吗？金皇驾到！金元国的子民们，抱歉，差点输过头了。神驹竞赛还没开始吧？是藤原踏海来了。可算来了，还以为赶不上比赛了。环儿，此人可是你的车手？是，正是我队里的人。父皇，可以开始第1场试炼了。打脸成功！好，几位皇子的车手都已悉数到位了。金元国的民众、修士们，朕在此隆重宣布，本次皇陵试炼关乎到皇位继承权，最后获得皇陵试炼胜利者，将有权利继承下一任金皇。皇陵试炼乃是金元国历来的传统，智慧、勇气、力量缺一不可。此次试炼的难度是历来之最，希望大家能好好发挥，赢得胜利。第1关神驹竞赛，场地是灵宝阁测试神驹时使用的道路，蜿蜒崎岖，极具挑战性。第1个驶过终点的，便是本关的胜者。现在，朕宣布，神驹竞赛现在开始。胜利者可以继承皇位，这也太刺激了！几位皇子必定争得头破血流呀，我们可有好戏看了。倒数10秒，准备开始。启禀太后，奴才仔细看了看，那三皇子的车手就是昨日闯入寝宫的贼人。是吗？倒数5秒，5、4、3、2、1，开始！藤原踏海一马当先冲了出去，他起步也太快了。
藤原先生果然实力超群，冲啊！不对，七妹，你看，前方就是第一个弯道，他的速度太快了，不减速的话会冲出赛道的。他疯了吗？这个速度不可能过弯的。什么？他用惯性漂移过弯，这很快啊，瞬间就超越了过去。你怎么懂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利用下压力稳住车身的侧倾，以完美的走线过弯。哦，你有2下子哦。这场比赛可不是只有你们2人，别小看我呀！是二皇子的车手齐云飞，他的直线加速能力太强了。你快注意后面的车手，其余的神驹已经落后了一大截，完全追不上了。这场比赛完全就是他们3个人的较量啊，完全追不上他们啊！这弯道就被甩开了。想从我内侧超车，就凭你这小马力，别做梦了！可恶！他的车身横在路中，挡住了超车的路线。为何他能以这个姿势过弯？我将神魂力驱动到了极限，都无法做到。傻子，谁跟你有神魂力驱动？我这是后轮驱动，纯粹的赛道工具，是你们这些修饰玩具能比的吗？弯道，重点是弯道。齐云飞与高桥介引以为傲的神驹速度，在过弯时都得减速。唐云踏海保持在极高的车速之下，直接滑出弯道，高下立判。我去！看来第一场神驹竞赛的冠军非藤原踏海莫属啊！小狗熊，太好了！哼，没想到在第1关就能拿下大比分。我去！小心！藤原先生，是哪个奸人偷袭老子，妨碍我比赛，连我的战车都给打坏了！炸天帮的马云云、藤原踏海，都是你这个无耻之徒，用阴险手段骗走我的金银财宝，还有脸参加竞赛？什么金银财宝？你别血口喷人啊！证据呢？打扰我比赛，这笔账我得好好和你算。二皇兄，藤原踏海乃是我队伍之人，有什么事不能晚点再说？为何要打断比赛？三弟呀，三弟，你不觉得这藤原踏海的神驹太过诡异了吗？区区元婴期的神魂力，怎能如此驾驶神驹？本皇子怀疑他有作弊之嫌，将他截停下来查看。若是二哥怀疑他的神驹，大可向父皇禀告，直接出手损坏神驹，你是何居心？三弟，注意你说话的口气。我是你的皇兄，如何做事轮得到你来指责？可恶！怎么这样？明明能拿下第1的，有作弊之嫌。好啊，公平起见，大家都停下来，看看到底是谁有作弊之嫌。你给我住手！先扔我的，老哥不会停下，查驾照了。够了！吓死我了！皇陵试炼规定，一旦比赛开始，谁都不能插手。你们还有将朕与太后放在眼里吗？秦皇陛下，这个不能怪我啊！先出手捣乱的是二皇子，说我作弊的也是他。依我看，完全就是他不给你面子，换我肯定当场拍死他。齐元飞与高桥介都是闻名全国的神驹高手，怎会被一名无名小卒打败？父皇，这家伙阴险狡诈，神驹一定有问题。神驹乃是修士使用神魂力驱动的法宝，实力高强，自然就能运用得当。朕一路看下来，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你不要再说了。父皇说的是。藤原踏海，你的实力在场观众都有目共睹，技术确实出神入化。朕欣赏你的才能，允许你重新开始比赛。重新比赛？那真是太好了。二皇兄平日荒淫无度，收官民脂民膏，父皇肯定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谢皇上慧眼识英豪，不过我不同意重新开始比赛，我要求继续这场竞赛。你说什么？继续比赛？继续比赛？继续比赛！七妹，你快劝劝他，到手的第1都飞了。藤原先生，你的神驹已经损坏，而且对手已经跑得太远了。
神驹打脸值，这玩意儿要多少有多少。一天使用至于对手，不放他们走远点，怎么有挑战性呢？快看，藤原踏海重新出发了，他没有要求重新比赛。其余对手赛程早已过了大半，他如何追得上去啊？不，你们快看，没有对手的阻拦，他的速度更加暴涨了。天哪，每一次过弯都是极限，就像是贴着地面飞行。快看，速度慢的那几台车已经被超过去了。四号兄，有希望能获胜。哎呀，快减速啊！前面是一个发夹弯，许多年轻的神狙手都是栽在这种发夹弯上的，自以为能够转过第一个弯，可是接下来立马有反方向的急弯啊！是漂移入弯，速度丝毫不减，直接入弯。但是这个是发夹弯呐，他要失控了。什么？是负角度漂移，完美切入到下一个弯心。你到底为啥懂这么多？你看他的车头方向已经与牵引力方向成了负角度，出弯之后正好能进入到下一个反向弯道。花里胡哨，总之很强就是了。藤原踏海重新追上第一梯队，但前方就是最后的5连发夹弯，他能创造奇迹，重新夺得第一吗？装模作样的家伙，不可能让你超过去！宁愿放弃最优的路线，与齐云飞并排过弯，我也要堵住你的路线！居然直接从外侧，刘口界被超过去了！可恶！第2名了！休想超我的车！为了封锁藤原踏海超车的路线，齐云飞强行贴近弯心进行过弯，太勉强了，维持不住车身，尾巴已经飘出去了。可恶！如果让出内线的话，空隙露出来了。这条赛道没有下水道，那就用真原力强行将轮胎下压，压迫路肩，轮胎内侧勾住破损的路肩边缘，这就是强行下水道过弯。发生了什么事情？藤原踏海犹如磁铁一般吸住了内侧，唯一的走线超过了千云飞。胜负已分，藤原踏海拿下神驹竞赛第1名。恭喜藤原踏海代表的三皇子队伍获得积分第1。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这将会是巨大的优势。这场比赛真是跌宕起伏啊！三皇兄，我们拿到第1了！太好了！藤原踏海，你的车技确实厉害。是啊，能否指点我们1、2？哎呀，你们呐，每次过弯都很不自然。虽然你们的神驹马力很大，但是车头太重了。黄陵赛道多急弯，你们每次入弯就一定会推头，尤其是最后的5连发夹弯，你们每次都拿不准最好的路线。除非你们能克服这个问题，否则你们永远都赢不了我。推头？马力？你的意思是？多练练吧，下次我在秋名山等你。藤原先生，多谢你对本皇子的帮助，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嘿，好说好说。接下来是第2关傀儡试炼，对吧？赶紧走吧。咦，第2关你也要一起去吗？哎呀，这怎么能再麻烦你呢？傀儡试炼危险重重，稍不留神就有性命危险呐。关于练气，我也略知1、2。傀儡试炼不限人数，我能给你帮上忙啊。那真的是感激不尽。各位修士，欢迎来到傀儡试炼。金元国先皇们为了保护皇陵龙脉，制造了大量傀儡骨甲镇守于此。傀儡骨甲的战斗力会随进入禁制内法宝的等级而提升，所以傀儡试炼不允许带入任何法宝。击败傀儡骨甲的方法1，仅凭肉身战胜，
但这几乎不可能。方法二，便是带入炼气师，在禁制内直接炼出法宝。这种做法不会提升骨甲能力。过去的皇陵试炼中，比拼的是谁能击败更多的傀儡骨甲，但这次不一样。此次试炼关乎金元国的未来，谁能彻底击溃这傀儡阵，突破进皇陵之内，谁就是获胜者。现场练剑哦，有系统商城在手，这关简直是白送啊！各位，这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我们进入场内后，快速的建立防线，坚持到周林峰修士练出的第一批法宝。等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后，再向里推进。规则就是这些。傀儡试炼，现在开始。大家都清楚战术了吧？我们走。就是这道禁制会检测法宝。进去吧。这就是傀儡骨甲。小心，傀儡激活了，注意防御！这么快就有人！快运起法诀组成护盾，炼气师快躲到后面！是。傀儡暂时被其他队伍吸引了注意力，我们赶紧在后方建立防线。你这个乌鸦嘴，我们立马就被盯上了！七公主，我们来助你！已经没办法转移了，护盾就架在这里吧。辛苦大家了，在下这就开始练气。三皇子的队伍训练有素，配合的还算亮眼，炼气师也可靠，一柄4星宝剑瞬间便有了雏形。哇，三皇子，照这个进度，咱们胜券在握呀！要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这射线只是开胃菜而已，难顶的马上就要来了。第一波来了，这是突进攻击的中型傀儡骨甲。这种傀儡战斗力不高，行动迅猛，力量十足。若是防线被冲散，所有人都会被远处的射线轰死。第一把武器练成了，快去抵御冲锋！李将军，你去。末将得令。不错，安排的井井有条，有种玩策略游戏的既视感。系统，我储物空间里的武器能用吗？宿主若取出武器，会被禁制检测，从而提升傀儡能力，不建议使用，但可兑换商城内的道具。你这个奸商！我好不容易存了点打脸值，你又想怂恿我花掉？不行，我得找个反赚一笔的机会。先锋队的武器还没准备好吧？不能再龟缩此地，我们要主动出击！欺骗二皇子，只够装备5个队员，5个就5个，现在给我冲出去开路！只有5个人出去的话，怕是性命拿不到第一，你拿命来赔吗？快去！遵命。先锋队，随我一同上。殿下，二皇子那边已经发起了第一波攻势，他们只武装了5名队员便开始冲锋。5个队员，他疯了吗？这点人数只够防守，他不可能突破得了傀儡阵的。殿下，大皇子队伍看到二皇子开始进攻，也派了8名队员跟了过去。殿下，我们也赶紧跟上吧，不能丢了进度。我们再缓缓，现在队中只有3柄宝剑，更别说护体宝珠，不能为了追进度害了大家的性命。三皇子，看到大家如此努力，我也不甘示弱呀，顺手练了一些法宝给大家，快拿去吧。这里有20把4星宝剑，10颗护体珠，足够咱们队伍使用。什么？这么多法宝，储备量超出其他队一大截啊！我千辛万苦练出了第4把宝剑。桃园先生，你是怎么做到的？鄙人不才，炼气稍微有些天赋而已。有了这些法宝，每个人都能武装上了。事不宜迟，我们也开始进攻！不要怂，一起上！突进傀儡全灭了，快冲！陛下，几位皇子都开始进攻，一些散修还在防守。
试炼还开始没多久，以三皇子的性子，也选择了进攻。看来他有十足的把握，或许这次的试炼能够突破先皇的禁制。殿下，三皇子的队伍开始集体推进了，他们全体都装备了4星法宝。什么？为何他会有如此多的法宝？我们的炼气师呢？我们已经尽力在练了。都跟着我往这边突破，赶紧冲！巨型傀儡没有注意到我们。别冲了！3只巨型傀儡都在打我们！可恶，推进太快了吧！我们吸引了火力，反而会让其他队伍得到进攻的机会，得想办法突破啊！什么？殿下，前方的巨型傀儡被藤原踏海全部击败了！哼，快跟上，给你们开路！他虽有元婴期9层的实力，但一口气解决这么多补甲，那可是鹰变期都棘手的对手啊！不好意思，寻常的境界分歧根本不适用于我。打脸成功！殿下，傀儡都被藤原踏海击败了，我们也跟上去吧。等等，有什么不对劲儿？藤原先生，多亏了你能够突破到这里。突破前面的禁制，就是我们的胜利了。等等，那是，居然是金身傀儡，这可是100年一遇的隐藏机关。是谁触碰了机关，将金身傀儡释放出来？罢了，我们撤退，这试炼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100年一遇的金身傀儡，还有机关才能触发，难不成是那二狗子在捣鬼？怎么会有金身傀儡在此？我们的优势浪费了呀！快撤退！这次傀儡太过强大，我们不可正面为敌。退回入口处，建立护盾，尽力让所有人都逃出去。藤原先生，快逃啊！你不要再逞英雄了，就算是父皇也敌不过那金身傀儡啊！哦，在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这个字。都别逃，都先来看老子打脸！剑灵，模仿我的动作。是。什么？金身傀儡是吧？100年一遇是吧？再来多点儿，都不够我塞牙缝！是巨型金身傀儡呀！从未有人见过，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检测到入侵者威胁值达到最大，开始清除威胁。我去！剑灵，搞得定这货吗？轻而易举。他也太猛了吧！到底是何方神圣？三皇子，我要突破了！系统，破解禁制。破解失败，此禁制已被他人破解，宿主可直接进入。啊，已经被破解了，究竟是谁？藤原先生，你太厉害了，打败了所有的傀儡。禁制如何了？管他是谁破开的，送上门来的机会怎么能不打脸呢？管他是谁破开的，送上门来的机会怎么能不打脸呢？哎呀，我略懂一些禁制的知识，刚才用了3分的实力就把禁制给破开了。三皇子，这下第1名是我们的了。破开了，这可是先皇无比坚固的禁制，怎会如此轻易就被破开？真的被破开了，能够踏入禁制之中，那就是说，第2关傀儡试炼，我们是第1名。连续2关第1，这皇陵试炼的冠军是我们的了！可恶啊！又是这藤原踏海，怎么会被他打破了禁制？陛下，傀儡试炼胜负已分，三皇子的队伍拿到了第1。居然，数10年来都无法攻破的傀儡阵，今日居然被这少年所破，看来我们的计划离成功不远了。藤原先生，太感谢你了，此恩无以为报，本皇子永记一生。你若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好，那我也不跟你们含糊，我确实有一物相求。金元国龙脉之上有灵气孕育出的灵草一株，名曰太初金灵草。
我帮你们破解这皇陵内阻碍，这太初金灵草必须归我。你想要灵草？金皇希望利用龙脉炼铸法宝，灵草虽稀有，但对你们用处并不大。话是这么说没错，但灵草是极为稀有宝物，光是我同意恐怕也没用。三皇子，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我这是在通知你，我会得到灵草。啊！就算与整个金元国为敌，我也要得到灵草，即便是付出性命。若是没有藤原踏海，这龙脉不知多久才能开采出来。区灵草，我皇族赠予你便是。父皇，您同意吗？藤原踏海如此辛苦为你夺得试炼冠军，灵草对他必定是十分重要。既然如此，朕怎能说出不同意呢？谢过金皇。接下来就是皇陵的主墓室了，里面机关重重，暗器无数，要小心至极才能推进。隐隐约约有一丝不好的预感，难道说……三皇子，我先下去看看，给你当先锋队。你一个人不安全吧？哎，放心放心。果然，里面的机关全都被破坏了，战斗的痕迹都是爪痕。我去，是二狗子进去了。用豪塞雷将狗爪子的痕迹全部覆盖，假装是我战斗过的痕迹。里面好大的动静，恐怕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斗。三皇子，机关都被我清理干净了，咱们下去找龙脉吧。好。父皇，单凭皇陵试炼便将继承人传给三弟，未免太草率了。再多比试更多的试炼吧。皇陵试炼足够看出实力，无需多言。三皇兄，这家继承人确定是你，太好了！全靠七妹能够找到藤原踏海这等帮手啊！前面就是出口了。哈，总算到了，这里就是龙脉。你这死狗，给我住口！我去，就吃棵草而已，你打我干什么？你这狗就应该吃狗粪，吃什么草啊？那可是灵草，你快给我！警告：太初金灵草被直接拔出，建议马上保存，否则会因为失去灵气而枯萎。哎呀，没时间跟你解释了，快把灵草给我！这棵草蕴含大量精华可补啦，本尊先找到的，凭什么给你啊？我是你逼我的。系统，消耗1000点打脸值兑换金狗项圈，与金箍同样效果的项圈可用于妖兽身上，对犬类有诱惑效果，控制力加强。狗子，那灵草对我极为重要，你别吃，我拿法宝和你交换。哦，法宝？你有啥法宝我能看得上啊？死狗，得用些法子来忽悠他呀！哎呀，我刚得到了一把绝世宝剑，你肯定要兴奋啊！我的宝贝，这是什么？哎呀，瞧我这破嘴！哎呀，这是垃圾，不是什么宝贝，你啥都没看见哈！来，我用宝剑和你换。滚啦！谁稀罕你的破剑？你在躲什么？把那玩意拿出来给我看看！哎，真拿你没辙，还是你眼尖呀！这是一个能提升大量修为和吸引异性的项圈，戴上之后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是我花费了9牛2虎之力才夺得的至宝，保守估计得是8星法宝。你这小子，有这等法宝还想拿破剑忽悠本尊？拿着项圈来换！本神尊就将灵草给你，我可舍不得呀！为了灵草，那就换吧。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别给我耍手段啊！系统，将灵草收回来。消耗500点打脸值，保存成功。你这死狗，把项圈给我还回来！年轻，太年轻啦！本神尊就知道你会来抢，早防备好啦。
哦吼，果然和珅，简直是为本神尊量身定做。不好意思啊，在场的少女都要为本神尊而尖叫了。你小子在笑什么？我非是向前有诈！我去，怎么停不下来？越用力反而越紧啦！你小子耍我，我要杀了你！小子，你在干什么？我通过这，你这是谋害神兽，要遭天谴的。如何，服不服？服了，我真服了！你快给我放开了！差点死了！你就跟我乖乖躺着吧。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的狗太闹腾了。哪里？照我们的合作，我拿得灵草，带你们找到龙脉。各位，请往下面看，岩浆内有金龙涌动，那便是金元国龙脉，其中蕴含了大量的金元灵气。先帝设下了重重难关，便是为了守护这龙脉。今日朕终于来到龙脉面前，举国修炼的大业终于能开展了。若是没有藤原踏海，我们根本不可能来到这里。黑泪阵，还有禁制，以及主墓室无数的机关陷阱，全靠他才能突破。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此人：此乃神人也。哎呀，你们这样夸我，我会不好意思的啦。恭喜宿主打了一个震惊全国的脸，奖励15000点打脸值。藤原先生，你可是我金元国的大恩人，你有什么需求吗？朕什么都可以满足你。你突然这样说，我有啥想要的呢？陛下，大事不好了！小的刚从火元国归来，那边出大事情了，火皇被他的驸马杀了，火皇之女泱泱公主也死了，火元国皇族彻底垮台了。你说什么？那驸马是谁？那驸马就是他！此人名曰徐缺，乃火元国的驸马爷。什么？你会不会是认错人了？不可能认错，他的脸化成灰我都认识。他在火元国自称炸天帮徐缺。炸天帮马云云、藤原踏海，原来都是同一人。就是他，徐缺。无敌是多么寂寞，无敌是多么空虚。我的寂寞，谁能明白？这位少侠，你先别喊了，你真的是炸天帮徐缺吗？事到如今，不管我再怎么低调也拦不住了。不错，我就是徐缺，火皇就是我杀的。火皇可是鹰变旗之中实力最高强的存在，你居然能够战胜他？若是他对我出手，那岂不是……陛下，还有一件事要告诉您。什么？你的妃子、女儿都……陛下，您一定要小心您的后宫们呐！唉，世界的消息还真是封闭啊，对我的打脸大业影响太大了。陛下，属下刚从土元国归来，有要事汇报。陛下，属下刚从木元国回来，有要事汇报。又怎么了？快说！土国还有木国的灵草都被人盗了。那人在两国皇陵之中刻下了字据，他自称炸天帮段九德，是徐少侠的师傅。而且还说，如果徐少侠想要回那些灵草，就去找他。段九德是那位威名远扬的大拿，没想到他也是炸天帮中人。是段九德，当初我在火元国借他名声吓唬人，被他知道了吗？自称炸天帮，还夺我灵草，是想引我上门吗？灵草是复活小柔唯一的方法，我不能就这么让他夺走。剩余的还有一株水源灵草，我必须在他之前夺得。虽然不知道段九德是谁，但是人人都来跟你抢灵草。哎呀，看来你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啊！你这废话真多，给我去死！
臭小子，你给我等着！本神尊会回来收拾你的！我去，你这死狗怎么还有力气跑啊？系统，给我24小时自动播放咒语。正在单曲循环咒语。哼，还敢搞事！我不信勒不死你这只狗！哎，金黄，我有要事，需立马动身前往水源国，得先行离开了。系统，启动传送法阵，目的地水源国皇陵。启动失败，传送法阵冷却中，需要1周时间充能。什么？居然在最需要传送法阵的时候！徐少侠，你若是有需要朕帮忙的，尽管开口。金皇陛下，我自身的传送手段出了些差错，暂时无法使用。不知金元国内可有传送法阵能让我使用？传送到水源国吗？跨国法阵需要2天的时间准备。徐少侠能等吗？2天吗？比起1周已经好太多了。金皇陛下，实在太感谢你了。朕说过，只要朕能做到的，徐少侠的要求都会满足。陛下，陛下，太后命我传话，太后有事要接见徐少侠，希望徐少侠立马前往寝宫。我？这太后找我干嘛？难道上次闯入寝宫被她知道了？徐少侠，这边请。上次来没仔细看，原来太后寝宫如此寡淡啊，连一件值钱的宝贝都没。太后，徐少侠已到，进来吧。徐缺参见太后。徐少侠，哀家等你很久了。此番邀你前来，是有件要事与你商谈。哀家听说，徐少侠欲前往水源国皇陵，想必是冲着水源灵草去的吧？这太后怎么如此年轻，真是驻颜有术啊！太后着实聪明，这都被你猜到。不过太后找我何事啊？徐少侠有所不知，水源国龙脉常年被寒冰封禁，若强行破冰，龙脉中的水灵草便会涣散。哀家这里有件至宝，名为透冰神梭，可助你破开寒冰封禁。哦，然后呢？这少年为何会如此轻描淡写？莫非他对取出水灵草胸有成竹？哀家助你破开封禁，是有一事求你。水源国皇陵内有3枚绝世神丹，名曰8星冰魄玉丹。此丹药蕴含大量道韵与灵气，正好助哀家突破瓶颈。只要徐少侠能为哀家带1枚回来，你有什么需求，尽管提。8星神丹，你让我考虑一下啊。系统，这冰魄玉丹是何物？冰魄玉丹乃是洗剑法髓的高级丹药，只有婴变期并且是纯元之体的女性才能服用。服下之后，天赋灵根会大幅升华，并有一定几率发生进化。纯元之体的女性才能服用？这太后连孙子孙女都有了，她要这丹药干嘛？莫非是给七公主准备的？不对呀，七公主也才元婴3层的修为，这丹药必须得是婴变期才能服用啊！莫非这太后还是纯元之体？那她的子女是怎么来的？哎呀，我去，这金元国是怎么回事啊？我压根儿不想跟他们扯上关系。徐少侠，你若是担心回报，哀家有无数至宝法器皆可送你。哀家看你与七公主走得近，若是你想，哀家可成全你们。我去，连公主都行啊！那么请问太后可以吗？你说什么？我就开个玩笑啊，太后你别的。只要你能带回灵丹，哀家便可答应你任何条件。徐少侠，让你久等了。传送阵已经搭建完成，随时可以启动，传送至水源国雪域。多谢金皇陛下，事不宜迟，我这就动身。好，阵法启动。必须抓紧时间了。水源国灵草，
我来了。少年郎，等等我呀！少年郎，你带上我一起走吧，我给你做牛做马。但是你别念咒了，我受不了了。你这死狗，还搞不搞事？不搞了，不搞了。行，你皮厚能挨揍，适合给我当挡箭牌。金元国的各位，咱们有缘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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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吁，司徒海棠，还不快投降！水皇大势已去，整个水源国如今只剩这一座雪城，你何必还要执迷不悟？海棠，这已经是死守的第7天，雪城内的补给已经消耗殆尽了，将士们死伤无数，剩余的卫兵们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呀！唉，水源国危矣。二叔，在决定守城不降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败局已定。我司徒海棠，今日就是血洒雪城，也不会倒戈兵临叛土。海棠，既然你死不悔改，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兵宁军全军出击，今日必踏平雪城。来了，守卫们，做好防御准备，为了水皇，誓死抵抗！出来！什么？防御！防御！啊！发生什么事情了？烟雾里有人。哎，这里是哪儿啊？说好的雪城呢？这传送法阵精度不行哎！怎么有人传送到战场正中央？小子，你是水皇的援兵吗？啊！自不量力，胆敢一人挑战兵宁军的铁骑，踏平他！我啥情况？我去！虽然我虚血打脸无数，可面对军队级别的规模，实在是太爽了！全都是经验值啊！他区区元婴期9层的实力，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法诀？怎么打起来了？我先溜了！给我站住！皮那么厚，给我上去顶伤害！哇呀，好痛啊！别打了，你们快给我住手！本身都要生气啦！少年，你与兵宁叛军为敌，是红颜派来的援兵吗？红颜叛军援兵？哼，原来如此，原来你们是想抢我红颜的城池？没错，我就是红颜的援兵！别愣着，钱都一起上吧！快给我送经验值！火焰法诀，少年，你快住手啊！雪山之上的禁制压制着这里，火焰威力施展不出来的。火焰法诀，不知死活的毛头小子，把他拿下！不知死活，用来形容你们正好不过。炸吧，火怒火莲！哇呀！在封禁的压制下，还有如此恐怖的威力，这个少年真的是元婴期吗？打脸成功，获得500点打脸值，击杀上百名兵宁叛军，获得300万经验值。哎，怎么威力变小了？叛军损失惨重，是我们反击的好机会。守卫们，打开城门，主动进攻！杀！将军，雪城守军主动出击，阵型溃散，抵挡不住啊！如果不撤退，就要被全灭了。不能撤退！兵宁皇后下令，定要拿下雪城。我有兵宁皇后赐予的兵宁珠，死守阵线。我给你们10周。是。胆敢主动出击，七星法宝兵宁珠，今日就要你们命丧于此！七星法宝兵宁珠，叛军居然有如此神器！敌人被冰霜之力增强后，实力大增，抵挡不住了。我看，让我来！这禁制有2下子，
若是平日的佛怒火莲，早已将你们收拾干净了。此人使用火元法诀，我们有冰凝珠护体，不用惧怕他。一起上！哈哈，区区7星法宝冰凝珠也值得骄傲，让你们瞧瞧我的8星大宝剑！本以为能一剑全灭，怎么只把盾砍破了？这冰凝珠有两下子呀！那是我的宝剑，你小子真是暴殄天物啊！8星宝剑，这可是稀世珍物啊！区元婴期就想驾驭8星宝剑，矫健不杀，本将军留你一条狗命！滚犊子！就凭你也敢在我面前神气？吃老子一剑！杀！这群家伙看着我没法一下解决他们，故意拖延我时间。可恶！那就让你们尝尝我3次火莲的厉害！还敢用你的火元法诀冰凝珠？我去，居然不破防！佛怒火莲虽然足够强大，可我毕竟只有元婴期的修为，打不过，那老子就叫人！剑灵大哥，快来收拾他们！剑灵大哥，你在干嘛呢？我等着你救命啊！吾在炼养魂体，这段时间都无法离开宝剑。吾可传承你一套先帝剑诀，纵使只是皮毛，也足以斩杀在场的人。先帝的剑诀，好啊好啊！传承开始需要一些时间，期间你无法控制自己的身躯。啊，无法控制身躯，那我不是成活靶子了吗？能不能搞快点？我不要死在这里啊！那少年突然定在空中不能动弹，发生什么事情了？这家伙自不量力，贸然使用8星宝剑，遭到反噬了。哼，真以为宝物是谁都能驾驭的吗？拿下他的人头，重重有赏！不好，那少年有危险，众将士听令，保护那少年！上！完了，全完了！这小子被宝剑反噬，成了活靶子了。少年郎，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急事要办，本神尊先走一步。海棠将军，叛军的攻势实在是太猛了，顶不住啊！坚持住！那少年独自一人前来救援，我们不能对他见死不救。脆弱不堪的防线！什么？小子，受死吧！8星宝剑归我了！还有谁？我要打10万个！将军居然被一击秒杀，活下来的士兵也所剩无几！快逃啊！这个人是怪物吧？打我红岩城池的主意，还想逃？全都给我！这位少侠，穷寇莫追，再往前就是雪山禁制的范围了。就连女帝现在都被困于雪山之上，若是不慎进入，真元力被压制，恐怕连你也会被他们抓去。红颜被困在了雪山之上。这位将军，虽然有些冒昧，但能请你详细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50年前，先皇在位时，冰凝皇后十分得宠，但她一直密谋夺取水源国政权。但计谋败露后，冰凝皇后鱼死网破，与同谋重创了先皇。那时，女帝刚从天香谷学成归来，在那场大战中对抗冰凝皇后，将其重创。冰凝皇后从此逃离水源国，不知所踪。就在数月前，趁着女帝前往火源国时，冰凝皇后带着境外势力的军队强势归来。短短几十天，水源国几乎被攻陷大半。等女帝归来时，已难以再力挽狂澜。红颜他修为高深，连鹰变7、8层的老杀神都对他谨慎，怎会被困于雪山啊？具体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传闻雪山之上有能反败为胜的法宝，女帝便只身一人前往。可冰凝皇后收到消息后，领大军将女帝围堵在雪山之上。女帝出发前曾对我说，10天之内若是她未归来，便让我不要再等。可如今20天已经过去了。红颜，你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位少侠，事到如今有些冒昧，但我想问问你，这个玉佩你有见过吗？这是当初红颜给我的玉佩。这位将军
是想考验我是否真的认识红颜吧？这是红颜的玉佩吧？我手上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玉佩。你也有一块？女帝的天阙玉佩只会赠予最亲信的人，我本想看看她是否认得，没想到她也有一块，想必女帝一定对她信任有加。水源国如今只剩这雪城未失守，女帝又被困于雪山，不知海棠将军作何打算？雪山圣地有禁锢真元力的封禁，想上山救出女帝，修为法诀已没有了用处。兵宁叛军便是抓准了这一点，将军营驻扎在雪山上，防守的密不透风。这样啊，虽说我必须赶紧取得水源灵草，但红颜有难，我不能见死不救啊！若是我不帮助他们，想救出红颜难于登天。哎呦，不管了，叫红颜要钱，到时候再找段九德谈判。海棠将军，你不要被我高强的武力所迷惑。虽然我一人击退上万兵宁叛军，但我真正擅长的不是战斗，而是计谋。请允许我重新介绍自己，我乃炸天帮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若是海棠将军不嫌弃，在下担任雪城军军师可好？军师？以雪城的战力，无论如何都无法战胜兵宁军啊！无需战胜，我有一计可救出女帝。此话当真？海棠将军，你看，这是雪山的沙盘图，兵宁军守住的这座山峰，定是红颜被困之地。若是正面进攻，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所以，我们需要奇袭。奇袭？雪山之上真元力被禁锢，兵宁军自然不会防备人力无法通过的路线。所以，我们从旁边的山峰直达兵宁军阵后，打他个措手不及。这怎么能够做到？滑翔伞就能做得到。消耗100点打脸值，兑换滑翔伞设计图成功。请看这个，无需真元力驱动，依靠风力在空中滑翔，实在是太妙了呀！我们与兵宁军打持久战没有胜算，固守雪城，最后必定落败。诸葛军师的战术，我觉得可行。谢谢将军赏识。事不宜迟，还请调动全城军民赶制滑翔伞。红颜，你就别费劲了，你破不了这个屏障的。你的体质有缺陷，命中注定不祥。再硬撑，到头来也是步你母亲的后尘，何必自讨苦吃呢？冰宁，那是我母亲的遗物，或许我没有办法拿走，但我拿不走的，你也别想得到。红颜，你可真是死脑筋呀！虽然我暂时拿你没辙，但你的城池接连失守，最后的雪城也即将告破。再这么耗下去，你觉得你有一丝的胜算吗？还是说你觉得会有哪位真命天子前来这雪山之巅救你吗？海棠将军，我们已经行军好几个时辰了，弟兄们吃不消了。坚持住，前面就到峰顶了。将军，你让队伍先停下，我前去查看。诸葛军师，情况如何？位置正确，对面就是兵宁军的营地，让兄弟们都准备好滑翔伞。不要慌张，记住本军师教你们的操作方法，让我带你们上天，带你们飞。跟上我，一起飞！呜！无需真元力也能在空中翱翔，直接从空中突袭叛军的营地。诸葛军师真的是天才啊！接近对方营地，准备降落。是。快将滑翔伞收进储物戒中，以免被守卫发现。哼，果然，兵宁军压根没有布防，哨兵都在打瞌睡了。他们不觉得我们会偷袭军营。拿出武器，进入战斗准备，拉弓，封箭。
火了！雪山上怎么会有火灾啊？难道有敌人吗？怎么可能？敌人已经陷入了混乱。雪城君，誓死救出女帝！我们上！是雪城君，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快去禀报冰宁皇后！冰宁皇后，大事不好了！诸葛军师，有人逃向了那座山峰，女帝或许就被困在那里面。好，先将外面的叛军收拾掉，然后去救红颜。冰宁皇后，不好了！雪城军攻上军营来了，他们从后方突然杀出，打了我们个措手不及，我们损失惨重啊！雪城君，海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主动进攻雪山？红颜，你的属下真是不知死活呀，居然敢主动进攻雪山。我记得他是叫司徒海棠，对吧？能够找到捷径从后方偷袭，脑子确实灵活呢。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传令下去，死守雪山之巅，不能放进一人进入这洞穴。是。区区1000人的雪城军，不出一会儿便会力竭，届时便是反击之时。哦，红颜。想不到你这雪城之中还有如此非凡的少年呀！看他与司徒海棠并肩作战，身份不低吧？少年，雪城之中何时出了能与海棠并肩作战的少年？难道说是徐缺？他怎么来了？在我最危难的关头，千里迢迢前来救我的男子，是他。这少年只有元婴期10层的修为。怎么战斗力如此强大？用修为来评价他，那就是你的无知了。不管是在东荒、西漠、南域，亦或是北冥之海，以他的实力，都有资格成为一名圣子。圣子？开什么玩笑！就凭五行国这种穷乡僻壤，10万年都不可能出一名圣子。不，若是他的话。江红颜，你，快逃啊！他们怎么那么猛？杀！雪城军明明只有1000人，可作战了那么久，我们损失了几倍的战力，他们怎么还没有力竭？等等，你看他们后方，将领在交谈着什么？海棠将军，这是我秘制的冰棍儿，吃下能瞬间恢复大量体力，平时或许没用。但在劲风真元力的雪山上，可是十分珍贵之物，让士兵们分发下去食用吧。快吃吧，这是诸葛军师的冰棍。杀！是冰雪？难道这雪山的冰雪有恢复体力的奇效？赶紧吃，我们也补充体力。这群人怎么在吃雪啊？是不是疯了？海棠将军，剩余的叛军全数投降了。投降不杀，将他们押回雪城做劳工。是。冰宁军都搞定了，赶紧上去冰封洞穴里救红颜。诸葛军师，冰宁皇后的修为不在女帝之下，她或许也在洞穴之中。我与你一同进去吧。好，你我多加小心。你带队先行回雪城，不必等我与诸葛军师。遵命。这里乃是水源国的圣地，怎么没有丝毫的禁制限制？有人将这里的禁制破解了，已经到尽头了，没看见有人啊。你看那边，青铜乾坤镜，如此珍贵的法宝，怎会遗落在这儿？莫非是女帝与冰宁皇后动手了？啊，诸葛军师，那是什么？好像是一枚玉佩。小家伙，我已平安无事，现已离开此处。5天后，我在皇城见你。是红颜的传声，他已经安全离开这里，5天后会回到皇城。真的吗？那太好了！女帝能够平安脱困，收复水源国也只是时间问题。对哦，水源国其余城池尚未被收复，红颜还需5天才回来。海棠将军，从雪城到皇城需要多久时间？若是正常行军的话，就是5天的路程。哦，5天吗？嘿嘿。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什么好主意？咱们从雪城出发，一路攻打叛军，收复城池。
带红颜回来，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说什么？收复城池？诸葛军师，雪城军勉强守住雪城就已经不错了，根本别想着分出兵力去主动进攻啊！海棠将军，今日靠1000人便攻下了雪山之巅，放在昨天，你敢想象吗？这个确实难以想象。跟今日一样，我也只需1000精兵，只需1刻钟，便能攻下一座城池。1000人1刻钟？诸葛军师，你怕不是在和我开玩笑？海棠将军，你有所不知，这攻城拔寨与个人修行不同，修为高低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战略。有一个词叫做现代军事。诸葛军师，这是我钦点的1000精兵，雪城内补给所剩不多，每个战士只能携带5日的口粮。诸葛军师，若是口粮消耗殆尽，还请立马回城啊！仅靠着1000人便想攻下城池，太过天方夜谭了。现在雪城防守压力骤减，就当让士兵们出去透透气吧。 5日口粮，海棠将军你太奢侈了，每人只需携带1日的口粮，攻下第1城，我们便有数不尽的物资。人又少，又没口粮，我们是去送死的吧？士兵们，今晚通宵训练，我教你们一个新玩意儿，然后明天一早出发。哎，你们知道吗？昨日雪城军主动出击，将雪山之巅给攻下来了。雪山是李将军带队的吧？也太丢脸了！雪城军啊，那是捡了狗屎运，居然能赢！要是敢来咱们碧水城，定杀光他们！攻打碧水城，你可别逗我笑了，他们也敢！也对，雪城现在自身难保了呀。哎，那是什么东西啊？那是飞行法器，怎么那么多呀？以防万一，我去通知将军。诸葛军师已接近碧水城，敌方尚未开启防御法阵。观察到传令兵进入城内通报，是否加速前进？很好，对方还未反应过来我们是谁，趁他们没有准备，直接拿下碧水城。全军听令，全速前进，接近至攻击范围。什么声音？什么声音？是死神的歌喉，自由开火！哇！注意敌方动向，不要让他们开启防御法阵。收到，锁定目标。将军，不好了，碧水城遭到敌袭。敌人是谁？人数有多少？不清楚。他们使用漂浮在天上的法器。天上？可恶！一定是女帝的残党，自不量力，居然敢进攻碧水城！准备升去防御法。碧水城的守城城主是吧？我跟你谈个条件，投降不杀，你觉得如何？我投降。仅仅1分钟的集火射击，9成的防御设施都被摧毁。不枉我花了500点打脸值1天租来的武装直升机，终于大获全胜。诸葛军师，碧水城的叛军已全数投降，我们正式接管了碧水城。很好，叛军全部拉去当苦力，把破损的城墙全部修复好。叫上兄弟们，和我一起去将军府。是。将军夫人，你快开门吧！赵将军已经投降了，我们不伤妇孺，只要你们交出将军府。夫人，我们要开门吗？不行，要是打开门，谁知道他们会做些什么？夫人，快开门呐！哎，行了，让我来和他说吧。诸葛军师，赵夫人，我乃水源国女帝之臣，雪城军军师，世人皆知，我乃正直之人。我们只需进入将军府拿一些资料就离开。我以人格向你担保，我们雪城军正直无比，绝不拿你一针一线。雪城军军师，军师应该是懂道理、有智慧之人，他应该不会对我们做什么吧？给他们开门吧。好。门打开了，雪城军听令，不许伤到将军府的妇孺，绝不能拿他们一针一线。是。除了针线，其他都不能漏掉。是。
可愧啊！水源国兵败如山倒，打得真没意思。早点打完多好啊！打完正常仗，我就要回老家结婚了。哦，是邻村的小红吗？她同意嫁给你了？因为我脸皮厚，她总算答应了。哎呦，好小子，有你的呀！小伙子，恭喜你啊！唐将军，能够有相爱的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你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我。想不到唐将军也有柔情的时刻呀。因为我有一个女儿，她今年3岁了。等这场仗打完，我就能回去见到她了。有敌袭！防御！防御！诸葛军师，现在正式进攻罗云城。西北角的城墙已经攻陷，敌方没有反抗。正东的攻击没有衔接上，防御队伍开始集结。加油啊！这是你们自主作战的首秀，不要给我丢脸了。收到。3年了。二狗子，你这死狗还敢回来见我？哎呀，你误会啦，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那天你被宝剑反噬，只有高人才能救你，所以我立马去搬救兵。没想到回来之后你们已经打完了，今天我才找到你。是个屁！那是剑灵在传授我功法。哎，咱们先不谈这个，你又在搞什么啊？那边打得热火朝天，是你搞的鬼哦。所以呢？那天上的法器真酷炫啊，给本神尊也整一个呗。那是我花大价钱搞来的，弄坏了你赔啊！东门的进攻太慢了，你们在搞什么？敌人升起了防御法阵，极强的攻击无法击破，敌人开始反击了，我被击中了，呼叫救援！啊！看来让雪城军自主作战还是太早了，就算将操作方式直接印入识海，战术素养还是差了许多呀。哎呀，不知道有谁能帮我解决眼前的难题呢？哎，我可以。哎，不知有谁能帮我破开防御法阵，拿到我奖励的直升机呢？直升机，我可以。不知道谁能背着炸药包，将云罗城的城墙直接炸开呢？虽然有丧命的风险，我能行，交给我吧。等等，你说丧命？好，既然你这么热情，那就交给你了。等等，你刚才说会丧命的对吧？放心，你脸皮这么厚，死不了的。不是，等等，这个炸药也太多了吧？这个炸药要是误爆了，我岂不是直接归西哦？放心，遥控器就在我手上，一切都安排好了。二狗子，你看看天上的战机，你喜不喜欢？喜欢。那你看到那边的城墙了吗？你将炸弹放在法阵的弱点处，然后我引爆炸药将法阵破坏。成功后，我就送你一台战机。本神尊出发了，战机给我准备一台最酷的。好，等你回来就送。如果你还能回来的话。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诸葛军师，地面有一只背着炸药包的狗，待他将法阵炸开一个缺口后，全力攻击。收到，全体注意炸弹狗的位置。到了。少年郎，你把绳子系得太紧了，解不开啊！糟了，要是被城上的守卫发现就糟了。当然解不开了，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让你解开。二狗子，你对水源国做出的贡献，人民会记住你的。臭小子，我还没解开绳子，你别一冒！哎，看我，你这个贱人，快住手啊！哼，放弃抵抗吧，做叛军是没有未来的。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投降不杀，只需当50年的苦力，就能重获自由。阵风城的人听着，赶紧投降开门，别白白断送了性命。开什么玩笑！区区1000人就想拿下我阵风城？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吗？哼，不知悔改，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全体听令，瞄准，开火！武装直升机一共花了8000点，坦克花了5000点。
这2天租载具足足花了我近2万的打脸值，不过赚回来的打脸值有4万多，一进一出净赚2万，嘿嘿嘿，这笔买卖不亏。若是元婴期的修士发挥全力，对付一架直升机倒是绰绰有余。哼，可惜，都是吃了没文化的亏。石痴，你这个臭小子！居然欺骗我的感情，让我去跟你卖命！本神尊今日就要将你大卸8块钱的血！二狗子，你回来了呀！多亏了你啊，才能攻下那云罗城。啊，快看，我准备了直升机还有坦克，你随便玩。好像很不错哎！哇，这潜艇的炮管果然只有坦克才能配上我的身份。哎呀，你先别激动，我先将操作方式印入你的识海，这玩意儿你可不会看。冲啊！这个太爽了！开炮！真巧，这死狗的智商还挺高的，居然能自己研究出怎么开坦克。二狗子，你玩归玩，别把炮轰到营地里去了。哎呦，放心啦，本神尊自有分寸。太爽了！二狗子，我问你个问题，你这家伙整日吃喝玩乐不修炼，怎么还有如此修为？你到底是什么生物啊？我早就说过了呀，本神尊是上古魔龙的后代，我已轮回6世，再过3世即可圆满，便能羽化成龙。又吹牛了，什么上古魔龙？你不就是一条狗吗？我骗你干嘛？下一世我可化身为虎，无比凶猛那种。猛虎？我看你是宠物猫吧？来，你跟我说说，前5世你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前5世，哎呀，那么久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还记得清啊？早就忘了前5世的事情了。瞧他这个样子，似乎真有什么不想提起的过往。莫非这9世轮回是真的？这家伙或许真的是上古魔龙。二狗子，你快告诉我上5世的事情啊！哎呀，你好烦呐！都说了不记得了，还骗人！你不说以后就没有坦克开了啊？不开就不开，本神尊自己造一台。你在逗我啊？你造得出来，我请你吃原味鸡。原味鸡？那是什么东西啊？哼，那是地球上最好吃的东西。听军，水源国的叛军给我听着！吾乃雪城军师诸葛暗，现命你立刻投降，交出皇城，不然……诸葛军师稍安勿躁啊！别看火，自己人，自己人！别乱说话啊！谁跟你是自己人？给我站那儿别动！那个，我先前是女帝的将领，被冰灵皇后控制才叛国的呀。诸葛军师接连收复城池，我得知后可是兴奋不已啊！趁着冰灵皇后负伤遁走之际，我以表决心，将皇城内的叛军首领斩首示众了。冰灵皇后负伤遁走，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消息？此事千真万确，是紫萱公主亲眼所见呐。皇城内的叛军也是紫萱公主一并拿下的。紫萱？谁啊？是我。多谢你大老远出兵相助皇城，不过很可惜，你白走一趟了。雪城军师炸天帮诸葛暗和徐阙。哦，是你呀！你在水源国皇城干嘛？这里是水源国皇城，女帝是我的姐姐。你说我在这里做什么？啥？红颜是你姐姐？不得不说，你攻打城池的举动收获颇高。兵宁的残兵败将们听到城池被你收复的消息后，纷纷投降。但是我们收复城池后，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占领城池后没有做任何事情，完全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话就说到这里，既然来了，你就住在皇宫吧。你那1000雪城军，我会帮你安顿好。宫内规矩多，你不要随意走动。我还有事先走了。是因为炎阳的死对他大受打击吗？感觉他性情大变，明明他体内还有我的毒丹，居然态度如此高冷。冰宁皇后负伤逃走，
带来的兵宁叛军也丢下不顾，占领了城池也没做任何事情。他此番举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等等，兵宁与红颜是在雪上之巅出现冲突，紫萱怎么会看见兵宁负伤遁走？他是在皇城内看到兵宁？莫非这兵宁还在皇宫内？真是奇怪，虽说红颜不在，但寝宫内怎么乌漆麻黑，让人感到诡异无比。什么？神魄力居然无法探入？是谁？小家伙，你可真聪明呀，居然找到这儿来。不过，你孤身一人前来，不怕命丧于此？你就是兵宁？小毛嘴，哪里轮得到你向我提问？说，是谁派你来的？你别这么猴急嘛，这么快就脱掉我的面罩，搞得神秘感全没了。是你，小子，我认识你。红颜可是非常认同你的才华呢。不过就算如此，擅闯寝宫，这可是要砍头的呀。砍头？谁砍我的头啊？恕我直言，就凭你？这位女士，我特意来寝宫便是来寻你的，还请你配合一下，回答我几个问题，不然我可是要砍你头的哦。还请你配合一下，回答我几个问题，不然我可是要砍你头的哦。黑色的火焰，只有元婴期9层的修为，居然能够逃脱我的冰牢。小子，你的确如红颜所说，战斗力非同一般。你叫什么名字？小反贼，哪里轮得到你来提问了？现在是我问你，你大费周章的进攻水源国，现在莫名其妙又撤军，你到底想干什么？水源国这种小地方，你以为我真的看得上眼？我不过是想得到一个物件，现在得不到了，我也没必要留在这里了。红颜他就算得到了，也不可能改变得了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红颜这几天就是去拿那个东西吗？小子，原来是我高估你了。你什么意思？问出这种问题，证明你对江红颜根本一无所知。我原以为他如此赏识你，你一定是他的同伴。看来你对于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放屁！我与红颜那可是过硬的交情啊，没什么好说的了。想走？给我站住！小子，我劝你不要太嚣张，区区元婴期也敢对我出手。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你就别想走。哼，我要走，你能留住我？好霸道的剑，不过空有蛮力而无技巧，你终究是个元婴期。小子，有缘再见。纵法拳，给我留下！可恶，这股冰霜，一火！小子，红颜的危机不是现在，而是将来。我劝你早日离开他。可恶！他是江家的人，命中注定不祥。有些事你是插不了手的。若真动了情，趁早折断情丝吧。这世间只要我想管的事，就没有我徐玄管不了的。红颜他将来有难，那我必定要救他。还是太年轻啊！可恶，被他阴了，这都让他给跑了。平宁，这是我交过手最难顶的元婴期，身法诡异，不能伤他半毫。我的那些轻功，以后或许会越来越不适用。一头，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快速提升实力？结合宿主的状况，目前有2个方法：一是尽快获取经验值，提升至婴变期；二是使用存储许久的道具，提升功法等级。请问是否要使用？存储已久的道具，我怎么不知道啊？快给我看看。宿主自穿越至修仙世界以来，介绍的修士皆有储物戒，
储物间系统自动保存在了背包里，但宿主一直未去查看。经过统计，一共有3560枚储物件，是否打开查看？我去！打开所有储物件分类存放，需收取200点打脸值。系统，你这个奸商！诸葛军师，这是今日的早点。诸葛军啊！打开全部的储物间之后，居然发现了这个，比最强的天阶功法还有更牛的星辰阶法诀。检测到玄阶法诀天水剑法中藏有星辰阶法诀残卷，一气化三清残卷3，是否提取？万物始于气，生乎妙一，从乎妙一，分为3元，3元生3气，3气化3清，集其所有残卷，修炼圆满，可逆改气运，问天择命。哎，系统啊，你确定这是星辰阶的法诀吗？根本没招式啊！练成之后就从飞球变成欧皇吗？系统等级不够，无法分析星辰阶法诀，建议宿主升级系统。系统等级提高后，商城可售卖星辰阶法诀，宿主可自行购买研究。哦，老妹儿，你说咱们也出了那么久时间了，这升级系统你给打个折扣行不？一口价10万！可恶，这系统也太不厚道了！哎，花10万打脸值升级系统，还要购齐剩余的残卷，这法诀的效果还模棱两可，这笔买卖也太不划算了。哎，算了，先将残卷提炼出来存着吧。成功提炼出一气化三清残卷3，扣除100点打脸值手续费。你这个奸商，居然扣手续费！诸葛军师，吃早饭了。我不饿，你拿走吧。哎，这星辰阶白让我高兴一场。诸葛军师，你快开门呐！后厨辛苦做的早点，你不吃可就浪费了。哎，你看这皮蛋瘦肉粥多美味啊，还有香喷喷的油条。你要是不够，我再让后厨给你多做一份肠粉。说了不吃，你怎么那么烦人呢？信不信我让红颜替你出宫啊？小姑娘，吃不吃？我吃。哼，小家伙，你怎么突然跑来水源国了？我在雪山之巅时见到你来救我了，谢谢你。可是你是怎么知道我被困在那儿的？哼哼，我在千里之外便感应到了小姑娘你有危险，于是就立马赶来了，不必言谢，这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哦，对了，我昨夜路过你的寝宫时，居然发现了一个女飞贼，她好像自称什么冰凝啊。半夜3更，他鬼鬼祟祟在你寝宫，不知道在做些什么坏事。于是我3下5除2就把他给收拾了。什么？你没把他怎么样吗？我倒是想把他怎么样，但他身法诡异，让他给溜了。是吗？冰凝虽带兵入侵，但我与他也算是多年的好友，只希望他能全身而退，不要被这小家伙伤到了。他与我交战时有提到你的事情。他说：“红颜，你命中不祥，日后多有劫难。他见我功法了得，希望我日后能保护好你。”冰凝他真的和你说了这些？嘿嘿，对呀，他真的这么说，所以我要好好修炼，提高实力，助你渡过难关。哼，小家伙，差点上了你的当。他若是和你说了我的事，一定不是这个意思。他会叫你远离我。不要试图帮助我，对吧？他真的是这么说。我的事不是修为就能解决的，有些事不管你如何反抗，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这便是命。小家伙，原来你是想要皇陵内的太初水灵草，带上这块令牌，皇陵的禁制都会给你通行。红颜这丫头对我如此大方，皇陵说进就进，不管她怎么说，我都一定要帮她。居然这么快就找到水灵草了，比起金火两国的遭遇，真是想都不敢想啊！消耗500点打脸值，成功采摘太初水灵草，5行国内的灵草全数被采摘，可奖励宿主1万点经验值。等等，你刚才说什么？1万点经验值？什么情况？
恭喜宿主提升至元婴期10层，到达修为临界点。体内真元力外泄，是因为宿主尚未突破应变期所致。我去，不知不觉中，经验值已经积累这么多了。收！如此庞大的真元力，只要提升至应变期，我就能掌控这番力量。原来如此，我根本不需要去寻找新的法诀，只需将修为提升至应变期，我就能达到更强的境界。系统，我的天劫啥时候来啊？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被雷劈了。预计10天后降临，宿主也可自行召唤天雷，请注意，提前召唤天雷会使雷劫威力大大提升。增加天劫威力，求之不得呀！自从上次渡劫以来，我的冥王镇狱体再也被吸收过雷电了。嘿嘿，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出去召唤天雷渡劫。渡天劫？你不过是进入皇陵采摘水灵草，怎么就突破元婴期要渡劫了？嘿嘿嘿嘿，我天资聪颖，采摘灵草时突然力量涌现，就突破元婴期啦。今日渡完天劫，我就能达到应变期的境界了。天哪！元婴期突破至应变期，是多少修士一生追求而不可得的梦。怎么这小家伙说的如此轻巧？他平日到底是怎么修炼的？真的要今天渡劫吗？应变期的雷劫可是很恐怖的。越恐怖越好，就怕他威力不够呢。看你如此胸有成竹，应该是无大碍吧？渡劫之前，我有一事要告诉你。你曾跟我说，那段九德夺走你2株灵草，我已打听了消息，段九德在夺得灵草后，便离开了5国，前往南州大陆。太初灵草5国内只有5株，你若想集齐，就必须出国。他去了南州大陆？你资历尚浅，不了解海外的世界也是正常。相比于海外世界，5国只能算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南州大陆位于世界南端，与东荒大陆隔海相望，左右还有北海与西漠，这是一个无比辽阔的世界。你确实天资聪颖，海外的世界才适合你大展拳脚。南州、东荒、北海与西漠，太初草虽然稀有，但在海外并非独一无二。就算不去找段九德，我们也有机会找到新的灵草。海外的世界，强者林立，或许我的修为在那里根本不值一提。这5国内，我拥有驸马爷徐阙的记忆，可谓是轻车熟路。但海外是我完全陌生的世界，但只有去到海外，我才有机会找齐灵草，才能复活小柔。小姑娘，我决定了，待今日我渡完雷劫，提升至应变期，我就出发前往海外。傻小子，海外的世界不同于5国，那里险象环生，你一个愣头青难免会遇到意外。这趟海外之旅，我陪你一起去吧。渡雷劫？你这小子昨天还只是元婴期，今天怎么就要突破了？你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嘿，小家伙，这只狗是你的宠物吗？它怎么还会说话啊？啊，它名叫二狗子，是我的小跟班，你可以逗逗它。什么狗啊？我是孤傲的狼。乖狗狗。小家伙，你说需要天地灵气最浓郁的地方，就是这里了。若是在此渡劫，雷劫的威力将会大大提升，你真的受得住吗？唉，勉强还行，再稍加改动就完美了。系统，消耗50点打脸值，兑换避雷针1根。这样就不怕雷电分散了。你们快退开，我要开始打脸，呸，开始渡劫了。小家伙，哦，这个给你。这是8星法器护体寒珠，是我身上防御力最高的法器了。你带着它，若是抵抗不了雷劫时，就赶紧使用，千万不要受伤了。护体寒珠，让他被雷劈一劈，清醒一下多好啊！我们还是躲开为妙。看这架势，他的雷劫非同小可。切，不就是个应变期吗？谢谢你，小姑娘。老天，你还记得我吗？
上次在妖族雷池渡劫，将你炸得落荒而逃，你可不会忘了吧？说好的地狱难度，我来了。哎呦，紫霄神雷，怎么一点前戏都没有，直接就落下？这是杀人还是渡劫啊？哇！过去那么久了，还玩紫霄神雷，太弱了吧？能不能换点新的花样给我瞧瞧？检测到雷霆之力，冥王镇狱体开始吸收。哈哈雷霆之力吸收，来吧来吧，让理解来得更猛烈些吧！嘿嘿嘿，徐劝，受死吧！什么人？竟敢干扰渡劫中的修士，真是十恶不赦！你究竟是谁？什么？这可是海外秘传的引雷风，这雷劫将会提升到最大威力，直接将这小子劈死！嘿嘿嘿嘿嘿，小子，你完了！引雷风，此地也会被波及，赶紧开溜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快把引雷风收回去！雷劫已被勾动，为时已晚。海外有人要他的命，焦红颜，我劝你不要插手。海外？怎么会？雷劫马上就要降临，回天乏术了。焦红颜得罪了海外的大拿，就是这种下场。紫霄神雷将再度升级，那是金色的上古浩劫。金色的雷劫，完了完了，少年郎死定了！小家伙，快把护体寒珠带上！没用的，在上古浩劫面前，任何防御法器都毫无用处。你们啰嗦了大半天，现在总算轮到我出场了。哼，防御法器毫无作用，那正好。上古浩劫，凭为起毒气轰轰的名字就能唬人，就差打你这种人的脸！我，什么？金色闪电居然被他破了，他居然没死！冥王镇狱体正在全功率吸收雷电精华，进度20%、50%、80%、100%。雷电精华已饱和，开始溢出。可恶！这股金色闪电竟然蕴含如此巨量的雷霆之力。既然这样的话，系统将溢出的雷电精华灌注到宝剑中。麻性宝剑的话，应该能承受住这雷霆之力吧？雷电精华正在被宝剑吸收，溢出的雷电精华剩余50%、20%、6%。恭喜宿主成功将雷霆之力灌注进宝剑之中，成为宿主自创宝剑雷霆之剑。此剑可掌控雷霆之力，释放雷电法诀，威力堪比9星法器。开什么玩笑！上古浩劫的雷霆之力居然被那柄剑吸收了！哼，紫霄神雷，上古浩劫，不过是名字有区别，本质都是雷电而已。他没能把老子劈死，老子就能吸收它。感谢你给我引来了富含力量的雷电，然后去死吧！你不能杀我！我受海外势力所迫，我有人撑腰。海外？管你是海外还是天上，打扰我打理，就得死。击杀鹰变期修士，获得100万经验值与储物戒，打脸成功，获得500点打脸值。恭喜宿主渡劫成功，10个时辰后正式转换为鹰变期。小姑娘，全部搞定了，咱们回去吧。哦，好。啊，渡劫之后还需要10个时辰才能进入鹰变期。
每个修士都会经历这一步，时间有短有长。这样啊。你能在30岁之前进入鹰变期，已经是大有才华的天骄了。但海外高手无数，稳妥起见，还是等你正式进入鹰变期后再动身吧。这趟海外之旅少说数年，多则数十年，我们不差这点时间。数十年？哎，小姑娘，我在火源国还有老朋友需要交代一些事情，若是不着急的话，我回去一趟，待1个月后再出发，如何？可以啊，出发去海外前做好完全的准备是正确的。正好这段时间我处理一下水源国的事务，你准备好了就回来皇城，我们就出发吧。好。啊，火源国就不能在这皇宫先享享福嘛？又要跑出去？我要去见几个人。什么人？肯定又是女人。不行，我也要跟着去，我得好好批判你一番。你这只死狗，去找你的母狗玩！苏掌门，此事你考虑的如何？这个，我天武宗先前被贼人徐缺所袭，元气大伤。今日我突破鹰变期7层，实力大增，重建天武宗可谓易如反掌。太一派如今人丁兴旺，有重建帮派的好底子。希望苏掌门能同意与我联手，将太一派改名天武宗。我可将副宗主之位给你做，他日必定能发展成为火源国第1大门派。如今火源国皇室动荡，待我们羽翼丰满，届时皇位也不在话下。苏掌门，希望你认真考虑。可徐权是我太一派的恩人，若是我与你合作，这怕是有点……司月兰，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张宗主来找你，那是看得起你。区太一派，哎，不要冲动。万事以和为贵，我们是来和苏掌门寻求合作的。是，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苏掌门现在是元婴期7层吧？想必你苦恼了许久，无法进阶鹰变期，对吧？这个，苏掌门，我属下说话虽有冒犯，但他有一句话说对了。我张丹山前来与你太一派谈合作，那是看得起你们，希望大家不要伤了和气。你说对吧？元婴期7层的苏掌门，我受不了这个家伙了！阴阳怪气的在说些什么？滚出去！我们太一派不欢迎你们！二师叔，欺人太甚！别以为鹰变期就能为所欲为。太一派弟子保护掌门，记住这些天武宗之人。是。下手别太重，这些弟子都是我们需要的。将掌门人头拿下，太一派就是我们的了。是。太一派，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居然有个门派，干嘛要来这种地方？我当年一个老朋友是这里的掌门，当初他们总是被魔门欺负，我就送了他们几门大炮抵御魔门。不知道如今他们过得怎么样了？有神威充能炮在手，鹰变期以下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去，什么情况？你是太一派的弟子，谢谢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天武宗丧心病狂的东西，他们对掌门出手，想占领我们太一派。占领？别说的那么难听，我们是引领你们加入天武宗，引领你们走向更强大的境界。那边的小子，你也是太一？苏掌门在哪儿？快给我指路。在大堂那边。张南山也在那里，他突破了鹰变期7层，你可千万要小心啊！一击秒杀，这人是谁呀？天武宗张丹山，都是些熟悉的名字呀。这几个修士的招数势大力沉，但总带着一丝诡异的气息，不像是正统修仙者的路数。三师叔，苏掌门，事到如今，你还不愿意接受吗？
看看你的弟子们，我并没有对他们下死手啊，只是让他们失去战力。我这可是爱才之心呐！胡说八道！你弟子出手时，我已经感觉到他们运转的是魔教的真元力。张丹山，你好歹也是前天武宗的宗主，怎么会与魔教的人牵扯上关系？我太一派今日就算全数战死，也不会屈服于你。这个……苏掌门，有些事可不能大声张扬啊！既然你知道了，那我也别无他法。太一派，我会好好帮你打理的。日后太一派壮大后，将成为我登上火皇之位的基石。火皇之位？是谁？你居然敢对我的女人出手！我看你是活腻了。上一任火皇已经被我砍了，马上你就是下一个。苏掌门，你没受伤吧？是你，徐君，你总算回来了，我真的好想你。你给了我那么多法器，我还是没能挡住魔门来犯。放心，我回来了，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们了。你是虚觑？当年毁我天武宗，害得我宗门落寞，我天涯海角苦苦的寻你而不得，没想到你今日自己送上门来。哼，逾越，着实逾越。今日便是我报仇雪恨的大喜日子。你先带受伤的弟子去疗伤，这里交给我。哼，张丹山，好久不见，你怎么苍老了这么多？是吃了什么奇怪的药吗？应变期1层。啊，难怪你有恃无恐，厉害，厉害呀！哼，你的修炼速度着实让我惊讶。不过你敢只身前来，是你最大的错误。潜伏在阴影中的弟子们，将他拿下！遵命！留他一口气，我要将他带回去，好好折磨一番。我精心培养的弟子们，个个都是元婴期9层的修为，谅你有应变期1层的实力，也双拳难敌4手。比人多，不知你可听说过炸天帮？哼，我知道你是炸天帮的人，可今天只有你在此啊！很不巧，消耗1000点打脸值兑换分身傀儡。分身傀儡可控制其外表与行动，并且复制宿主的修为。但请注意，分身傀儡不具备实际战斗力。炸天帮的兄弟随叫随到，今天他们都来了。炸天帮萧燕在此，炸天帮李白在此，炸天帮花无缺在此，炸天帮孙悟空在此，炸天帮二狗子在此，炸天帮帮主徐缺在此。传闻中的炸天帮居然全数在此，他们全都是应变期的修为。这么多应变期，就算是整个火元国都无法与之为敌啊！宗主，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可能？原来徐缺就是闻名全国的炸天帮帮主，难怪当初他不选择留在太一派。像他这样的人，外面有更广阔的世界。张丹山，我也不想人多欺负你人少，给你个机会，你想怎么比划？别说我应变期7层欺负你，有种单挑啊！你刚才偷袭我，新仇加旧恨。单挑，好啊！别杀我们，我们愿意给太一派做牛做马，绝无怨言。搞定。这是7星级别的防御法阵，能抵御10个应变期修士的同时攻击。有了这个，放眼5国内也没有谁能惹太一派了。还有这个能增幅30倍力量与功法的杀人书和杀人剑，还有我这些时间攒下的1亿枚下等灵石，你全都拿去吧。1亿灵石！我的天哪！徐缺，你对我太一派如此有恩，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报答你。助人为乐，谈何报答？我接下来要前往海外，需要多年才能归来。我希望太一派这段时间里要好好的。海外？
海外之旅，少说也要数10年。你这一去，我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你。但我需要前往海外才能救我的恩人，所以……徐娟，苏掌门。徐道友，才待了这些时日，你就要走了吗？难得回来，再多住些日子吧。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办，办完之后我就出发前往海外了，还有同伴在等着我回去呢。也是，海外之旅是需要做好准备。你一路小心呀。徐娟，我会等你回来的。等我回来。你小子这段时间过得可真滋润呐！说吧，现在要去找哪个女人？粗俗，我可是回去见老朋友，只有你这个死狗才只知道女人。如今我修为提高了不少，手里也有许多法宝，我必须发点福利给以往的老朋友啊。哎，这森林内部有股奇怪的气息，似乎隐藏着神秘的种族。哎，二狗子，你嗅觉挺灵敏的嘛，这里可是异族的地盘，难不成你也是异族的一员？狗族？放屁！我可是上古魔龙的后裔，神兽一族。这里是天妖部族的密道，我曾化身异族带领他们作战，最终天妖部族成为了异族最大的部族。我知道异族，曾经他们也有高强的牛人，不过最后依旧是没落了。到了，不知他们现在可好？喂，小子，这可不妙啊！什么异族统领啊，这摆明被灭族了呀！苏灵儿、苏小七、小月，你们在吗？建筑全都被破坏了，也没有生还者。但是很奇怪，怎么没有尸体呢？这是单向的传送法阵，异族内部有奸细，将敌人直接传送进了部族。可恶！是哪个贱人搞这种卑鄙行径？不知道苏灵儿他们有没有危险？二狗子，你发现什么了？这是古老的文阵法诀，与我掌握的十分相似。没想到这异族内还有人懂这门法术。小子，这文阵2个月前曾被开启，随后便损坏了。入侵者似乎不懂得修复文阵，你的老朋友们看起来安全逃脱了呀。真的吗？二狗子，你会修复这种文阵？开玩笑，你以为我是谁？小七，快跑！哈哈哈哈哈！苏灵儿，东躲西藏，最后不还是让我找到了？乖乖受死，成为我晋升妖兽统领的垫脚石吧！小七，你没事吧？姐姐，你快逃，不要管我了。哈哈哈哈哈！这场捉迷藏是时候结束了。多亏有人带路，我才能找到你部族的根据地，将你的人头带回去，我就有资格成为新的妖兽统领了。灵儿，我来拖住他们，你们快走！太长老，不要！这可是我异族秘传的文阵，任你修为再高，也追踪不了他们的位置。异族所剩无几，何必拖延残喘？交代他们的下落，我留你一命。跟我回妖兽族当个奴隶，保证你下辈子无忧无虑。杀了我吧！哼，自作聪明。异族内有我的暗线，真以为你们能逃出我的手掌心？三姨，灵儿，你没事吧？你与小七出去寻找食物，好久都没回来，二长老就出去找你们俩了。那牛魔追踪到了我们的位置，二长老他为了让我和小七逃脱，已经牺牲了。怎么会？我们已逃亡数月，携带的物资也全部耗光了。
再这么下去，就算不被魔头抓到，也要先饿死了。如果孙悟空还在就好了，他到底去了哪里？姐姐，你居然还想着那个孙悟空？小七，我已经去人类那边调查过了，炸天帮的成员全都是人族，花无缺、李白、徐缺等都是火元国内知名的修士，但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炸天帮孙悟空这个人。怎么可能？孙悟空根本不是炸天帮之人，我们都被他骗了，他不会来救我们的。可是，他就算不是炸天帮，也是异族啊，他怎么会抛弃族人？灵儿啊，你看你妹妹都比你通透。大长老，异族已经回天乏术了，这么下去，大伙儿只能是死路一条啊！灵儿，你听我一句劝，不如主动归顺兽族，成为他们的奴隶，还能求得一线生机呀！大长老，你这说的什么话？我说的有错吗？你们想想，再这么逃下去能有出路吗？家园被毁，人类不可能接纳我们，我们能去哪儿？可是妖兽族屠杀我异族同胞，是我们的仇敌。主动投敌这种事情，我可做不出来。大长老，你别说了，我们异族是不会为了求生而做出这种事情的。唉，冥顽不灵。我本想救你们一命，为异族保存一丝血脉。既然你们这么想死，那我就成全你们吧。大长老，你居然把妖兽族引到这里来！你这个叛徒，你居然投靠了妖兽族！大长老，你这是什么意思？识时务者为俊杰。感谢你为妖兽族做出的贡献，天妖不足大长老。我为自己谋得一条更好的出路，不过分吧？事成之后，妖兽一族会有你的一席位置。谢过未来妖族统领。牛魔，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我天妖部族到底得罪了你什么？哪有为什么？身为异族就是你们的错。哪里头？九尾狐火！小七，你快躲开！死！这里是妖都。我曾听苏灵儿说过此地，这里曾是异族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可后来经历了与妖族的大战，如今已破败不堪了。村庄的文镇通往这里，可妖都里连个鬼影都没有。小子，你快来看这个！这里有一具新鲜的尸体，还有个刚使用的文镇。这服装好像是天妖部族的长老。二狗子，能追踪这个文镇吗？啊，没问题，这文镇非常清晰，立马就能使用。灵儿他们或许刚从这个文镇逃离，我们立马动身。姐姐，苏灵儿，你这鹰变期3层的修为，可不是我的对手，乖乖受死吧！文镇？什么？他女人算什么本事？来和我过两招。你是谁？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贯彻爱与真实的正义，可爱又迷人的正派角色，炸天帮徐缺。炸天帮？区鹰变期1层，力量还不错嘛。二狗子，有许多牛怪在追杀异族的村民，你去救下他们，我请你吃臭豆腐吃到饱。真的吗？好啊！救命啊！狮之公好厉害啊！他把所有牛妖都收拾了。多亏了他俩，我们安全了。这位少年，你可是炸天帮中人，你知道炸天帮孙悟空吗？这位苏灵儿小姐，我不但认识炸天帮孙悟空，今天还是他带我们来到这里的。